到南边了。到了西边，再绕到南边了。从下是从哪里？哎，刚才你在贵，刚才没几块钱。阮这一间上济啦，上济人的咧哦，好，上大间哦，好，遐济咯，是的。哦，原来遐济个天气好，哦，还佫有咧宴龙，啊，当啊拜地府先师，还拜地府先师啊。哎，这个是讲，我有厝的我别买啊。无咧，啊有讲啊拜地府千岁啊，有五府千岁，哦是。佫啊拜地府千先师咧。有啊，这摆有先师是算啦，算这个天照文星诶。哦。咱这参加地迄个参加。哦，是啊，严师诶，老师诶，是啊，感恩啊，谢谢。看到了没有？
好，各位今天请坐。学人，各位点团师，还有各位助理、各位领任、副领任、各位组长、各位坛主、各位学员大家早安。老师早安。后学非常紧张哦，因为后学是第一课。那么当然，我们今天咱今日有这个发挥，而且成立，不过呢，就是爱感恩着上天降个之恩的这良因。那么也是咱祖师爷伊的风烛大愿。那么还有咱师尊师母当年天命普渡三座的这愿力，加上咱好老建议的五代医生，那么还有咱二十大师，甲咱新的点文书的护庇，加上咱前人的这恩惠，甲咱各位点文书助理，甲咱各位前大家甲护法平时的宣传、鼓励、甲编辑，那么注定护法呢，今日到这个学习的这个机会，那么作为前大家，咱拢知影今日是兵分一景的这个上课。那么当然，兵分一景呢，也就是咱师尊老大因伊金坛所留的这个圣训。那么咱讲圣义难测啊，尤其伊个护法脑顿的智慧，甲对圣理道学无深谙这个体悟，所以讲在咱一个学习这个43页至45页这个过程呢，如果有事不大意，那么错解着咱的圣义。无法度甲即个圣训呢，感觉淋漓尽致的即个因缘，就请咱前人各位点文书，甲咱随前大家，咱甲护法得到的包含甲变量。那么护法今日所甲咱学习的呢，就是43页甲45页。那么护法学习的呢，就是咱囝伊的即个圣歌甲后壁的即个正坛诗，后壁呢一段就是咱后节，咱领讲师呢，佮针对这篇的这圣歌，甲这灌顶这正坛诗呢，做一个更较详细，而且甲咱自备。所以呢，咱最前内底护法较脑顿啦吼，因为伫讲师群内底就是护法上该切的吼，所以呢，一定讲了无好势非常欢喜的是讲咱后壁各领讲师会当甲咱做一个精辟的这个解说。那么护法来保护他的不足啦吼，那么伊时间关护法就直接进入咱的这个圣训哦。各位先生，咱应该拢有迄本人生之前的课本啦吼，我就直接进入咱护法的这本文。那么首先第一段呢，伊就讲：萧风吹雨，高起心来愁，落叶缤纷，天温已上秋。那么咱在王明旭基金，就是上课的这个过程，咱王点文师非常的慈悲，甲阮做一个指导。那么伊伫遮萧风吹雨，各位前人咱拢了解，伊会甲阮慈悲讲，这萧风也就是像外景学的这个因缘，外景夜景的这个因缘，不管是咱的道温，咱的国温，甲外口大自然的这个反扑。真侪环保的问题，甲种种的因缘，拢是在外的环境。那么这吹雨呢，伊就甲伊比如讲，是咱地灾，咱拢受天然境质影响，无法度让心来转变，拢被逆转，亲像一个经济，这个金融大风暴，那么咱的心呢，就跟着这个风暴起涟漪，就心有戚戚焉安尼，无尽头精神，就对这金融大海啸这因缘的期待，人讲垂头丧气。那么注意一件代志，其实咱在听在修学的这个立场，互较深深的体会，就是讲，咱这个外境当然见证咱的伤情，就是影响着咱的心情。那么咱这个外境影响着咱的心。那么如何？咱讲伫这个因缘内底，咱要如何庄敬自强？咱讲处变不惊。当然啦，以着平常心来对待一切自然境，不过爱靠着平常时的力量。
身体的滋润与滋味，就是讲，互我时常的体会，也就是讲，咱听着身体了后，亲像咱上了民生基进了后，经过咱省份的这教育了后，普通啊，以互学的这感受，互学同校伫这课程内底就会觉醒。但是呢，等于到厝了后，咱受到咱的人讲人事物的这因缘干扰，真正这真容易呢，个来影响着咱修行学道的这个心，坚持的心马上就讲啊，修这也无保庇，哦，啊上天也无保庇我全家平安大趁钱，五谷丰收。那么伫这个因缘，也就是讲咱这个外因顶来影射着咱的心境，也就是讲咱今日。就是讲，咱即阵的目前的这个时运已经行到闭会。那么，祝酒饮卯辰时5味，也就是咱的这12地支，也就是咱天的这个寿数。那么，注意前年内底咱拢了解，到这个闭会5味交替的时阵，也就是咧3期5点年。那么来到闭会呢，来就是咧申会。那么申会伫咱经典甲咱记载，也就是要灭尽。所以讲，即阵的这个灾难，天灾人祸，要收束咱人的这个生命，会使讲非常的迅速。一解的灾害，就要收束足侪啦。毋是像以早讲哦，若发生车祸就是一个，哦，若毋是，就是袂超过，较少超过讲10个。但是呢，即阵的这个灾害，搁有一个咱前2、3天敢看到空难，一困着90几个爱离开这人世间。即世人就，若讲一世休啊。那么伫即个因缘内底，也就是讲已经到即个未会，咱爱做一个警惕，也就是讲来到这未来气数已经到秋收的时阵，那么秋也就是要收效，哦，也就是收束的这个时期。那么当然，咱以着积极的这个态度，也就是要万事归一本的时期。所以呢，咱师尊师母当然就提名要来普渡三者。亲像咱拄则咱先人慈悲有甲咱慈悲开始着讲，哦，咱伫高雄巨蛋所参与的呢，也就是咱师尊师母两位老大人，伊当领提名80周年，伫普渡三者这台湾，所以咱一贯的这个道务呢，伫短这个80年内底，会当传到万国九州，哦，怎甲咱报道呢？伊是80个国家。那么伫咱一贯的这个道务推展甲活动，咱有请着咱马英九总统哦亲临甲咱慈悲，伊所甲咱讲的拢是赞叹的，咱拢是以德报怨哦，以德报怨，赞叹着咱一贯的这个教育的道义，影响着社会的这个特殊，影响着社会每一个人的人生，因此，互我家己嘛非常来讲沾沾自喜啊！哦，亲像过去去年参加国际会议天的孝心感恩大会，今年高雄巨蛋的这个孝心感恩大会，甲咱师尊师母当领提名80周年的这个纪念大会。那么，伫互我参会过程，互我深深的感受，也就是讲，其实呢，咱每一个法会拢来参与，我们会觉得说，咱会感受着讲，今日咱伫这个师尊师母的这个门下，伫咱李秀台先跟咱去接引，各位跟着随因得之下，咱来是一贯天的先天来的信义集团是非常正派的宗教，是正式的宗教。所以互我如果若出去度人呢，互我拢非常有信心。就是讲，咱今日为人无了讲，有听过一贯道，但是一贯道是啥物？伊无全面了解。那么伫咱度人的因缘，伊甲咱问的时阵，其实互我感受讲，互我本身非常有信心。所以咱伫度人的因缘内底，咱家己对道若有信心，当然咱要度人就较容易啦。哦，因为你有信心，人敢要对你行，啊无亲像咱黄帝文师常常咧讲的，一网引众嘛，相接入火坑。那么今日咱如果有深深的了解，哦，信德经、历经、天命经。那么咱要去度人，咱就会感觉讲，哦，我是毋是对你行毋对？哦，这是佛学的感受啦。那么当然，咱今日这条圣歌，讲第2句讲，道晓平分天运以三秋。
那么秋风扫落叶，当然暗入着天伦已经到3余8减年。那么在佛教来讲，伊讲叫末法时期，各位前言8减年啊，这就是讲，咱今日已经伫这世间每一个人会真如自性、真如本性来到这凡尘，已经流浪到大万多年，行到8减年。那么注意一个代表，咱听到这8减年，当然拢有感受啦，就是讲咱家己心中拢有警惕。那么昨昏互我看伫一本长的册，伊讲其实外在即世人即个人生受天灾人祸而且摧残，其实是小事啦。不甲咱讲，咱大万多年来生死轮回的即个六道轮回内底，这才是真正的劫数。所以咱今日拄则咱前人慈悲甲咱开示，咱受真理的教育，咱在修办的这个过程，不过咱就是要行功立德，就是讲咱今日要超生死脱轮回，这早是真正咱要脱离这个劫数的这个重要的因素。这是佛法伫咱参悟的道场内底，伫这推动的过程，一直能够勇往直前，或许从来没有退缩过的这个因缘，就是讲佛法一直要疗愈给咱前人各位点老师甲咱慈悲的，我要一世修一世行。那么咱今日对这一世修一世行是咱伊的祖岁丰足台湾，咱要如何来接受伊的丰足台湾？其实介绍咱自己如何去创造，自己如何去创造。那么道因业感，咱拢知，上天有免着咱欲借苦魂，所以才降道要来挽救着善人信女。那么这个业其实是咱人心所做啊，所以讲业因心教。咱看伫这外人间环境的这个大凡夫，其实拢是咱人伊家做成哦。亲像讲，迄山明明就好好伫遐卖走山啊。那么一个专家的研究，为什么会走山？当然就是咱二高的这合作，咧建设二高的时阵呢，可能就是有无注意的这个因素伫内底，所以造成即阵的走山。所以佛法感受拢家己感受讲，其实业因心教。上简单的一个因缘哦，咱一个家庭袂当和乐，夫妻袂当和好哦，袂当讲琴瑟和鸣。我们那个做者欢书，做者欢心，其实也就是两个人的心都有我的存在，我们才会产生摩擦。如果咱但是这是虽然家庭袂好顺，我感觉讲这嘛是一种的劫数哦，是非常小的劫数，但是由小而大哦，因为咱的心若先，咱就会当献去上天，上天呢就会降搁较少的这个劫数。那么咱恶去上天，上天就互咱愈济劫数来收煞的恶业主哦。所以讲，今日上天慈悲降道，要来挽救着咱的人心。那么咱的劫数自然呢就转化。那么而且呢，佛法甲咱引导倒来到咱的自心当中，就是讲来到这个秋天，一年四季，春冬夏季，秋收冬作。这是四季的这个轮转。那么又到咱自身当中，互我甲体会，就是讲每一天，咱来到秋天，就是要过年，对毋对？人拢常常讲，中秋节若到，来就是要冬节啊，要食菜粿啊。那么冬节若到，就是要过年啊。各位这在座注意一下内面，包括我互较熟悉像后壁迄个黄子瑜，伊原在共款，人讲天经岁月人情修。天就是咱的中华民国哦，因为民国99年，每年就中华民国100年会加一年。但是注意一下，有到咱自身当中，咱的人生当中，咱会减一岁，这是咱爱去警惕的物件哦。所以而且互较甲咱注意一下共同分享，也就是讲，咱爱把握着咱真正短暂无常的生命，来创造咱永恒真相的这个慧命光辉。哦，这是咱伫即句
新闻内底互学的即个体会。那么，搁再落来呢，伊讲三山好情，母囝来分手，东土一游6万挂米条。那么当然，即个三山好，也就是咱老母娘风水祖先金菩萨下凡异世，也就是正是咱母囝离别的即个所在。那么互学呢，就先依着咱任何单位，互咱陈永宏医任伊互学的一个资料呢，咱已经可能拢捌看过即个资料啦，互学大概都互咱温故而知新一下，慢慢来了解着讲，确实咱的真如本性，咱的故家乡呢是伫即个三山好境。我有看到镜头。哎，怎么没有那个？看不出来吗？那么当然，这个影片呢，伊就是甲咱描写着咱本来这一生的咱本来是本啦，本来是本。咱本来就是甲老母娘呢，住伫共迄个所在，伫迄个附近内底。那么当然，咱这个老母娘呢，伊伫三山好境呢，派着咱诸仙子菩萨要下凡来治世，所以呢，伊就用着这个酒呢来风水着咱。那么，甲咱的先医先礼呢，讲放伫三山坡，要等候咱来治世了后。先听会了大同世界了后呢，会当倒转去请咱的先医先礼。可是，诸位亲爱代表，咱师尊老大人讲，东土一游，轮回6万多年，怎啊来吼？啊是有约所背，气病所苦，怎啊真心白实，拢依着咱的贴心，依着咱的悉心呢，而且咧做作，所以咱造成了6道的这轮回。那么，医生呢，而且咱爱了解，这三山坡，咱听三宝的时阵啊，咱三宝的讲师就甲咱讲，果是不死，谓之天地之文，也就是咱的天地经。那么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各位亲爱，伫咱这受损一致迄个所在，就是伫咱这人内底上较深迄个所在。所以呢，咱时间甲咱讲明白唔了，只以求知所知，以及不如鸟吼。就是讲，咱人真正不如一只鸟啊！迄鸟啊，真正吼，真像学校的厝吼，阮1楼吼，或者阳台，迄鸟啊，就是会找伫吼，迄雨压袂着，风吹袂歹的所在呢，做咧鸟啊树，安宁自在住伫迄个所在，吼，落雨时就飞入去，暗时寒就飞入去。只要无去甲破坏，迄就是伊上较安全的所在。可是咱众生呢，确实不知咱的基础，至善地伫是啥物所在，拢只是为着名利，这个五欲六尘呢，是来定位着咱的真如本性。那么当然，没关系啊，那么我们的影片就不要看了，感谢杨女士长。那么当然。咱可能拢捌看过即个影片啦，捌看过即个影片，就是呢，咱老母娘甲咱先医先礼客断了后，咱煞伫遐彷徨，伫遐彷徨无措，毋知影要安怎，先医先礼客甲伊叫老母娘已经袂赴啊，已经袂赴啊。那么伫遮就是互学，甲咱分享着讲，其实咱每一个人，伫即个因缘呢，三山好的即个因缘啊，就是互学呢。接着这伫圣文的时阵呢，我嘛有请教着咱的真人，那么咱真人自己甲互我开始讲，三山坡，就是咱名师一指迄个所在，咱拢知影。不甲咱讲，灵山就在咱的眼前，咱毋免搁去到外远的所在去，只要用灵山踏下修，好好来修，咱就会当成佛。那么真人自己甲互我讲，其实咱今日所求，是名师一指迄个所在。
咱今日所求的呢，就是先天大道胜利集团，甲咱福喜皇帝一月开天呢，所留了符合温泉本体、水水皮肤本身的这个先天大道是同款，所以咱嘛犹豫啦。因此呢，互我伫咧讲解三宝的时阵，咱拢知影，即马有祖德公文，人讲嘛有点伫拿后呢，听讲后尾点伫骹头有诶，那么互较深深的感受。咱今日受出一致，伫咱内怀体顶，迄个正幽门的所在，才是正上该正确。所以而且嘛，咱印证着讲，即个三宝呢，就亲像咱伫三字经内底，咱都读着有连山、有贵重、有就业、三益相。那么这有连山，即本的这个古籍，也就是咱福喜皇帝伊所留落来。那么伫易经，伊着经卦来甲做一个解释。那么这个经卦，咱拢知影，也就是咱的三经，也就是咱的天地经。所以呢，咱受出一致伫迄个所在是正确先天大道胜利真传。所以做一件内底，咱毋茫犹豫，毋茫有怀疑的心那么而且嘛，咱了解着讲，其实咱人有三个错字第一个就是咱的原则，在无极依天就是咱元灵、运用的这个总源所以可为之咱的本质顾家乡。这但是咱的顾家乡，咱在三宝离宝寺了后，伫东土已有6万多年，咱所住的厝呢，拢毋是顾家乡，拢是咱的家乡尔咱的厝伫伊。那么而且佫有镜节，那么镜节记载于民间，我看到了，我就甲深思啊，甲体会一下。真正有影过1000年。咱若是出世，还是咱生着一个翁仔咱着马上去报户口，1个月以内爱去报户口。去户政事务所报户口呢，咱是去甲报讲阮兜即马有生一个翁仔，有一个人来出世，要甲这苦海受苦爱去甲伊报户口。那么当咱厝内家较不调和的时阵，咱嘛爱去户政事务所拄户口。拄调呢用红笔怎样甲咱规调是像户口爸爸旧年归空了后呢，户口去户政事务所甲办。伊讲这个人离开世间甲规调。我甲讲用蓝笔着，咱就爱用红笔。伊讲嘿，就是用红笔甲咱规调。那么当然，伫即阵拢用电脑嘛户口名簿用一个红笔甲咱规调。那么伫这个经验咱了解，确实世间就亲像女性共款，咱嘛亲像囝母共款为人来住较济冬，甚至若住100几冬，若为人来到着即个土呢，着夭折所以讲，个人因缘无共款，嘛甲咱过去世所修的因有关的。那么分级，佫一个分级伫地府。如果在世间来做人，而且伊人生当中拢是做罪，人讲做罪较济，做善的呢，那么就会落地狱受刑罚。那么地府的这刑罚就甲咱人世间的这监狱共款，有罪嘛爱去监狱受刑罚。那么做一件代志，当然啦，咱今日受出一致，求了先天大道以后，咱有先祖就甲咱讲，已经要甲咱的性命入去，请三官大帝甲咱的性命入去天龙挂号地狱抽命。咱8岁以后会当伫往西方极乐的所在，但是咱伫这个离冠岛咱南部呢，而且精神文化讲座内底。有一个曾祖文典传师，也就是咱南区的这个会长的看法。伊去咧主理的时阵呢，伊讲即句话了后，互校嘛是震撼嘛。伊讲伊是领年的典传师，咱过1000年咱求道了后，保证咱转去到西方极乐的所在，但是伊无保证咱住会了袂啦，因为天上无迄个无功德的成分，地狱无迄个无罪过的这个鬼魂。那么嘛，咱体会着讲，确实若讲因道的降世，虽然可以归根，但是咱绝对伫求道、修道、办道、学修干办的因缘内底，爱积极来行功积德，咱才有法度有这个德，读到和平
因报答遮尔方面。所以讲，注意一个内底，咱爱了解了后，爱做一个警惕，爱做一个警惕。那么，咱师尊老大人甲咱讲，因为咱的真心白实了，而且轮回达万多年，因为咱录因感录定生录色，互咱这失定的，甲咱拖咧弄走，妈妈使咱因轮伫这六道轮回内底，这确是苦报啦。人讲富甲咱讲人生是苦海，其实若无了解六道轮回的人呢，他觉得人生是个乐园啊。我要唱卡拉 OK 我就来，我要爬山我就来，我要骑脚踏车运动我就来，有够快乐啊！较有福报的人，有钱又有闲，因为伊无了解六道轮回的这个苦报，这劫数的这个痛苦，所以呢，伊甲人生苦海当作乐园。那么咱今日求道了后，咱受真理的滋润了，因为咱在座诸位前言在了，拢是道场的这中间干部，拢是单主人才，咱更加爱警惕着咱家己，所以呢，而且就是讲，咱师尊老大人搁落来即句呢，其实每一句拢有伊的连贯性，真正拢有伊的连贯性，所以呢，伊后壁甲咱讲，岁月悠悠，轮回永无去。岁月悠悠，岁月无情，拄则我甲咱分享，其实因果轮回正是无情正是无情。那么当然，咱为虾米会有因果在咱念头的这个成立，咱念头的这个生死。所以讲，一念之事即做善因，一念之恶即做恶因。那么这个果是因为咱将这个因而来，毋是平白而来啦，所以互我感受着讲，咱每一个人拢爱继承着咱过去世无形的财产的遗产，因此才造成讲每一个人的品性无共款。亲像互我即马有3个孙仔，一个陈雨丽、洪子莹甲陈梦修，3个互我拢有咧照顾。其实互我伫即个体会内底，甲感受起来，3个囡仔的个性拢无共款。那么为虾米拢是妈妈怀胎受过所生，拢是去病院的医生甲生出来？那么为虾米因的个性、品性拢无共款？这归咎于过去世所受的因无共款。所以呢，咱今日即世人受啥物果，其实是咱过去世所做的因。那么注意前言大着，咱今日了解这因果轮回这定律了后，咱要如何在咱当下的心念，要如何去甲转化，就是讲，咱一定爱以着正常的这个思考的角度来去甲思考，去甲起心动念。那么咱所循环转来呢，当然就是善的循环，就是善的果报。其实后学常常在思考善恶的循环律，善恶的这个循环律，会使讲非常的可怕。咱今日当然是善，那么什么叫做善？我现在咧甲体会，就是讲，互我听净空法师的这个频道，伊咧讲伊拄我讲一句，佛学问答内底有人来问，伊讲，啥物叫做善事？各位前面，这个善事可大可小呢，普桥造路啊，亲像迄保台面一布施着几亿，即嘛善事做福报。那么伊家己解说讲，只要是顺义利人的，就是善事。那么如果若是利益损人的，就是恶事。诸恶无作，众善奉行。迄个三岁孩童该知晓，必识路恶行不得。那么这善甲恶一念之间而已。只要你若是顺义利人的，拢是善事啊。那么注意前内底，啥物善事是功德上大？咱时常听前辈才咧甲咱讲，度一个人有3分。功德上天助咱7分，多一个人就10分的功德啦呢。咱以着财死来讲啦，当然有福报的人，拥有较侪财产的人，要财死非常简单。但是上天要甲咱讲，你布施偌济钱，有偌济功德，只是有功德有福报。但是咱度一个人，生存一个人当千口所盖，迄功德非常大的。所以注意前面内底，咱一定要朝这个目标去前进。
那么伫遮在附近伊甲咱讲，心随情缘，即成就四圣道。因为咱一心随法界，那么如果咱的心若随邪念，即成就三圣道，就是天人道、人道、修道道。那么心随恶缘，即对三恶道。福心道、地狱道、恶鬼道，伫未研究真理以前安尼听袂感觉安怎的吼？以早安尼听道理的时阵拢是咧做笔记的，是法界真正足好写。阮笔记阮研究足好写但是要了解伊的真义，各位姐妹，咱了解了后，真的很恐怖对咧到这三恶道的时阵，要翻身着人会知咱前日甲咱讲，一心人心万古。真正要搁翻倒转来着人所以咱爱非常的警惕。那么伫遮，其实咱这个肉体生死，就是讲肉体生死，咱逐个拢会惊小可艰苦，感冒破病就会烦恼我定时毋知要安怎亲像武汉的这退化性关节炎这手指头拢会疼，写字拢会疼呢。我甲护法的江坛主讲毋知敢是着骨癌嘛？护法足严重因为足惊袂当写字互我世人都麻烦那么有严重，但是呢，注意一下，心是生死，比而且咱心念的生死，知影人惊的人无几个啦所以讲求道如牛毛，修道如牛角。确实，今日会当伫咱今日来参与这个法会这单主人才，才500几个尔。所以说，这就是讲，今日咱有法度人去了解，在咱生命的岁月内底，岁月悠悠的一年内底，咱有法度人去找到咱的基础有法度人找到咱的基础，那么咱今日就会积极来参班，来研究，来了因的。那么嘛，才会当真正脱离咱的生死轮回。所以呢，互法后壁，这个岁月悠悠的一年内底，互我依着咱单经叫做贵人祖师呢，伫这忏悔品内底，最后一段的这个鼓励，伊讲叫咱爱努力自敬，步悠悠是讲咱今日学这么侪真理，如果咱若无真正建筑本性，伊甲咱讲不是本性，学法不易。但是伊搁后壁有一句，叫心主本性，建筑本性，即名重武天人师佛。这伊甲咱肯定的。那么伫这因缘内底，真理的这自然内底，咱爱做一个心思，就是讲，咱今日应该去专心致力的这些基础的物件是啥物？咱一定爱有智慧因为后壁足恐怖，祸念不绝，一世休如果咱在修办的因缘内底，咱每一个单主人才拢有咱的职责单主有单主的职责，讲师有讲师的职责，领领、副领领、组长伫咧推动学会过程，拢有咱的责任。如果咱若无责任负起，真正拢伫遐悠悠就是讲蹉跎岁月，逐工拢甲浪费，不要紧，伊人迄个中营要点倒，我无去不要紧，有。咱若无排入我上下咧，点老师上下咧挂号的人才就好下午排入互较排班，我带厝看电视好那么注意前的内底，这就是咱伫咧悠悠蹉跎岁月，咱无好持道场的心，无学习的心。其实咱虽然是无办着咱的工课，互我感受，就是讲你去甲参与了，去好持了后，我们会得到恭喜。一着物件，后摆人当领另外是组长安排咱做上下咧的时阵，其实我们还有一次温故而知新的机会，就是学习的这个机会。如果若无精进再精进如人青年如履薄冰的这警惕的心，以着咱真如本性为主体，咱真正一世人无去阴暗倒咧困眠仔才若无爬起来。啥物拢毋免讲，啥物拢毋免讲，还是讲有一天真正咱免疫系统失调破病去倒咧病院真人常甲咱讲喘气爱钱就是倒咧病院用上次迄个爱钱咧。像我家务病患虽然即摆有健保，一工可能爱1000块那么倒伫遐喘气爱钱的时
上天慈悲，如果有咱机会，那么咱阁有了缘机会。如果若怎样安尼甲咱带去，各位先生，伊世修了，啥物拢免讲。所以讲，咱一定爱祝福大信，积极性。咱今日要努力，伊是咱听道理啊，互我常常咧体会，拄则甲咱分享的，要甲青足简单，要感悟咱的本心足力，毋只讲发心用意，行坚心力，坚心用意，行心力，行心甲行心甲坚心是咱修道的这三要素。那么要真正恒心，始终如一，静心一处，专心一致。这心较困难，因为咱今日是要明心见性，要一致见性，见性成佛，要超生死脱轮回，一定爱下功夫，爱一门深入，长期分析，咱才有法度达到这个意境。所以一定爱谦恭合降，记心定。咱这是咱玉祖为灵祖师呢，伊所甲咱慈悲的。所以讲，咱今日互甲体会就是讲，莫互世事的运转。偷走了咱的岁月，春夏秋冬，伊走甲足自然的，但是呢，伊偷走了咱的岁月，咱却拢无感觉着，却拢无感觉着。那么，咱今日拄则先生甲咱慈悲，咱今日希望着咱弥勒祖师方住台湾，师尊师母的这个扭转乾坤的这誓愿呢，咱会当化事业，化事人，得道事人为事业。其实咱爱把握这良心家己，爱好好啊来小办异常，真正在咱这世人会当了脱生死轮回，茫空度这个好家己，拄则我甲咱分享啊，因有上天降落这因缘，咱斗我都人规定。如果咱若无求道，咱毋知咱本来面目是啥物；咱求道了后，咱知咱的本来面目是啥物。所以讲，互学伫个有钱人迄本细本迄本册内底互较看着，伊讲其实修道就是找着咱本来面目。那么咱今日修道呢，就是要美化咱人生的命运。若当真正以求道、修道、办道、尽道、了道这因缘，要达到成道呢，真正爱靠咱的累积，经过日日的这个累积。互咱恢复甲本来面目，咱才有法度真正超生死，那么脱轮回。因此，因为上天讲着，咱爱把握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的这个好因缘啦，这是学的这个体会。那么搁再落来，就是咱老母娘对咱的这个叮咛，首先伊先甲咱讲着这个三期末调的这个因缘，叫咱爱把握当下。那么搁再落来，对伊。对咱的这叮咛甲盼望咱做一个，我来甲咱分享。伊讲临别前言，保义彬彬过，奉天承运，兴隆树三宝。那么，伫这临别的这正言，甲保义彬彬过，就是咱弘法慈悲，感愿着咱苦海众生，临别于这欲海之中，白失了昔日感愿道场的这大愿。就是讲，咱伫这三山抱母囝来分手，因为迄个影片放袂出来，所以呢，咱会当了解着讲，其实咱老母娘派咱诸仙之菩萨来到这原地，是要来治世，是要来度众的，毋是要咱坠入伫这欲海之中，毋是要来遮享受的啦，是要来遮历练的，要来遮磨练的，咱白失了咱昔日老母娘的伊予咱的这个大愿，所以咱。来第四题，那么当然，而且呢，老母娘伊非常的这个怨叹、好叹啊，毋是讲怨叹啊咱众生下凡了后，为名闻利养，保育六定，这个财色名食水呢，被翕去。咱用天标语内底，互我看一句：本性图贪，本性多贪。所以咱今日爱受书一致了后，大家了解讲，咱本来面目伊是清净无染，因道道光足足的。若无来求道，真正着本性图贪伫这苦海内底这个轮回。那么当然，咱今奉着咱北洋天的应世三期月夜的这因缘的上天大开方便的法门，互咱会当
有缘的佛祖会当成德而后修，会当成德而后修。那么会当真正找回咱本来的面目，这是咱上天老母呢的这慈悲。那么当然，因这个护体生运、金龙四三宝，我忘记了，就是讲咱今日老母娘这资份，伊讲咱来会当彻底反省甲无合法的原因甲目的，人我基因，防治忏悔。各位前面透过咱今日名分一段的这个大家学习了后，咱了解着讲，咱三山普利保持的时候，伊是要开咱来治世。咱若了解会当体悟这个因缘，咱就知影忏悔。因为呢，咱甲做一个生死完成，其实咱拢毋是啦。叫咱今日定时安排要点到，要办到，请咱自前去度人，结果咱拢讲无法度啊，拢讲度了啊。人讲度去啊，人讲求道啊，拢我无当度啊，拢安尼甲咱推辞呢，亲像互咱担任着咱中年的道务，互咱紧张，因为咱弘定的师呢，当然分配咱的点击是互咱有积极的态度，毋是讲咧拼业绩啊，注意这内底咱毋通误解，这是咱一种积极的这个方法，因为伫公司的制度嘛共款啊，每一个业务员绝对要有业绩的这个压力。那么咱在拜天道，咱讲办道科学化，当然修道爱古老化，照着古人的这个圣理来修咱的心，用咱的心。那么在办道，咱一定爱科学化，企业的这个管理。那么有这点这压力了后，咱爱定到积极的态度，毋通讲，因为咱若是讲人拢道啊，其实还袂遇到人足济，亲像互较伫咧。参与着这爱心会的这个工作的时阵呢，互较家做者救助了后，拢会去道面求道，互我拢家问啊，问讲恁敢有来？因为咱是一贯道义和圣堂的种植爱心会啊，请问你敢有求道？伊讲我有听过，但是我还袂求道。差不多10件内底有8件还袂求道的。那么各位这个，互我拢会道伊来求道啊。因为呢，咱知影咱是要来度化众生，要来治世间人的这心袂坏的心的所以咱若是搁无尽咱的责，咱爱忏悔。那么第一目的方面觉受，那么咱要爱改变家己，教法度人影响别人。如果咱今日对道无信心，咱家己的修持无好，要去度人嘛是有困难啊。所以咱才有法度人觉修啊，伊着觉性来修，毋是咧修佚佗啊，各位先生，咱今日的身为大主人才，咱今日咧修办道，毋是咧修佚佗啊，咱是真正要当达到超生死法轮回，因此呢，互咱了解着讲，其实咱一定要有牺牲奉献、服务牺牲的心，来推动着咱的道务，来修持着家己。那么而且伊讲金龙四三宝，金龙呢，咱时常听过嘛这有真人妙计啊！伫即个因缘外在因缘内底，一切变化来到3期末点年，咱老母娘伊嘛了解啊，伊嘛知影讲，以后来到末法时期呢，就是呢人生的沉沦、道德的沦亡。那么爱讲即个道，互咱成德而后修，来挽救着咱的人生。所以讲，伊才用着即个妙计。所以到这真人四三宝，因为咱今求道三宝生活是咱求道的根本。如果咱若去度人啊，咱若讲，你敢有求道？咱像有啊，我嘛拢有去皈依三宝，但是你敢有求着三宝生活？互我拢安尼甲伊问啊，那么伊就讲，毋知影，我决因我毋捌呢。那么当然，伊就是要来咱一贯道的道场。经过着咱周公大礼、受书一指的这仪式，所以呢，三宝生活是咱求道的根据。那么当然，三宝生活道式的修持，就是咱出苦海达到生活平安的这个保法，的这个保法。所以呢，才互咱了解着讲，其实咱爱清晰着这个三宝，伊是一贯集团的延续，是一贯集团的延续。
三宝之外无别传，因为咱拢无传经典啊，只有圣文啊，甲咱即个过去5到10年即个经典。那么伫遮也就是讲，即个三宝就是咱佛学家体会啦。当然，伫咱国民典论是一本三宝心法的修持内底，佛学嘛有看到，伊讲三宝心法就是像咱生命中的即个根基。生命中的根基今日要去一间厝共款，要去一间厝中的当然上重要是啥物根基。如果若无根基甲伊支架起来，你搁较侪山啊，较侪土，就无法度通成就一间厝。那么这三宝生活就是像咱生命的根基。咱如果呢求道，若讲一搁一实，甲这思想的三宝生活，无落实去甲修持，就甲放入边仔，就亲像咱甲这根基放入这个土骹共款，无法度通产生了作用，无法度甲伊架构起来，以来支撑着咱生命这个动力。所以正讲三宝修持，会使讲是一种细心。一种用心，一种心灵的修行。因此，咱培养弟子，会使讲非常这幸运。咱老母娘金龙树三宝，使咱得了这三宝生活。那么，咱在圣凡兼备的这因缘内底，就是讲，要是这个苦海内底花中在莲花出1年日不点，就是爱靠这个三宝修持，伊是。真的是最好的能量。这种佛学，伫这个学习的过程啊，佛学思想当然甲佛学的先生，人讲阿某喙齿较好嘛会相加，夫妻之间搁较好嘛有意见袂合的时阵啊，真正佛学感受讲，都好甲毋好，在夫妻之间的相处，咱也有体会过一个咱甲体会真正一个家庭，若拢大家当修行学道，会使讲非常的圆满，因为大家拢明理啊。那么明理就好修行啊。若如果意见袂合，大家拢有我对，你毋对，拢是我对，各位前言就不好过，日子就不好过。所以讲今日咱来，就是伫佛法感觉讲，咱伫这三宝修持内底，就是甲人发生口角时阵，我们就默念真经，舌搭天响。拢莫甲因啦，这佛学是上要分享，因这佛学的体会，佛学有迄个人讲反走过必有深刻的印象你来用第2宝，阮将民宝就拿候选没办法了真的，他那个民宝就拿我们的第2宝没办法，所以讲三宝心法真正是诸法之王，因为你研究搁较侪经典啊，就是讲今日。咱早课、午课、中晚课拢伫遐上经，咱拢捌听过一个故事，就是一个阿婆啊，透早拢去上早课，伫遐一直上经，但是因孙都要上课啊，常伫遐讲阿嬷10块互我买早饭啊，阿嬷毋免甲3句，迄个阿嬷就起心啊，就开始受气啊，各位前言，无法度啦，阮知爱就是三宝修持迄个普文经呢，无法度互伊呢康复伊心。真正，咱研究金刚经就知，咱即马阮弘典法师对金刚经呢，会使讲非常有深造啊。那么佛学甲看，对头到尾拢是温和应住，温和康复伊心。所以咱的心呢，真正是无好康复啊。那么，咱今日有这个三宝生活，咱老母娘赐咱这个。金龙、金的锦囊四三宝，咱爱好甲珍惜，好甲珍惜。那么再来讲，苦海未尽，花困人人调。诸行适可先依虚妙。不甲咱讲，世界是苦海未尽，众生颠倒错乱。为什么世间是苦海未尽？其实原理呢，咱的众生颠倒错乱。其实咱的心若无颠倒错乱，世间就是苦海未尽。因为咱的心颠倒错乱，而造成了四生六道轮回，人生才是苦海，人生才是苦海。
那么为什么不甲咱讲咱众生颠倒错乱？各位前贤，咱也捌生过宝宝的啦吼，亲像互拍着有生两个查某囝，所以互我看着了后，互我着体会较深。因为咱人出世的时阵是为头生落来，其实咱坐入母体的时阵呢，是头坐伫顶悬，吼，骹坐伫吼，就是迄个胚胎啊，是本来是安尼坐哦。但是等甲伊受过怀胎，人讲已经顺过的时阵，伊会阁转倒转来，爱怀胎的啦，无怀胎会难产的，着爱开刀啊，哦，着爱剖腹产啊。所以讲建议咱人出世的时阵，头先出来，头下脚上，头下脚上，那么着甲颠倒转来。所以讲众生颠倒错乱，这个人讲人，天天上人作用啊，上天互咱这个因缘，那么咱人真来到人世间了后，拢真心袂实。依着悉心，依着迄心来处理一切人事物了后，而来做做，煞颠倒错乱。但是注意这个内面，咱毋免烦恼啊，因为佛甲咱讲，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只有咱昨这个纪念活动内底有放一个影片叫《回家》，有足侪人看了后拢哭的，拢流目屎。为啥物会流目屎呢？就是讲，今日咱一个囝出外去食头路也好，咱查某囝去外口食头路也好，伊要做的什么职业？亲像一个妈妈本来是做的，因祖囝学跳舞，细汉就会学跳舞，伊煞呢要去参加什么的这个表演，要做模特儿。但是因妈妈毋是伊的希望，毋是要学做模特儿。伊妈妈感觉讲迄模特的生活呢是复杂的，伊感觉因查某囝无合，但是伊在电话中苦苦的款劝，煞因查某囝的手机煞无电啊，就那断了话。那么断话以后，听一个就马上有一个诈骗集团，讲妈妈。高前咱捌食到，互我食到呢，讲妈妈紧来救我，紧来救我。但是互我食到是一个查甫囡仔的声，所以互我袂惊，因为呢，互我无生后生，所以查甫囡仔的声来不动于衷，互我才甲讲你莫阁假啊，因为我无后生，就甲你挂断，今日若互我食到是查甫囡仔的声，还是互我的查某囝住伫外口食头路读书，各位先生，咱会惊袂？会啊，嘛是有人因为安尼是互骗进去的。那么当这个查某囝要去做模特的这个妈妈呢，接到这通电话了后，伊就甲迄个人讲，伊讲你是诈骗集团，因为当因查某囝讲电话讲了名要去做模特啊，较有可能讲会互伊掠去伫堆，会用迄电脑咧拍咧，哀的声咧，各位先生，咱展览有看，咱就了解。那么伊就开始甲苦劝，甲苦劝，叫伊爱回头是岸，10天拢无转去看妈妈，因为即个妈妈甲伊苦劝了后呢，伊敲电甲妈妈讲伊要转去啊，伊妈妈就去开始甲账号的拢看出来，要准备爆炸，因后生两仔才要转来。那么伫即个因缘，各位前缘，嘛互咱了解着讲，其实拢是咱的心咧颠倒错乱。但造成世间是苦海的迷境。如果咱会当以觉性做主，其实人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阮在呢，爱伫这个人世间圆满着一切人事物了后，咱才会当人道圆满，天道自性。所以咱嘛爱把握讲，咱世人来到这个人世间。那么伫这个正道歌内底呢？天甲上水甲咱讲，万里明明有绿树，甲河空空有大千。那么伫即句话呢，互我起先呢浅浅的体会，就是讲，其实咱人生是如梦啊，人生是如戏。伊白天咧做的，就是咱人生的即个写作。那么注意这一点，咱每一工倒落去困，有时会做白日梦啊，会到时困中昼嘛做白日梦。暗时咧困嘛会做梦，互我去感觉做一个梦呢，各位前辈，偌欢喜你敢知？因
有时啊爱安排着咱的前贤开车，再着先去念香啦，还是讲要来高雄甲长青途中爱安排，因为好客袂晓开车啦，好客嘛真正有够豪华的，就是袂晓开车。那么爱请前贤慈悲载好客去，还是讲载前贤去念香，好客就一工呢，就做饭去讲好客真正载前贤去念香呢。搁驶甲偌稳呢，我前贤甲我学了呢，讲你平时会晓开车，搁驶甲遮稳，开甲遮稳，那么互客做欢喜，伫梦中非常欢喜。但是精神了后，讲互客是咧做梦啊，这个梦呢，永远没有办法实现。为什么？因为即阵互我要去学驾照互客的先生甲查某囝拢甲互我讲，你毋通去学啊，你老啊啦。阮亮甲我姨拢讲，婆婆你已经是老人了，老啊毋通去学开车这就是讲，其实呢，嘛是爱去学啦。照常理来讲，活到老学到老但是呢，因为我嘛爱圆满着家庭的这个姻缘啦，咱今仔毋通去学，你搁硬去学安尼囡仔会去互赶出来那么伊遮互搁做一个较深的体会，就是讲人生如梦。那么，伫这人生内底有四生六道的这轮回之苦，那么咱会甲上主甲咱讲，咱爱觉头。为什么伫三皈依戒内底，首先就叫咱爱自心皈依戒，就是讲爱甲咱的人生转为咱的觉性。如果咱真正会当觉性显露，其实空无大千。啥物拢无，这四生六道轮回梦。内底所产生出来，人生如梦内底演化出来这六道呢，其实本来是无的，本来是无的。咱如果若会当真正功德圆满，消生死断轮回，世间的这个四生六道是没有的，刚好空无大千。那么伫遮，咱会当达到这意境心，就是亲像猪扒。其实咱的心嘛是亲像一只猪扒啊。咱要会当对这个苦海主人达到经过的这个皮干出苦海，达到这意境，各位前言，咱家己心上重要那么，如果有所依基础呢，这个定静安如定这个定静安如定，咱就当达到这个意境。所以，伫遮咱爱把握，咱的心爱有基础。无呢，生意命。如果咱无找着咱的基础，咱无法度往着咱的志向地，就是去修持，咱的生意绝对虚了。要消生死脱轮回是无可能的代志因为呢，咱人生内底嘛是亲像一只漂泊的这个小舟，人生的变化拄则互较有一个影片，就是像咱的人生就是这个漩涡内底咧轮转，会伫遐漂浮不定，所以要领航的人。那么这领航的人，就是咱家己。当然，咱的先意识的牵引，这是助念。重点是家咱自心是毋是感悟啦自心是毋是感悟，是毋是有法度啦，家己引导家己，做家己的这个导师。这是非常重要。那么，如果咱有法度做这个基础，透过定静安如定，而且五步功夫了后，各位前言，咱就有生机。那么要有生机，咱一定要把握时机把握天地、天时、地利、人和、普度三则大开普度的上天大开普度的这好时机。才有法度人创造成机这是互客的这个体会啦那么，搁再来讲受业循环，事先在前当然这是咱老母娘甲咱因的精灵伊切切的这个叮咛，就是讲世间有些各位前面咱爱了解爱有这个物件。所以遮呢，其实这是佛家的这流转门流转门，咱众生一定要无明，因五执，因为咱的五执，因为咱无法度放下咱的分别执着妄想，而来成习，产生了意识了后，
本身白实去啊，以色性的起作用呢，所以这呢，咱就产生了白血。那么产生了白血了后，咱就做液，就是做液哦，做了甲咱的肌肉本身不相应的这个液粉。那么做液了后，咱就受苦，就是受了自生六道轮回之苦。那么因苦而血而做业，就亲像迄电啊安尼转来转去，转息旋转不息，无法度人真正停止。所以呢，咱佛经甲咱讲，而且流浪6万多年啊，哦，伫智慧开天、智慧辟地、因慧成人，甲进5厘高提这时运，已经流浪了6万多年，拢是因为安尼，因为咱的心无明，才做业。所以在因缘的法内底嘛，甲咱讲由无明起，哦，因无明起才会造这么多的业障。因为咱人其实来到这人世间，拢是该受业、酬业的啦，所以咱拢是一个业报体。过去世若做善因，这世人就福报，哦。过去世你若做恶因，这世人就受苦，苦就济啊，哦。那么，所以佛在甲咱讲，咱是受业比较循环。伊讲正为王，正为福，正为奴，正为畜生。正为王，正为福，正为奴，正为畜生，生死不义，何来感冒真如，风尽真果。各位前面代表，这是佛甲咱讲的，这是世尊的佛陀甲咱讲的话。那么伊讲的话，真理是千真万确。为什么安尼讲？咱在《金刚经》内底，伊甲咱讲，佛是实义者。伊是如义者，伊是不公义者，伊是不义义者。因为咱拢知影《金刚经》呢，当然嘛是师父咧后壁来做一个撰注以后，然后来一部经典。所以才有如是五文啊，伊讲呢，护法时常考教即句话啊。那么咱周贤人师辈，伫咱爱上单位的即个经藏班内底，伊甲咱开示啊，伊讲《金刚经》内底第一句讲如是五文。那么如是五文啊，就是咱师父提呢，伊要做一部《金刚经》的，要撰出这部《金刚经》的时阵，就是讲这个话，我讲的这个话，拢是我伫佛陀的身边，伊所甲咱开示慈悲的真理，所以是如是五文，毋是伊家己做作的。那么而且佛甲咱讲的话，拢是伊证得了后，证得佛的这各位了后呢，所讲的话。所以呢，各位前人代表，咱一定要甲清晰哦。因此在金刚经到信解明证哦，先叫咱有信心，甲有法度通深解意思来，甲有法度起修。那么伫这意念就是讲，伊甲咱讲，咱过去世曾经做过哦，曾经做过，无定嘛捌做过人的奴才啊吼，啊嘛捌做过，随时去做迄黑人比较，就捌做过真正奴才安尼吼，啊嘛捌做过畜生。因此，伫咧修道故事内底，伫咧附生，就是我较有听咱净空法师华藏伊的一个修道故事集吼，要小朋友听的吼，伊内底有写哦，爱保护动物。那么为什么保护动物？我定去食猪啊，去食鸡，是咱过去世的姐姐、过去世的妈妈、过去世的爸爸。因此呢，咱了解因果循环了后，注意一个代表，咱才有法度人来修理学道，即步较大出来。哦，啊，若无喙齿也无比人较少去，为虾米咱迄较好食也无爱食？老菩萨拢会讲，咱若要成全伊前头伊拢会讲，少年无人食，吼，无通去食好。即摆咧食老啊，吼，经济较稳定啊，你搁叫我食菜，迄好康的，迄好料拢袂通食。各位姐，其实咱食素食哦，健康哦，素食又环保，有功德，而且咧。素食是健康的这个意识，毋是呢一种讲一定要用宗教信仰的人才一定要食素食。但是呢，要修行一定要清口哦，因为咱清口了，才有法度通清
清咱的心。啊，若无惊清口哦，当然叫咱食菜啊，哦，迄是无共款的哦。素食的甲食菜的无共款。哦，亲像讲冯子云哦，伊去读幼稚园，哦，伊家己读善行幼稚园，伊甲老师讲哦，老师，我是吃素食的小朋友，哦，素食呢，伊是讲我食菜人，伊讲我是食素食的小朋友。那么当然，老师就爱互伊食素食啦。那么这个因缘，互咱了解着讲，其实咱过去世万外年来这轮回不易，但是咱透过求道了后，修道了后，了解真理了后，咱爱觉悟真主，哦，爱觉悟真主，咱才有法度人真正正真光，嘛才有法度人超脱生死轮回啦，哦，那么。其实呢，咱会伫遮受了循环。总讲一句，这是互学生吼，伫咱迄本昨天我们那一本杂志内底看到，就是咱上去参加迄活动内底吼，伊有分一本迄个月刊的啥物吼，互我昨天去看。那么伊讲，其实咱今日会做是遮尔济，初心有道这业人，是因为咱妄心。妄心啊，迷失了真如，起了妄心，拢以妄心起事，色心起事，哦，所以才会来造成这受业循环、速生再结果的这个苦楚，哦，这个苦楚。那么搁再了，万里小书良心依靠嘴，只笑天来，日夜心上悲。当然，伫咱拄家里边，一切正言万里的小书，拢是要唤醒咱救了。白麦这高阳呢，当名利之甘冒，因为呢，万里啦，咱讲白食千万里。今日咱的自身，若卖麦呢，伊要生活，就亲像哦，有够非常的这个那么其实注意这个代志，咱爱了解，为啥咱师尊老大伊安尼讲？伊讲，伊虽然伫咱总园。亲像伫南屏山，还是伫倒一间咱小县咱上专园，伊万里小书，哦，伊写了这书信，林段来甲咱慈悲开示。其实呢，咱讲师道动心啊，咱只要若有替师尊师母哦，搭帮走的配婚友的这心。各位前言，咱的师尊师母随时在咱的身边。确实啦，咱嘛伫即个生活馆内底，哦，咱的师母嘛安尼甲咱讲，哦，就像咱伫即个新闻内底甲伊写甲非常详细，请咱在国外开放的前言，行六步就是欲度破灭，那么行六步书嘛是伫身边。所以因此咱在道人、新传人、修办的这过程内底。互我体会，我感觉讲，其实咱的师尊师母，拢伫咱的身躯边咧，甲咱护持，哦，咧甲咱护持啊。所以互我若要去度人吼，拢会求上天慈悲啊，师尊师母慈悲，互我今日来呢，会当人讲，啥物啊？我用袂记古成语啦，就是讲，咱去度人的心会当马到成功，哦，去了后，咱家己宣传了后，伊会当讲好。安尼我家己来，哦，这真正的非常的欢喜。那么而且万里小书因别正言的，拢是要互咱会当唤醒咱爸祖，会当回头是岸。那么而且咱良心伊破处，咱老母良心破处啊！各位贤贤，咱安尼甲想啦吼，可能咱体会袂到迄个痛，但是注意一个代志，咱家做一个体会。该将心比心者，如果今日互学，若生一个不孝子，哦，因为如果互学两个查某囝拢还好啦，吼，咱若了解互学就知影，两个查某囝拢还好。但是互学，如果今日上天无慈悲啊，莫讲上天无慈悲啊，吼，互学呢过去世做了无好的因缘，人讲生囝为是来报恩呢，为是来讨债。如果互我今仔是生了一个讨债的囝，就是讲。伊出外做代志，去读书，无认真读书，出外去拢做败坏社会，哦，害人的代志。那么
有一天呢，去这个政府受法律的制裁，讲掠去家人甲关的时阵呢，迄阵互学如果是真正拄着这个问题的时阵，拄着这个意境、这个困境的时阵，互学的心呢，真正就是像咱老母娘心共款，真的是破碎了。互我做简单的比喻就好啦。互学的大女儿，伊早是长荣航空咧做空姐，这是互学临时想出来哦，嘛是互我真心的流露啦。伊伫长荣航空咧做空姐，因为是走迄个长途的吼，就是国外线的，一抓去欧洲13天。互学吼，伊若敲电话甲我讲，因为迄阵互学伫上公司咧上班，伊就敲电话甲我讲，妈妈，我即马要飞几点的哈？定时会转来哦，几工后1月1号会转来。各位前面，互学开始连日钱咧，互学就写去做起来，今日袂像几点飞机会等到国内。那么互我就一天等，比如遐一天安尼一直等，等到伊要转来迄天呢，差不多伊落飞机，互我互我电话就到，因同事拢讲，你妈妈超厉害，一下飞机他电话就来。各位想想，这叫做妈妈的心啊，知道他平安回来。那么当然，伫这1年内底，嘛互咱做一个心事，就是讲今日咱33棵母囝来分手的时阵，了后咱而且轮回6万多年，咱的老母娘，咱的师尊师母，因伫这伫无极美天的伫若讲医旅，就徛伫门边啊吼，亲像咱咧等即种互学的婆婆吼，伊阵咧等互学的小叔做兵，互我听着，咱的意见就是伊走阮婆婆等小叔做兵转来，就徛伫咧门边，安尼等，就讲几点要转来，我衣仔就铺好啊，还未到厝，各位先生，就亲像安尼意见，徛伫门边，伫遐咧等啦，迄种心。愿咱妈祖不离回头是欢的心，甲咱做人的妈妈的心是同样的所以从这内底，咱家做一个体会了，将心比心了后，咱是毋是要更加积极、更加用心、更加认真来受烦恼，来替咱的师尊师母当家着三泽代开普渡这因缘咱毋茫搁感情茫茫，好事自毁败。其实呢，确实啦，咱若是搁讲今日无求道修道，真正是每一工拢水生梦死。依着阮做乌巴桑的即个心境，的即个亲份共款，透早煮饭，来囡仔读书，做去上班，转来搁煮饭，暗时看一下电视的来就要困啊。仔载，一日复一日就是这样的生活。各位先生，咱今日修道了后。听着真理了后，咱爱觉悟真如，咱就能够感情茫茫啊！咱讲梦啊，若做无用，来修着茫茫，要用了后呢？逐工拢伫咧无用。有人咧老烦呢，伊讲我逐工拢遮无用，趁钱转来我是为虾米？为着虾米？尾啊就梦啊，本心就袂失去啊！就真正袂失了自我，就伫遐茫茫嘛。其实各位先生，咱认真来问咱家己，咱今日是要追求啥物？咱活的就是为虾米？咱王电的师甲咱讲，一般的凡夫啦，如果若无感悟真如的，咱一般的凡夫拢会讲，伊贪嗔痴做主，逐工拢三国要做主，伊酒色财气做武代，真正世间的乐评就酒色财气啊，咱的心呢，就是贪嗔痴。要去食较好，要去困较好，啥物拢要较好，无法度通知足。所以伫遮这因缘，我感受讲，咱爱体会着咱五祖弘忍大师甲咱讲的一句话：世人生死事代，命定将之只有好见，不离求出离生死苦海，自性若迷，复何可求？咱听故事啊，食寿司食50担的功德，有人要用钱甲买了买会着，到最后还是没有买到。虽然讲有英雄伫世间，伊毋捌嘛，伊就卖伊。但是呢，去到上天功过俱全，而这因缘内底，
还是没有办法买到它的功德。所以讲伫遮，咱爱去识透着咱家己。咱伫即个无常的人生内底，咱要安怎识透家己？一定爱有真理的即个教育，觉性一定爱显露，咱才有法度识透无常。无常其实嘛是咱的心家己只要呢，咱的心若清净，咱就袂互即个世间的无常呢来甲咱干扰。亲像咱上简单的，咱今日修行学道，有足侪咱无爱去参与的活动，有足侪咱无爱去的所在，那么咱就袂遮来无常。那么只有超越家己，才能跳脱无常。无常是真理，佮咱讲，人生有富贵贫贱，夭寿共通，这顺逆境，所以佮咱讲无常，咱都爱相信，因为咱拢会拄到这个物件。那么咱爱超越咱家己，咱才有法度跳脱这个无常。那么要超越家己，各位前面爱看透明理，咱的心才有法度自由。医生呢，互较伊面内底看一篇即个影片啊，伊讲咱人活的足简单，其实咱若知足，就非常简单。虽然咱的心较平，但是咱的心是空的。就像咱听真理共款，注意一下内底，咱昨的活动互较甲看1万几人，好像说12000多个人，17000我杨理组长较详细点。一共17000个人各位浅显都是身着白衣，蓝色的长裤，黑色的长裤，简单吧？今日如果咱若今日无修行学道，我要去参加一个活动，这个盛大的活动，各位前贤，通师啊，迄个人知要穿多一领。真正的呢，护学若要去用请，我讲惨啊！护学我也无水衫人穿，毋知影要穿多一领。有时我会想讲，穿咱这领制服来毋是较好。这领真正是高尚搁简单，但是穿这领去，人会甲咱感觉奇怪，你来参加这个喜庆，还穿你这领白衫，人无定会甲咱想安怎？可是护较有时嘛会穿这领去啦因为咱若参加另外一种法会，多要了请就是真正制服甲穿来，会知影参加丧礼，下昼要了请嘛是穿这领所以这领真正有够简单，但是呢，注意一下，咱爱了解，咱爱看透明理，才会当咱的心才有法度通得到出去。因为你欲望若愈少，咱的心就愈出去。这是真理啊！那么当然咱爱体会，看透事实可以放手做事。咱如果若讲会当看透即个人世间的即个，讲声香味触法这真理，咱就会知影讲，我今日是要为生死大事而打拼我毋是要去追逐迄个物件。看透生死才会当代天明道，因为道的讲是互咱归咎，但是咱一定爱报德，才会当和平天道有路是德大步所以一定爱代天明道那么用咱的妙智慧，可以分出世间的无常。世间的无常叫啥？六道轮回啊。那么咱如果若有法度人真正智慧，用咱的妙智慧来修学道来人心见性，咱就会当分出世间的无常。因为咱无爱来咱就免来。这是佛学的体会啦。那么搁再落来，叫咱爱认识家己，立千手表述心中道我天机动明在。那么当然，你这认识家己，咱听了真理了后，佛学感受讲，咱有认识家己。若无呢，咱人生如戏，咱拢是咧看一部家己自导自演的一部戏，自导自演的一部戏真诶。今日我选择我要来引入这个世间，对着这个名利，那么我就是伫遮日复一日的赚钱，为了赚钱而赚钱。今日互较了解生死大事的事情了后，互较为着这生死大事要来拍拼，无我就伫房间啦，对不对？那么为着生死大事，在座注意一下，大家甲互较拢共款，无咱今日要来讨论这
即个发挥。那么咱就是觉醒做主，那么咱觉醒做主了后，咱才有法度伫即个环境内底处理咯。所以我们今天咱今日才当佛伫佛甲魔交一个当下的佛心天路，并除一切因缘来参班。我来遮甲各位讲师呢，这边有一点的即个研究，所以伫遮互我咱诸位前面来做一个分享。那么咱今日认识家己，既然咱是单主人才，咱要认识咱家己的使命甲定位。如果咱若无认识，咱就无法度呢，人勇往直前。那么咱要以人为己任，尽将任重于道远，数之互伊。各位先生，这是咱师母以贯口述内底，咱就当看到伊种数之互伊的真情的流露。为着要扭转乾坤，为着道分，为着众生的生死大事，依着伊孱弱的这个身体，以贯口述。各位前咱求助鼻头的时阵吼，咱若讲多做一个检验吼，拄着危难的时阵，咱来求助鼻头。有法度去拜3星3，我无法度人规我的腰会酸。那么，诸位先生，咱今日咱来做师母，伊为着咱，慈悲心的显露，慈悲理想显露，以贯口述来靠求着上天的开恩，甲转着这个乾坤，互咱今日有倒人去。若无搁在座诸位前面内底，咱可能拢无机会，拢无机会。所以讲，在咱修行道的这因缘内底，一立场内底，在内心后面，咱时时发出了慈悲心、爱心、善心、耐心，来代天宣布，替天行道，积功累德。因为道的殊胜，其实在咱的心上。拄则咱前人甲咱慈悲啊，上天降道，其实降伫啥物所在，看袂着、摸袂着、感触袂着，但是呢，降伫咱人的身上。人行方道，非道方人，咱一定爱道的殊胜伫咱的心上甲显露出来。所以讲，咱伫修办的过程，内心内底一定要发自内心。这是互我的感受啦吼，因为互我忙咧推动道务。点老师助理，各位前沿互学足济的这个盼望。那么这个盼望内底，我深深的体会，如果咱若无对内心显露出来呢，我们没有办法持久，会觉得很烦。为什么拢要叫我？真正会有这个心啊，过去互我有这个心那么咱伫这个修道的生命内底，当无多人真正显露出来伊的真正价值。所以呢，互我。伊着几点要义来甲咱诸位前沿分享。第一，咱一定要努力用心来研究真理，研究经典，研究圣训，研究道义，会当内修来涵养着咱的内德。除了讲养慧涵养着咱的内德了后，咱才有心来修道、行道的这个原道理，一定爱修道义。在咱内心当中，咱爱研究着这个真理。那么第二，咱爱认清世间是苦海，那么非常侪众生，包括家己，拢沉沦伫即个苦海内底。那么咱爱有慈悲心咧，来救度因来行道、修道、办道、尽道、了道，达到成道，大家手牵手，依法本源，脱离即个苦海，依法本源。那么当然，在咱修办的过程啊，足侪。咱的兄弟姊妹会拄着真侪困难，咱就身为一贯弟子，咱要去助人成全人。我感觉讲，内心爱有迄个爱心，爱有慈悲心。伊拄着困难的时阵，咱有法度亲像咱种一爱心花啊，因缘有，当拄着困难，咱会以着金钱，去甚至来救急。那么救急了后，咱爱依着真理，依着咱爱心甲关心，真理甲成全，道义来求道，来帮助伊，会当接近显地性。足侪做事团体因拢讲，阮这遮善也无人咧插阮啦，阮透有机会通求道。各位前沿有人安尼甲学校讲，那么学校感受着讲，其实咱今日真理天道的事实，咱应自家英文就是咧普显世界大同，对无？逐个人拢会当求道，咱爱有慈悲心甲救起来，
所以咱爱以着饮食物质精神来帮助伊接近潜意识，这非常的重要。各位前言，我们都是人家的善知识。每一个人嘛是咱的潜意识，咱嘛是真侪兄弟姊妹的潜意识。那么而且慈悲喜舍是人间的智。而这个德雷莎修女这本册内底，互学对头看到尾，当然非常感动。但是有一句话互我上感动，伊讲：我一生做袂到啥物伟大事业，但是我会当用着我伟大的爱去做小代志。各位前辈，我们也是要有这种胸襟，那么爱以着咱伟大慈悲的心来度化兄弟姊妹，来度化兄弟姊妹去做小代志。大人有时啊，人会感觉讲这小代志尔，伊讲师会晓讲道理，那是大代志。各位前辈，错了，咱在座足侪前辈者，过去人道有够济，那么咱今日迄个是真功德，咱爱了解，咱爱做一个了解。那么，第是拄着办道叫有任何佛事，咱一定爱鼎力相助，一定爱去扶持发挥的这成立，扶持发挥这圆满，所以讲，这呢，咱一定爱了解，道的尊贵何在？咱师尊老大伊嘛讲，在我们身心灵的庄严上。有时啊看到咱的，莫讲伊的名，我搁讲伊的名，等下就甲我讲你不要这样子讲，互我看到有一个讲师就是咱的前辈者，伊所显露出来，互学的迄种庄严互我会感动。伊时常敲电话互我勉励，我这个地方足欢喜的，但是嘛是足恐慌的啦就是讲，迄种的庄严，互人感觉讲，道的殊胜，道的尊贵伫伊的心上显露。那么道的心性何在？在我们身口意的慈悲中，道的殊胜是像一贯地主，拢相形实现的杀道因恶的事恶贪嗔痴，拢伫这真理的自然内底慢慢甲伊退去。这就是伊的殊胜，这就是伊的心性那么，这是互学在这边修道观内底所甲咱共同分享。伫调野秋风野雾就是咱灵妙天尊的这个祖训。那么，搁再来正坛师辛劳互我卖念因为咱的课本内底有互我直接甲咱分享。辛劳还影，别还总是空，扫尽浮影互生命。那么，这辛劳咱拢知影伊是一个反影伊早互我无了解时，当作是看风尘加紧就真正有一顶辛劳安尼就对啊。那么，还是这一日了后，互我才甲找这自解。伊讲接近地面的大气层，因为湿度、温度的无共，光线通过的时阵，伊的屈折还是转反射而呈现在空中的一种倒影现象。那么，伫这个因缘互项呢，就来甲咱注意前言分享一个简单的典故，就是讲有一只山羊伊下早时起来的时阵，本来想要去菜园仔食菜，要去农尾菜园仔食菜，但是这个时阵透早白日拄啊日头呢，迄天可能无乌阳天，拄啊日头照着伊的身影，伊越头一看呢，看伊的身影较灵动，搁前下早时日头照来，咱的身影足长。伊讲，我是遮大只的，我毋免去食人的白菜，我来山顶呢食树叶好。走到山顶的时阵，已经中昼啊，咱离中远的啦。走到山顶的时候已经中昼，那么中昼日头日正当中，对顶悬照来的时阵呢，伊的身躯煞足低，我头搁看，我来变遮细只。安尼我无啥大，我应该爱搁走倒转来农会菜园仔，甲伊偷食白菜。伊搁走，我搁走一步，走转来到这个山骹的时阵，要食白菜的时阵，日头我落山顶对，对西顶照落来，伊的影伊外头一看，影搁足远，搁足长。伊讲，安我嘛是足大只的，安我应该毋通食白菜。各位浅显，非常简单的典故。这只山羊呢，互伊的影来影响着伊的行为。
那么注意这个代志，咱嘛是同款咯，咱嘛是互咱这辛劳家境呢来影响着咱的神经。人生当中，咱唔知影啥物是真实的，啥物是环境，不甲咱讲，凡所有上皆是义务。如一切有形上，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伊甲咱讲，有形上的物件，就亲像露水，遐尔短暂，日头照就打去啦，哦，啊，亲像电闪过就过啊。世界是人超大的，但是这是不甲咱讲的。咱拢无亲信的，伊后壁甲咱讲，应作如是观，啊，就是讲咱爱探求着有道的真理，啥物是真实？人生生死大事，正是上大事哦。咱自天主以自私人，一是以修身为本，本立伫道生，这当是大事。一切定眼见，如露又如电哦。所以注意这个代志，咱来了解哦，一切定眼见，同体即空，拢是缘起成空的真理。咱爱去相信着这个真理，嘛爱了解了后，咱才有法度人真正，凡所有上皆是义务，就建筑社会上皆言如来，这是佛讲的吼。那么，爱体验着五阴不空分空，咱的第五种自然打破，烦恼中可以断除。哦，咱的这六道轮回，拢互这甲咱降掉。了解六尘非有，烦恼即可破，所地种可度，无自自在，相觉即善。一定爱相信伊甲神为主，不甲即病啊，或者病的，吼病的就亲像迄句吼安尼做迄个家己用手啊边伫迄个风白鱼啊，吼，咱毋互伊放的，吼。那么生死却已无拖哩，拄斩因果轮回去。当然啊，咱建议一定爱斩除因果的即个经济的即个因缘，咱才有法度人了脱生死。那么在因果经讲，菩萨讲，菩萨为因，亲彼果；众生为果，亲佛因。咱人会当成就菩萨，嘛有伊的因缘啊，因为伊信使，伊起心动念的这个原点呢，伊会当达到清净。哦，那么咱众生有时拢拄着各位除了，其实各位前缘哦，咱拄着啥物病痛啦吼，还是车祸啥物种种因缘，那不是痛，就是咱伫最后一口气要离开人世间的时阵，无法度能达到清净的念头是苦，因为我们没有达到清净，一定会再来轮回。哦，这是苦啊！所以咱拄着时咱幸福。如果咱在生，就亲像咱老菩萨同款，佛学以佛学讲讲来做一个比喻哦，伊破病22天就来离开我们。那么这因缘，伊当下的心念哦，伊拢袂惊，伊真正拢袂惊，伊甲我讲不要紧，迄个老母娘要带我回去啊，我迄个当年的要来带我回去，你毋免烦恼。搁再以佛学的爸爸，亲生的爸爸来做比喻，伊伫旧年要回去的时阵，他很多的业缘，我甲伊讲吼，爸爸不要紧，你忍耐，这病苦，这病苦是了咱消业的，伊会讲加济业，各位亲戚有了解真理。甲不明真理的这因缘对照，嘛互发一种警惕，互我一种警惕。所以咱一定爱先互清净心，相觉而无自信心，才能拄斩因果轮回。当然爱用着咱智慧力来斩掉咱轮回这个经济，以真心来用功夫，咱才有法度了解着这个生死因果。那么后壁伊讲八德四维福体上，三光五常人人行啊，各位前缘代表，咱拢知这八德好体养心礼义廉耻，会知咱前人就甲咱慈悲啊好是上重要是所有万善之首。那么本来咱的万善拢内底就有即种八种的这德性，为什么伊搁叫咱福体上？因为咱真正迷失了本身，所有的德性拢沦没。你看即阵的社会，有囝刣老爸，有老爸要刣囝，这拢已经五伦不分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佛学就要甲人解说就是咱拢时常听过啦好摕养心礼义廉耻那么后壁伊搁讲，真情如灵，牵涉着这八德，培养修理，因准去修天堂。
来到自然风景，回归咱古迹记忆科目。所以，如果咱来当恢复本来呢，我们真的要回归无己事，指日可待三公五常人人行，三公就是父子夫，本身父子夫妇嘛，这咱嘛拢会当了解其实有当咱的自身当中，一体三身份内底，其实这嘛是咱的自身当中。本就是咱的原神，神就是咱的录音咱拢时常互录音做主呢，咱的本心未失作业，咱如果咱以咱的原神做主，清净无染，做拢是善行，那么注意这些，咱就修了三公当然父子夫妇，这是真道的圆满真义礼智信是咱五常之德咱关心帝君的五常之德，伊修一个五常就当成就了关心帝君。那么咱注意一下，这嘛是咱本具具足的一个物件。因为五常系由明德所发，如能尽五常之灵事，明德殊为福明大海之道在明明德咱一定要了解在心灵，在知易知先，这嘛拢是咧甲咱讲，咱人道爱去圆满的物件。那么庄严相体永不坏，心即是阮世修行如果咱的相体若清净无染，咱的清净法身份，咱也有法度人透过修持了后，达到圆满的报身份，佮会当演习了千万亿的这个应化身份，各位前贤，咱的佛心就显露。咱的佛心嘛显露，家家生佛，因为道共会体，使命得道，咱就当家家生佛。那么家家成佛拢是家家生佛呢，各位姐，家家成佛，大家拢以佛心来应对所有的人事物，那么但用此心得了成佛。当下就是明日净土的时间，当下就是明日净土的时间。那么当然，要当显露这意见，一定要放下咱的分别执着妄想，这是重点这是要透过修持啦。那么非常的保险，依照咱这个灌牛师描述事项少度三心呢来做结论。咱原则结，咱讲知凡即理。如果了解凡所以上该是义务的物件，那么咱的心。咱就要以色心做主，来互伊定义这内底，我用着灵感定调，我们就能够远离愚迷，显露智慧，显露咱的智慧。那么当然，四常明别、人常、我常、众生常、寿者常，就是咱的平等性质，心无病意境。那么当然，咱的三心的水到少数，少度三心的水到渠成。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咱拢无去来执着。那么伊着利人用三十个功夫来落实，反观自照，真忏悔，真改过。一先少三心，当然这有过程这有过程，那么嘛有结果。各位一个内底，以上是互学的这学习，非常的保险呢，用着咱几分钟的时间。那么最后祝注意一个内底。欢喜充满，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那么，互较不足的所在，盼望咱先，咱注意一下内底，咱甲互较多多的原谅，包涵，谢谢。大众聆听。在这人的慈悲，全道提供，坤道提供，我们在这次的表现这些工作下多咧做时间太多了少两天的这，当然做到时到了时候所以我变成是用讲变动作必须在这对这个时间的时间再开始感谢谢谢大家。所以欲界环境内底有五不净就是讲咱来到世间就是精气不净。所以为虾米咱会做啦？咱若是菩萨不过来，就是毋过若是佛菩萨搁倒做下凡呢？咱每一个人拢常常第一精气不净，因为咱的精气不清气所以爱搁对着即个肉体内底受折磨。受外咧，受考验，受
收业报，这就是政治不正的一种的证明。所以咱的思想嘛会清气。所以咱的政治不正，处处不正。咱所住的这个环境，无就讲真啊豪宅啦，偌水的厝啦，内底拢无用黄金铺的好啦，其实内底嘛是不正，为虾米？因为人都不正，啊住到地嘛拢不正。咱会记即佛经有一句话啦，随机心正，即佛土正。因为佛菩萨伊拢清气的，所以伊去到做垃圾的所在，伊嘛是正的，伊嘛是清气的。这就是相差无共款的所在。咱的目标就是爱看佛。所以处处不正，心正不正，思护不正，救正不正。安怎讲起来就是拢无清气的。伫咱的经济后壁伊有注解。咱的重点就是家己了解讲，其实咱即个肉体，甲咱的思想，伊其实拢做无清气的。所以咱大汉的所在，其实拢无清气的。要互伊恢复到清气，就是修道、修心。所以为虾米讲修心？为虾米讲静心？因为所有的问题出伫咱个心内底。因的人老师会由浅入深，还是讲伊会甲咱讲甲真详细。不说五庭心观论，我抱地根心扎明。在依照佛教的时阵佛教的即个法内底，甲咱讲一个法门，安怎修叫做五庭心观。即个五庭心观嘛有可能是咧对伫咱的五不正啊。五庭心观简单讲就是讲，咱既然要修行或者是讲咱要修行，咱爱有一个不正观，就是讲无清气的，咱爱去看所有的一切物件去了解讲其实是无清气的，安尼咱才袂贪。所以第一不正观就是咧止咱的贪欲，安尼咱就袂贪啊。因为无论咱爱什么物件，其实伊的本质拢是无清气的。这是简单讲。第二就是慈悲观，咱人要袂圆满的时阵，就是有脾气，毛病会想要发脾气。但是发脾气对咱修行来讲，或者是讲对咱一个人来讲，伊是足大的杀伤。咱上炸弹安尼，甲炸落就毁坏，炸一次坏一次。你看咱世间若是着炸大的所在，伊迄个炸掉的物件，像爱搁电来，爱搁电器，爱搁电福建，迄内底拢是资源的一种浪费嘛。但是咱敢知影，咱发一摆的脾气，咱内心的迄个心理，互咱炸过，咱爱搁一摆修持，一摆搁一摆，其实咱是真正足凄惨的。毋过咱看着世间的物件互炸去，感觉足可惜。咱看袂出来，讲咱一摆会生气，搁一摆会生气，一摆搁一摆会收，一摆搁一摆会收。其实比世间的物件甲炸歹去，伊是搁较严重的啦。为虾米？因为有时阵咱甲炸掉心灵是寡度搁中见的呢。所以咱有时阵就会自暴自弃，有时阵咱就会放弃家己，有时阵咱就会停顿，有时阵咱就会有足济，甚至讲搁会起真济污染。所以讲，不只人讲，咱要有一个慈悲观，就是讲。咱想要生气咱想要无欢喜咱爱慈悲，咱爱起一个慈悲的念头安尼就是咧止咱的嗔恨心，再来一种观叫做因缘观，因缘观就是讲咱爱去思考讲，其实所有一切其实是因缘的变化尔，毋是咱家己迄种执着迄种想法，咱家己想家己，叫家己解说的，家己所想的，想济想安，想出济了后。咱相信咱家己，其实毋是安尼，因为咱对于因缘有可能看无清楚，假实在因缘内底了，咱会无痴，咱会做出毋对的决定，咱会讲出来无应该讲的话，咱会做出来无应该做的行为。所以佛在人讲，爱用因缘观来对治咱的无痴。安尼，咱就爱去思考所有的因缘的变化，因为世间就是因缘尔，缘生缘灭。所以讲，这老师嘛是捌甲咱讲过啊咧。咱人的一世人是缘甲咱牵掉的啊，一辈子受着缘
休息啦，爱精致啦，爱止落啦，毋好家己去攀缘处境啊，拄则迄条道歌起来讲，惹甲全代志，规身躯惹甲全代志，爱搁处理足侪代志，爱搁办足侪代志，然后搁感觉家己足教的，其实是足戆的，因为你若莫去惹代志，就免处理遐侪代志，若莫去攀遐侪缘，处遐侪境，就要遐侪缘、遐侪境来甲咱麻烦。迄毋是叫做老的叫做无，啊，所以咱因人若看会清楚吼，会指条咱的牛齿。过来有一关就是叫做观佛观，就是讲咱爱去崇拜佛，咱爱去想佛，咱爱去研究佛，佛所有拢是好的，伊会当对伫咱人的五见。咱人因为有五见，所以内底太侪烦恼啦，一切烦恼伫一个我开始。啊，咱若是会当去观佛、去想佛、去研究佛、去学佛的话，啊，会当对治足侪烦恼的，指掉咱人的五见。过来是一个素食观，素食观就是讲吼，算咱家己的呼吸啦、忏悔，开始做深呼吸的，对即个夫妇内底呼吸的，一呼一吸吼，会当止咱人的散乱。所以咱有看到讲，有的人吼，伊安怎想讲，伊只想要上去的，赶紧深呼吸。注意自己的呼吸，然后也袂记去外口发生啥物代志啊，伊嘛袂记去讲要上去啊。这就是修的法门，修内底拢总有方法。这是当时在佛教内底所传的五停心观。啊，若咱即仔咱的老师吼，拢用这种三宝心法，全部简单甲咱做一个解决。啊，就是讲，咱即仔有宝，咱来提出来用。咱拄则知影哩嘛，讲一寡三宝心法啦吼。毋好舍近求远，因为真正要救人的三宝心法是足紧的法门。老师就开始分析啦，拄则吼就甲咱讲，咱这个肉身到底是安怎？咱来做人吼，到底是安怎？其实咱是精来的啊，无清气来的。啊，咱所住的这个环境吼，嘛是无清气的啊，是请底是欲界嘛。咱拢知影佛住伫地啊，佛住伫无极理体，因为伊所修持的，伊就是符合安尼，所以佛住伫佛道、佛土。啊，因为咱的思想，咱所修持的是属于安怎，所以咱会住伫啥物所在，这是一定的，这叫做因缘果报。所以老师一开始吼，就甲咱做一个简单吼，甲咱讲，人即个肉体是伊的质，就是安尼，啊环境就是安尼，即马开始讲啊。因势听机，这里是看。因势听机如极理，咱这是听机的啦吼。拄则嘛讲着啦，咱原地顾家乡，毋是伫遮，嘛毋是伫内府，啊，所以是伫咱原来的理天，所以叫做咱伫遮是听机如极理。咱伫遮吼，咱亲像女侠安尼啊。一区过客几时停？台区过世就是讲，咱活伫即个世间，啊时间咧过是紧的哦，时间咧过是紧的吼。今日赴魂梦魂事，明朝依旧风阴热。老师甲咱讲吼，咱今仔日到底是咧无人社会？咱若毋是来佛堂遮一班，受着约束乖乖坐伫遮，咱想看卖啊？咱若是无伫佛堂的时间，咱是安怎咧过日子的？毋过老师甲咱讲吼，其实咱做无用的迄吼，拢像迄浮云安尼啦。伊其实是像迄浮云的白话啦吼，今日浮云，啊伊嘛是一种形容词啦，就是讲其实吼。伊无出重要的啦，啊，今仔日安尼，明仔载若是共款安尼，叫做依旧嘛。明仔载若是共款安尼，足无用的啦。啊，心内吼无注意的，心内足慌乱的啦，若讲足赶忙的，啊，逐工拢安尼做，安尼做，安尼做，啊，毋知咧做啥货啊。伫道场内底足认真做的吼，这还好的。啊，若是伫咱的人生中吼，一直做，老师甲咱讲，咱安尼做吼，到底有捌去甲想过无？我就敢安尼做，到底我继续安尼做吗？互我有感受着讲人
艰苦的。就是哦，咱人的性哦，大概分有两种，一种叫激性的，一种叫做慢性的。我感受着讲，吼，激性的人的生活较可怜，当安尼急安尼做，安尼急安尼做，啊，去工吼，去做工吼，安尼我落去体会迄种有啥物安尼做呢？啊，若慢性的就较袂，慢性的较袂吼。啊，咱安尼做，先去甲咱讲，工拢安尼啊。啊，老师甲咱讲啊，伊讲用真心达道理，修道办道爱名利。咱若是想要名利，咱爱先想看咱咧做到底为虾米我一定爱安尼做？啊，我有需要安尼做吗？其实有做一个代志，无一定是安尼，是咱家己感觉我一定爱安尼。迄个叫做念，家己的感觉就是家己的思想嘛。啊，咱每一个起心动念，其实我甲咱讲啊，念菩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业。可是当咱咧听即种话的时哦，有感受，但是当咱家己逐工要做即种代志的时阵，咱是袂入去的。咱毋知影讲咱咧改弯咧消业，但是咱一直习惯性安尼做，一直习惯性安尼想，迄个弯改业伊是愈来愈严重，也并无消弯改业。伊是安尼，老师才讲修道办道爱名利，因为人生可比一张网，一出戏。应付的呢，这里迄节目内底老师有讲吼，咱若是看老师的小课，一段一段的。瓶中水水树散去，就是讲咱人伫这个人世间咧生活啊，这个身躯吼，咱想要浮平安尼飘过来、飘过去，为着生活。这个苦海嘛，世间这个环境伊就是一个海，就是有水啊，苦海的水吼，就咱飘过迄边，飘过这边，飘过来，飘过去，个四散。要么伫北部，要么伫中部，要么伫南部，要么伫东部、东西南北四界，随着这个苦海的水吼，安尼随风逐浪，叫四散去，逆电逆风从松经。就是讲，咱伫即个人世间内底。迄个随风逐浪，逆风随浪，历尽了真侪沧桑。其实无啥人吼会讲是着讲安尼会足快活的，嘛无啥人吼伊会爱安尼四界走四界撞，为着家己的工课，四界用调过来调过去，或者是讲，咱讲就是无奈啊，无法度啊，咱就是句讲无法度啊，你是为着生活啊。其实是有法度的，因为伊一切是咱的心，咱的心所选择的。所以每一个人的命运为啥物会无共款？因为随着无共款的思想，伊会演变家己无共款的一个命运。每一个人的因缘嘛无共款，因为随着无共款的修持，伊所接受到的因缘嘛会无共款。一切咱拢是爱向自己负责的。伊即个就是安尼。咱在人世间历尽了沧桑，咱老师嘛知影，所以安尼甲咱讲：借问伊龙为谁乐？一旦无常万事空。所以讲，这一句话，咱会当去知影讲，咱应该爱否定我们自己的，因为老师甲咱讲，借问者，咱安尼遮尔无缘，到底是为着啥？咱怕咱家己有足侪理由，咱家己有足侪借口，咱家己有足侪原因。支持咱去做在人世间不可不定遮尔忙碌的这个代志，但是老师甲咱讲，其实一旦无常，万事空啊。也就是讲，咱所想的无一定是对的，毋是像咱所想的安尼啊。就是因为咱足肯定安尼想，足肯定家己是对的，所以讲咱会一直安尼做，一直安尼做。一世搁一世，一天搁一天，一月搁一月，一年搁一年。但是真正得到自在解脱，真正感觉做自在、做好命、做安详的、做平静的，脾气毛病做少的，做迄个缺点做少的，修持了做好，其实做少数的。所以，若安尼甲伊讲起来，换一句话讲。咱应该爱怀疑咱家己吼，所想的、所讲的，迄种原因借口理由，应该拢是毋对的呢。
因为讲起来是爱分较定的，不哩看较清楚嘛，所以伊会借着小个甲咱提醒啊，是甲咱讲无限制即对啦，无咱想的限制物件啦，因为一旦无常万事苦，尤其咱眼前看会到吼，咱即咱时势变化，拢已经摆脱过去的习惯性。过去是慢慢啊来，即马拢是一下仔鸟，咱想袂到的，敢毋是安尼呢？时势演变，真正若无常万事拢总苦难。迄个时阵毋好他嘛，着爱好他，因为咱若要好他，往往吼有两种的，一种就是讲逼着啊无好他，我已经逼甲走头无路啊，无路啊，去好他。佫一种是甲你摸着啊去好他，两种。啊，当然嘛是家己体会着去好他较好啊，若去互逼着才好他。改天回忆的时候，要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因为迄是无自的，就是用逼的啊，是环境所逼、运命所逼、时势所逼，所以我无好他袂记。但是若家己体会好他，吼，迄是自的，因为迄是道嘛。啊，若互逼着啊，时势逼着啊，种种的业种逼着啊，才来好他，迄也袂自然的，迄袂代表咱真正好他。有一天咱若搁得意的时候，可能是搁即条啊，搁骄傲啊，爱毛病搁起来啊。啊，所以讲好他是有几来种方式啊。啊，上好的好他就是因为明理的好他，因为了解的好他，安尼迄个是真正最自然的好他。黄牛飞网却是网。在世间咧煮黄粱吼，是一族。啊，哪怕讲做一个人啊，黄粱迷茫，啊，毋过咧煮迄个黄粱，我毋知影黄粱的台语是啥物物件啦吼，就是一种咱会写一个类似伊的，伊毋是人，其实伊嘛是人。人其实在世间你找拢是人啊。老师就讲啊，人生只不过是人生是一出戏，阁一场梦嘛。只不过咱无了解的时阵，在梦中做梦，在戏中搁制造出来，搁较重的戏。所以老师甲咱讲吼，修道这人生，真真假假爱知影，毋通像演戏牵甜袂煞。迄戏嘛一直写一直长，一直写一直长。即马吼，天天上面作用啊，咱的戏就是安尼写的，100集。200集，若阁有人要看300集、400集，拢继续来演落。牵甜袂煞啊！牵咧是真正是超级歹看的哦，但是咱超级爱看，超级动心。迄叫做迷嘛，迄叫做迷吼。甚至伊阁会讲戏出啦，因为迷着安尼。若醒的时阵讲，靠即种戏真正，毋过咱爱知影讲，咱本身嘛咧搬即种戏，就是讲莫阁搬啦。因为迄戏继续安尼搬钱啊，做无好看的啊，所以咱莫阁直接搬戏啊，只做轮回，迄才会精彩。继续安尼搬，无论咱伫世间外头啦，伊拢是一间足歹看的戏，足歹看的吼。伊其实是梦啊，海市蜃景却是空，就是讲。伫咱内心内底，伫咱所想的内底，认为是真诶款物件，伊有可能到尾啊，空空一场梦。咱若是甲真心、甲感情放伫你内底，后摆会换着绝情。用咱的真心去换着绝情，咱的心内会足疼的哦。啊，毋过嘛有可能伫迄个时阵，咱会醒。迄嘛是醒着放问啊吼，随在人的啊，所以较无定啊。啊，毋过可能甲咱讲，对一种较好，对一种较快活，因为咱拢知影讲，咱是要较好的，咱摆个较歹的物件，人是安尼吼，所以讲这其实是空，其实是梦。咱来看，有形中道无形化。咱在人世间所有一切，自呼吸一为开天。到甲咱的三皇五帝，到甲咱整个的史，咱所知影有记载以来，到甲今仔，过一项无化掉，过一个运动咱会走的，有过一
见了嘛。所以有形有相一切吼，到尾啊，伊终归爱化入无形，啊，就是讲有一天一定会毁坏成住坏空。那像咱人个肉体嘛是咧行这条路啊，生老病死，无有啥会离开这个原则，绝对无的。啊，所以讲，咱若是甲咱的理想、甲咱的目标、甲咱的成就建立在有形有强的顶悬，伊到尾啊，拢总爱化掉，伊无实在。咱的成就到尾啊，嘛会是平安哦。这是老师来讲的。所以，咱真正要爱追求的，咱的目标、甲理想是即句究竟涅槃。这究竟涅槃是咱每一个人的理想嘛，也是咱的愿力。啊，毋过究竟涅槃伊的即个法门，即种圆满的功夫，伊是超识声，也就是讲，伊是离开所有的色，离开了一切的声阵的。孔圣尼甲咱讲，孔圣尼嘛甲咱讲过啊。佛性安尼讲吼，用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不能见如来的。但是咱即仔咧表白的，有可能拢是在色内底，在声内底。安尼的路线伊是偏差。那依照逻辑来甲讲啊，孔圣人嘛讲呢，声色之污异化人外呀。上天之在无生无有之意，就是这种的法门。咱咧真来咧想的，就是这种的法门，因为在有形有相的，伊到尾啊，拢总会化掉，伊拢总会毁坏，伊拢总会互咱去失望的。所以咱要赶紧把握咱有生之年，在究竟涅槃这条路内底，伊是无形无相的。伊是无情的，伊是无形的，啊无声，拢超越了吼，在有形上咱所界定的价值观，咱大体建立在有形有强，其实伊内底无真正价值在内底，所以叫究竟涅槃超识声，啊，就是讲吼，咱莫要伫有形。有色、有声、有感触的遮物件内底，要做文章啊，要研究啊，要用心啊，因为迄到尾也是互咱失望的啦，伊迄毋是真实的啦吼。老师一开始是甲咱讲，咱人世间吼，伊一个实相是安尼，人世间通拄啊。我所讲的话吼，是老师先甲咱介绍讲，咱历史以来在思想上所想的话，在咱日常的言语内底所咧表达的款物件，咧关心咧，就是讲三句不离本行的。即句三句不离本行吼，其实是重要，就是讲一个人的思想内底，伊所想的是啥物，伊所重视的是啥物，伊所讲出来的物件就是话。假使就讲。咱开喙就是拢会想得到啊，这个是正老师的好处啊，因为三句不离本行。啊，咱若是开喙，较讲拢是咱的囝代表讲吼，咱是好妈妈、好爸爸，因为咱三句不离本行。咱所讲的较讲也是咱的生意，安尼咱就是一个做好的事业家，因为咱甲咱的生意事业拢放伫咱的思想内底，所以三句就无离开啊。所以讲。有关咱一个人咧讲话，咱会使了解讲伊内心内底，伊到底藏的是啥物款的物件？伊咧想的吼，拢是咧想啥话？伊是讲话吼，就流露出来咱讲吼，就是流出咱的脸骹，会变成安尼。或者是讲一个人所穿的啊，伊注重打扮，甚至讲包括所介意的色啊，伊的物件，伊实内底拢有迹可循。有诶吼，绝对会露出马脚，人研究有啊。伊安尼，啊老师就先甲咱遐物件拢讲过，伊就先甲咱原底感觉讲价值，感觉讲成就是伫这个世间内底，老师哦先把我们否定掉，其实毋是安尼，伊是帮，伊是空，真正的物件是在究竟涅槃内底，伊是超越咱所想的款物件。即摆开始就讲咱的道场来啊，才讲
道盘收办自现客，切勿自个意念面。因为老师知影讲，咱伫道场内底若拼一段时间啊，咱会骄傲，所以会自个。咱会看世间的人有可能，就是讲咱会去分别啦，其实是会分别。你刚才分别了，咱会感觉咱家己较高贵，咱收办得较高贵，但是讲咱做了较济，咱较留着家己的自个。老师来咱讲吼，切勿嘛，切就是讲吼，出去的、出赶紧的、出重要的，切啊，阮就是讲毋通安尼，毋通家己自个即个念头生起来，毋通。因为人无论到啥物时阵，无离开一个原则，就是爱嫌伊。迄才有功德，因为咱知影咱若套用即种逻辑啦吼，咱用做咱伊个用做啦，伊若讲吼，就是讲内心谦下是讲外形依礼是假个话，啊若安尼真正的功德吼，一定是谦下，一定是谦虚的。只要若是自个起来了，感觉家己教吼，安尼就无功德。功德，所以讲有功德嘛是少的。啊，所以老师一看就看出来毛病伫倒呀。啊，所以讲哦，即种内心内底，我还会感谢讲老师咧讲即段的时阵吼，是真正讲互咱吼，真落来去看家己的想法，咱关照一下，同款物件去除掉，安尼咱才会讲吼，真正会进步啦吼，进步。是啥物才会讲咱的老师的有一种，它是有连续的。亲情累积，功德大，内心好情意拼命。就是讲，为啥物咱在道观咧修办，咱到尾来自个？因为咱感受着讲吼，伫道场内底咧修道办道，咱伫遐足辛苦的累积，啊足不力的，啊甘愿食苦，啥物苦都甘愿食，啊真正足不力的，无完无悔的。所以累积的功德真正有大，啊因为功德大，毋才有资格通咧骄傲，敢毋是安尼？啊功德无大，就毋敢骄傲，所以这是人的劣根性嘛。啊，毋过老师就甲咱提醒，毋好安尼。毋通讲累积功德真大，啊咱的心内底，老师问讲，咱的心感觉咧记家己讲吼，咱即摆咧做吼，已经是有偌济咧大个位啊，是到第几品啊？啊，有啥物即个道名无？即个名内底无？那像我拄则甲陈大伊讲的讲吼，很多人都认识我们耶，就是都出名的嘛吼。对啊，足侪人拢捌你，你较注意的啊。足侪人拢捌你，你搁敢安尼创治我啊？足侪人拢捌你，你敢搁安尼吓惊我啊？咱着尤其愈出名，大家愈注意。愈出名爱愈谦虚，因为自古以来吼，功德愈大，愈出名的人，迄人吼拢是谦虚的，拢像咧形容安尼，见树不见云，吼是安尼。所以讲，这老师就咧甲咱讲安尼啦。咱家己内心内底吼，敢有拢咧记这啊？搁继续老师了讲，不着功德人义量，就是讲。咱虽然在道场内底，安尼为着兄弟姊妹，老师讲的为度三者的众生无迷无力啦吼，啊为着咧救众生，虽然遮尔辛苦，功德虽然遮尔大，啊毋过咱毋好去着功德，因为有功德了，着功德变更小，有了功德了，放下功德，迄个功德还是大。这个逻辑我们要永远的记在心中吼。卖去特别功德，只是讲甲咱所掀起的这个化作仁义的一种念头。而且这种仁、这种义吼，伊是落在无形无相内底，伊是要任何的，是要任何原因呢？是要为虾米呢？是要因为安怎我才来做安怎？无啥物件，因为。在佛菩萨咧救人吼，伊无啥物原因啊，无为着啥话我才来做啥话。这是头仔小小的法门，咧鼓励迷信的人安尼做，所以讲为着啥来做啥。当甲
进入大仙菩萨的法门了，就无咧为着啥去求，去做啥货啊，就无有跩物件。咱总是爱一天比一天较进步啊，一年比一年较提升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所以讲，第三心造事上，这是菩萨的法门，就是讲较心咧进入菩萨的法门内底修持的方法。因为菩萨是爱照咧做，是讲当有功德了，是该转换一个念头，甚至口尾也含字字量也无啦，伊是足自然的吼。所以咱看着大自然内底最重要的空气，咱无空气的话，但是咱永远毋知影空气生做安怎。咱是安尼，甚至咱无感受伊的存在哦。其实这就是道。咱所有的修道、咧成道、了道、证道，道义的滋味就是安尼。到尾啊，家己吼真正无感受，就已经融合啊，迄是上自然的，上自然。即可超凡达智见，安尼就是超凡的性啊。所以讲，咱千万唔好打着要超凡入圣的旗帜而去做，结果吼嘛是交换相共款的代志。安尼是无理智的啦吼，就是讲随小人共款啦，看起来无有啥物特别的所在，啥物？因为在内心的境界上，若无好啊经过一款的修持，咧摆脱咱历史以来的习惯性，是无遐尔简单的。因为若是遐尔简单的话，花家流行拢会当成真；若是遐尔简单的话，人人稳着起劲嘞。嘛着有趁机毁誉、力衰苦乐，来遮八方找看卖遐，八方去看卖啊，才会知影讲吼，每一个人的修持是到倒位的，或者是讲去看卖啊，去考验看卖，或者是讲即个考验是咱家己吼，因为修持了无好势所招来的因缘果报，也不一定，但是内底拢是要咱进步的。要让咱真正进步，爱进入大仙菩萨的法门，大仙正宗的法门，这才是真正上界一步万里，真正有价值的一种的转换啊，一种的转换。迄是到一段啊，迄是拄则一段，讲到咱在道场咧修办。功课确实是有大有恶，真正做足济，嘛做认真咧做，嘛是有咧做。但是把我们所做的那一些放下吧，不要挂在口头上，因为挂在口头上代表我们都是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安尼是无通的，安尼是有对的啦吼。老师讲过啊，唔好对，不要做功夫吼。再来，咱继续讲下一个是互我来分的一个。老师讲内底咱上伊的一段一段，再来老师开始针对咱内心内底咧讲，因为咱咧想讲莫去对，要安怎无对啊？着习惯啊，你无对爱伫咱的内心内底下功夫，因为修道是修心尔嘛。咱的内心若无超好，你互咱在言行举止行动，讲咧有超啊，有气质，有道气，有灵气，身心灵它是很超越的，是很完美的，是很高超的，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啦吼。因为咱所有外在一切是咱内心演化出来的。所以讲，既然在咱外在内底，要爱老师要爱咱，莫有着功德，莫有感觉讲家己莫自觉，就爱对内心做下功夫。所以老师就甲咱讲，即个内心内底的物件，伊甲咱讲，开心即是意念。迄个意念伊有加来讲，佫有啥物586、7个音转啊，就是讲有5色、6色、7色、8色安尼，我就无讲袂这去，就是讲简单讲，其实是咱的想法。伊伫咱的内心深处，别人知，唯有就是讲连咱的人看出来，或者是讲老师知影，或者是讲佛菩萨上天几时伊感应会着，在咱的内心深处，或者是讲有他心通的人，伊嘛知影。若无在咱的内心内底迄个意念吼，无人知。咱着家己想，家己对，在内心的深处放了很多的东西，安尼就无扫心不人啊吼，就家己藏诶。老师甲咱讲吼，伊就是咧害咱诶，
清菜。咱拢都惊菜的，但是咱内心内底敢有咧吼，甲菜啊饲好足大个，小菜甲饲到变大菜。有呢，真正是有诶吼，啊若无咱就好收啊，咱日子嘛好过啊，啊咱即个面相嘛去水个啊，拢嘛会吼安尼，就是要怎讲内底就是有到位的啦，就等于吼，体体相面作用嘛，啊咱生意中行义卖啊，必定是安尼。啊，毋过吼，咱即马是讲听老师的话，咱会想看卖啊，海鲜鸡菜是意料。咱咧起落落，一个念头，一个起心，一个动念，咱敢有去注意的？咱敢有去了解咱家己的？这是重要的呢。咱若是无了解家己，咱若是毋知影无我会起这个念头，我若毋知影讲这个念头是对啊毋对，是为虾米咱会安尼想的话，安尼想的就不得理呢。所以这叫做信心不离温味的功夫嘛。老师讲啊。海鲜鸡菜是意料，咱爱借由信心不离温味，才会当防止即个菜伫咱的内心内底出怪，伊才袂害人哦。欺人不信，心换笑，是讲咱爱记心，咱毋通吼，甲伊放笑，甲伊愈饲愈大尾，愈想愈对，愈感觉愈对，然后吼，喙讲出来就是伪去啊。喙讲，其实家己形象毋对呀，喙讲讲毋对，安尼难免咱会做过错不断啊。啊，做过错不断，当然咱着偷偷客啦，敢毋是？咱的脑豆得饲着愈济啊，安尼咱哪会当怪事办得无保密？哪会怪事准事无无自秘？其实拢毋是安尼嘛。这个道盘实在是一个太好的资源啊！互我一解，若是地心在道场内底，互我拢感受讲，这根本就是一个天堂嘛。这根本无就讲咱即卖所伫个维持伫足差啦吼，真正足差。差到有时我感受讲，就想要笑的就对啦。阮听吼，尤其是困到即边啊。拄则咱昨日咧讲一句话，做伙笑来讲，咱遮就是菜市场，咱遮是道场，还是咧菜市场咧看物件，毋知影咧卖物件，再大细声。咱遮道场吼，敢会安尼？伊讲啥物？叽叽嘎嘎吼。真正好我家听吼，迄声真正是安尼的，吱吱喳喳，吱吱喳喳，吱吱喳喳，甚至人开班咧吱吱喳喳。咱上迄个有重要要紧讲的名字就对啦。就是讲吼，你是用卫生纸袂去摕啊，你找个茶杯啊袂去安怎，拢爱赶紧讲讲。咱人的习惯性就安尼，啊习惯吼是无好改。咱若会当改变咱的习惯，代表咱地位是足悬的。咱迄个定点火头前啊足好个。啊，若无的话是无法度的，是无法度吼。所以讲，咱着爱谨慎。啊，若咧谨慎上好的一个，其实迄会当做的，袂足困难啦。按我讲袂困难的，咱只要以后吼，我家己讲，我你来到学堂拢慢去讲话啊。啊，逐个拢安尼想嘛吼，我拢慢去讲话啊。比如讲囡仔咧后我走来，因为囡仔你赶落啊，恁拢毋是囡仔吼。上拄则讲的讲，咱拢坐伙人较济啊，对毋对？咱着真正是有一块年纪啊嘛，在人世间嘛经历了真济沧桑啊。咱做人的阿公，做人的阿嬷，做人的妈妈，做人的姨婆，做人的啥物姨婆，做人的啥物人啊？咱应该一个足简单，就讲，咱即马你来学堂，拢慢去讲话，啊，若咧讲出出去外口讲，啊，咧学堂内底就静落来啊嘛。其实这嘛无足困难啊，但是因为咱着无去谨慎，啊无养成习惯了后，继续啊。啊，尤其若到咧平班吼，就愈老咧，开始采购了，丸仔几斤啊，丸仔几把，啥物菜了，吼，咱拢已经习惯去啊嘛。啊，互我有时咧看，敢感觉足古锥的啊，足古锥啊，毋过着爱麻烦别人去来遮画较大细声安尼尔嘛，要啥物吼？啊，人间若阁有诶无，若是咧家己咧承受啊，敢是安尼？啊，所以讲咱应该较谨慎咧，啊，想一个办法就好啊嘛。只要若你来到学堂，我就拢无爱咧讲话啊，啊是讲咱若咧讲话时，咱用一个标志好无？咱即马学一个少年人诶标志来看。
是吼，我感受着讲吼，咱的话会特别多，其实是因为咱特别有道，特别有一个道啦，是讲咱有修持了，有下迄个道，是因为咱有这个道的物件，咱的心拢感觉讲做慈悲嘛，做慈悲就插插啊，插这插了咧，共讲声，所以才有现做话啦。所以讲慈悲爱藏着所在，慈悲嘛爱流露出咱的智慧，安尼咱就无有谵毛病啊。是因为安那，我们就慢慢的互相来勉励，咱慢慢来谨慎，因为这吼嘛是咧咱修心的，其实这是咱修心的一个大目标的吼。我咧感受着讲，你来到佛堂吼，讲话无工阮就收袂好势，咱想看卖要安怎爱移位动伊，要安怎在贪嗔痴起起来时，要安怎在无哈时想得毋对，要讲谨慎，迄是嘛是无可能的代志啊，看是安尼。所以讲，人讲吼，你小事都做袂好，讲啥物轰轰烈烈的大事，不可能啊！真的，咱若是无管咱自己嘴后的吼，看要搁去管啥话啦。搁换一句话讲吼，咱若是无法度约束家己的思想，看要安怎去求众生啊，袂求真啊，会求毋过就不优质啊，对不对？是上在咱的拢会讲，因凡言你讲的句话嘛，做古字的吼，一马引肉马，相接入火坑啊！实在是因为安尼啦，咱家己吼，把手爱爬哦，较紧的内底来谨慎，小习惯就甲改落起来啊嘛。尤其是，像拄咱的前人啊，咱点传师咱的名人时常安尼讲啊，无咱嘛互伊面子一下吼。咱若较慈悲嘛，为着家己想嘛，互人面子一下好。若是真正吼，有一个时间性啊，真正一个庄严性啊，无嘛，佫互讲师一个面子，一个讲师徛伫遮落吼。听讲若要起来遮拢爱紧张啦，无面啦，有诶无咧，若互伊面子一下安尼。莫讲互我愈听嘛感觉讲，真正下底都闹底就对了。迄若是讲师较够起心动念诶，全规个拢火去啊！这其实嘛是一个互换的，这其实嘛是一个故事。我有感受着讲吼，迄新着新若当咧发生的时阵吼，伊有一个特色，就是讲伊听着伊是做认真的，真正诶。咱是老人才啊呢，或者是讲咱无足老的人才，或者是讲咱是新人才呢。咱应该拢经过新着是咱迄个认真吼的心吼，毋好去耽误家己。咱既然遮尔无简单，半下一工的功夫，其实来遮吼，就是要听到你的。若安尼坐入来，宗旨就是听到你无有其他的杂事，但杂事吼下课的时阵再处理。咱总是爱拿捏迄个方寸嘛，安尼是咱修心的一个原则啊，嘛是流露出咱修心的一个功夫啊。爱有心，才会消化解业，无咱当想讲要消化解业，无要修安尼着业嘛袂消啊。歹命，因为嘛歹命，迄个字，因为嘛迄个字，伊是无可能会改变的。所以讲，咱爱谨慎。老师讲吼，咱爱谨慎的。像讲咱为虾米爱讲话？因为咱心人感觉讲安尼啊，迄就是意念啊，迄个意念就是讲，有时害咱的查啦，咱是讲，我真也无来甲伊讲厝话袂认真。为虾米？因为我的意念甲我讲，我真爱赶紧来甲讲，我真爱赶紧讲一句话，其实就咧害人啊。这叫做害心之财。意念，其实心是咧想咧真的呢，毋过意念吼会当咱煞。先前经就讲啊，先前经就要讲啊，咱像讲树啊吼，伊想咧种毋过风凉放伊煞，敢毋是？树欲千里风不止啊，因为伊有哪杂杂嘛。咱想咧修心，毋过意念，咱历世轮回，咱无经由好好的修持，伊袂放咱煞的。其实咱嘛知影，咱讲话是无好的，咱无乖是无好的，毋过爱有功夫出来修啊。上其中吼，老师甲人讲爱谨慎啊，爱谨慎。去避色情，修自我。所以讲到遮吼，就是时常咱会引用的一句话：爱未开悟的时阵，毋好相信家己。迄个叫做咱的心意识，依顺发财。袂功德，所以讲无论咱累积了偌济发财功德，只要咱的心意识若是搁要继续安尼的话，咱做袂赴汤蹈老，真正做袂赴汤蹈老嘛。
所以老师为着要救人，甲咱讲，迄个爱放弃掉，迄个爱去除掉，啊袂当掉的甲伊当掉，叫做放弃。迄个爱甲放弃，咱啥人拢嘛放弃，但是色情爱甲放弃，爱转色情两地分，爱甲关起来，爱甲关紧闭，所以伊叫做闭。然后伊出来遐乱蛇，你若老大，嘛靠屁伫倒咧关呀，对毋对？老大咱会当互伊伫咱即个台湾岛安尼乱蛇，啊，咱内心一尾做大尾，迄个甲关起来，迄个叫做意念。人相信伊啦，要逐人甲相信，爱搁甲关起来。啊，若安尼哦，你想看卖啊？你无讲话，你安静，足简单的嘛。咱若有一天吼，表现甲讲互真人看着惊着，讲哎。今仔日咱以和性本较无共，开始安静啊。咱若无想要好好啊表现一下吼，咱先表现一下吼，快点翻书惊着讲哦，今仔日真正有歌，起来才甲咱学了。啊，咱想的着要成功啊，踏出成功的第一步啊嘛，敢毋是？啊，咱若发讲我一定要成功。我一定要相信耶稣，我一定要超越一切，我要度人救人，啊！你嘛着规开始是讲啊，有诶，互咱外口就是环境本身，食果子乌白兰吼，真正，安尼实在吼，时阵诶，伤过苦水啦吼，不要这样。所以，我无家己耽误家己啦。咱看要救人诶，啊，有时阵拢咧耽误家己，啊，搁要救人度人吼。咱若迄教的人是教的人是袂人笑啦吼，是会感觉讲咱是咧救啥人吼，先救家己吧，先救自己。互我毋要讲了伤激动啊，伤激动，互我家己嘛是等下许家己害面。种德之人是聪明，真正诶。为虾米人甲咱讲咱爱入牛？因为唯有大智者才有法度入牛啦。啊，聪明者吼是真正切对的啦。啊，伊是咧种来咱吼有先道的一个因吼，就是一个种来啊。因就是讲一项物件，甲咱定大个。迄样物件就是啥呢？就是聪明，聪明才拍做咱的业力。因为愈聪明的人愈无好教，聪明的人会相信伊家己，袂去听别人的话。真正的聪明就遮尔可怕。所以讲，咱来听一个过来人的话，咱来听一个有经验的人的话，迄个人叫苏东坡。伊讲：他人先主人聪明。我味聪明无一心，真正诶，迄聪明要嫁互我嘛无可能啊！聪明诶人有即个想法，伊会足相信家己诶，啊，即个做作诶，即个有为诶，别人诶真正咧家救啊，伊嘛佫来听。啊，所以讲人讲吼，聪明反比聪明哦，真正是安尼吼。啊，所以讲。迄个聪明来自于哪里？其实伊连贯个咱对心理的想法。所以讲，愈聪明的人，伊想法愈济啊，就愈无好教。愈聪明的人，甲咱嘛经典来背愈济，线份爱背愈济。为虾米？因为伊聪明有百难四种的聪明，就爱用迄个百难四千的法门来治，才治会起来。所以聪明的人吼，百难四千的法门拢爱滚瓜烂熟，啊，若无一定会互家己害着。因为咱知影讲咱咧背啥物件偌重要，咱若有背的时阵，咱一个念头起来，虽然讲哦，即个毋对，想讲互我吼会去背老师的忍辱修道嘛，欲度万年的忍辱。你若咧生气啊，时阵一定想讲吼，生气易斗争。生气引斗争，所以忍来人莫生气。这叫做发咧度众生诶，因为一个咧生气诶心是叫众生嘛。啊，一个法门叫做老师诶法门嘛，讲你若生气吼，会引起别人甲你斗争，会搁愈严重诶。安尼随吼用法来对治吼，咱内心诶众生，安尼真正无代志。所以讲，咱若无袂使物件话吼，其
伊即仔坐伫想伫啊，袂去想讲啊，佫有啥物法门，啊是佫老师讲过啥物问题。所以讲咱一定爱背甲做熟，而且诚心的，安尼咱才有法度用法来度咱的众生。啊，若有法度家己的众生，我咧救度众生，迄是水到渠成的，那个很自然啊，那个也比较好做。吼，这段内底其实是一个枢纽啦，吼，伫老师咧讲思想，三心爱扫除掉袂曲。这四句话吼是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因为咱往往不得力，咱往往吼会个讲毋对伊，做毋对伊，还是你切了做无好的物件，你是这四句形成的啦。因为咱毋知影讲害心之贼是意念，毋知影讲咱的精神，毋知影讲咱的色性爱家己干掉，毋好家己耽误家己。咱一直拢相信咱的想法，相信咱迄个出巧的，其实伊是咱众多之病。所以我有种感受吼，奇怪呢，囡仔吼做古锥的，因为囡仔就无很聪明，囡仔伊就是无知的嘛，所以囡仔甲甲教啥，伊就是学啥，对不对？迄就是迄个意思呢。咱即摆敢有可能甲咱教啥，咱学啥？袂呢，咱佫会变成咱拢咱敢知，咱甲咱教啥，咱无想要学，这就是安尼。咱会选呢，我要学啥，我也无啥。啊，我啥要学啥，学啥我较爱学啥，我较歹学啥，我要做啥，我也毋爱做。囡仔是拢袂，因为囡仔内底无啥物件，伫个内底有个一个天真的流了，所以囡仔上水。所以为啥你阿公阿嬷特别疼孙，其实内底嘛有原因的，迄代表阿公阿嬷吼伊所爱道的，因为迄孙内底吼都有道的滋味，所以特别爱。袂足爱家己的囝，祖囝呢，足爱的是家己的孙呢。含饴弄孙，这个里面是有意思的，代表说我们喜欢的还是道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把道找回来啊。咱应该学咱的孙呢，咱的孙该教啥拢学啥。咱就爱学，咱伫道场吼，咱教啥咱嘛学啥，咱莫应现者，莫现者想法。莫较讲拢我无法度，我无法度啊！你叫啥？叫啥？你少年的我老啊！这其实拢咧害家己的。人讲吼，食甲老，学甲老啦，老佫愈爱学，老爱比别人较认真学呢，敢毋是？啊，为虾米讲较侪话咧学物件较慢？拢是咱物件害去的啦，意念啦、色性啦，拢是安尼尔啦。啊，这内底吼。遮传三宝生活要咱对治咱物件，所以才讲爱修啊，爱有三宝生活来修啊，吼，要时时的默念，时时的二目所学，是这个样子。君子行为不得少，公平坦荡好完善。即马老师讲迄段完了，开始讲对咱的行为修持，是一个君子待人，要安怎去做啦？就是讲，咱毋通条拢是讲共款嘛，拢安尼，拢安尼想要世俗安尼，足俗气的，安尼迄毋是君子的行为，茫落在世俗内底。公平坦荡，是风是怨，拢总爱细细正正。所以咱爱好啊研究道理，咱好啊甲咱听背道理记在咱的思想中。咱的思想内底愈是有真理，就愈无世俗的物件。像讲一个讲孙后，你上讲界，伊几工一定较真实的，伊就较毋敢黑白想，伊拢爱想道理，就即个意思嘛。啊，咱若是会当背经典、背圣训、背道理，安尼咱就袂伫日常内底去散乱啊，对袂啊？因为散乱吼是世俗的习惯，即种习惯是爱家己去除的啦吼。老师即摆就来要教咱一部功夫哦，这咱时常拢咧讲的，触机心动理验书。思
书柜心智讲方言，就是讲咱修办道的君主，大概知影一种修办道的火候，就是讲触机应缘啊，心爱活泼应事了后，咱就去处理。就是讲，这就是讲吼，有代志要处理啊，咱就去应事去应。但是当代志过啊，咱的心爱搁吼，在有基础内底，这叫做二目所选的功夫嘛。然后咱迄个成功啊，搁凝注在咱的受灵思一致的所在，一个基础。这个叫做君主的修持，这叫做咱修行的一个功夫。这咱伫头前嘛有讲过啦吼，就是讲，咱做咱应该做，咱应该做的时阵做，但是当输过了，咱的心是无任何的物件，爱恢复到清净。迄个功吼，成功爱回归到凝注在咱原本的本来的基础，安尼叫做吼，这个君主的行为，这叫咱修办的君主的行为啦。所以讲，这叫做一道一情无是道，在东经内底有道的流乐林内底。这是老师过来即段要讲的，所以来做比喻，我是甲咱讲啥物啊？为虾米老师若咧讲即项？因为咱人吼，用意就是讲，做的吼，做了有可能伤过头，啊做了心阁袂定，心阁袂定着，心阁袂止落来，会安尼啊？这道理做济，啊毋过时间做有限的，你敢知影？互我有20以下咧讲呢？啊，所以讲吼。我讲较紧。哦，即摆老师来做比喻啊！你看，咱讲要学道、要修道、办道，咱着去观察在天地之间所流露的道理是安怎？是讲，亲像迄风吼，这里叫做台语叫说啊，说价的说，啊若国语叫做踹啊吼，踹。咱亲像迄风吼，伊吼，甲迄底啊吹过了后，啊伊个底啊吼，伊就安尼伫遐发出一种声音了无？底啊声啊，做好听的底啊声，迄叫做古早声吼，是市内袂当听啦吼，迄线线桥的声音。啊，毋过当风若走了后，迄个底站吼，伊就迄个底站的就无声。这叫借物达道啊！所以讲，咱在修行内底吼，有一项最重要的功夫，叫做静最重要。啊，毋过你静爱先持止，持止如何有定啊？啊，定如何宁静啊？定静安如离开始起来。所以止住就很重要。止住止在哪里？止在当。啊，止伫道，就是安尼甲咱讲的，就是安尼。风若摇底啊，吼底啊伫遐线线着，风若去了，底啊是无声啊。咱共款呢，咱代志做了后来就无声，无声，安尼讲就赢啊。人讲天公日日得着你来，啊若做的声音一大堆吼，讲着扣掉就济啊，有扣掉去啊。啊，搁一个比喻，咱花伫迄个镜中安尼。行甲笑落好，镜内底的花哦水的，但是当花若去的时阵，镜中嘛不留影。伊这是讲咱的八识当中呢，八识当中吼爱互伊清净，台湾镜里成清净啊，看毋对，咱再去改啦吼。台湾镜啊，安尼咱毋则咱摆脱历史轮回。咱历史轮回内底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太济啊嘛，啊这属于人世间的物件，咱即马修办道有后天要反射，这种物件伊来去拄着，莫搁闹啊，莫搁饲啊，莫搁饲啊吼，这是老师哦一个比喻。凡好则办三做事，看来天职便回去。办好一着，要办理天座吼，办理三座。其实即个担真重，为虾米讲即个担真重呢？因为即个担内底有咱的修道，
又收到了，才办桌。因咱收道无好收，所以这担才会重。咱收道若好收，假使讲咱若菩萨，啊是富过来要办桌，才会歹办。最简单的代志嘛，好菩萨就是度众生命，因为咱家己的心，阁是众生心足济，阁咧度众生才会足重的，是因为安尼。既然若是安尼，只要咱内心别吸咱的内心的众生，安尼来就好办啊，就好办啊。所以讲这担现实担伊的原因是出伫遮，所以头前老师甲咱讲话啊，阮甲咱先讲啊。那亲像人生所重视结果，无容盼望在修行。人生要有一个结果，来到这个时阵叫做三期末业的时阵，是咱要建功立业的好机会。但愿拄则知影因讲话讲，伊的原理就是要一世修一世成，咱大家拢有听到嘛？这是结果咱大家拢盼望。咱像这些人，伊种现济就是讲我起仔就拍落偌水，我知牵枝叶着安怎样，我知番麦会长着爱发甲偌好发，就是安尼是看伊咧生几岁出来，这较重要，对不对？你迄个长这细长了，紧咧生10岁拢足水安尼就好啦，毋免着发甲偌大长，茫发甲安尼落着，结果含一岁就无生，迄做事人敢要种即种番麦，无爱啊。所以人生所重视结果，不在长短。是因为这个样子，这老师开始甲咱开一个法门啊。日志创业，建设力艰苦，艰难困苦一丁丁。这样是看来知影老师要讲啥，因为老师开始要甲咱讲修业啦，因为守业荒比创业难。咱安尼遮尔拍拼，安尼做，安尼修，安尼办，来到这个时阵，经过艰苦嘛是丁丁一塔塔，结果要安怎？是这，书记有成爱珍惜，守志持志，战兢兢。真正诶，战兢兢诶，若有法成果也无，爱好啊珍惜，守志持志，好啊持守。好好守持，战兢兢。因为若无失去的人伊毋知影失去的宝贵啦；若无拥有的人，伊毋知影拥有的价值啦。所以讲，既然咱有拥有咱爱深入去知影讲，咱要拥有伫哪里？咱身在道场内底立足之地，它是非常不简单的，所以要爱战兢兢。咱爱好珍惜，咱今仔日会当来坐上这一位，是我呢无简单的根基，我呢无共款的来历，所以讲坐伫这一位，毋好放肆，爱珍惜，爱庄严啦。安尼咱应该表现啥物款？咱家己就知影啊。假使讲咱若是无珍惜，还是甲伊看做是形式的了，自然无好的习惯是因为一届对一届都是安尼嘛。这有啥句话吗？这也无啥话啊，无啥话就袂珍惜啦。若会珍惜的话，是家己当做像咧宝贝安尼。是宝的话咱会好怎去家己加以的一种的守护，咱的态度会无同款。过去这老师咧讲三心术，咧讲三心啊，即摆开始用这个文字来甲咱做一个表达。过去之心随见时，迄个音牌这时还是细啊以往结识复疾病，就是讲过去的心慢慢都老随风而逝吧。过去就过去了，莫较讲过去啊。一个人较讲过去，代表袂去进步啊。咱嘛知影讲老一个老人就袂生气啊呢，所以咱毋好表示咱老咱毋好认咱老咱毋好认老肉体会当老，咱内心永远会当18岁，咱敢知影？这好甲咱
用吹电器啊，拢毋知影呢。咱的佛性哪有啥物老的？内心内底的世界无迄个人老的啦。啊，若人老就无生机啊。我感受着讲吼，阮高雄的纯洁啊，无伊拢无咧人老，真正无咧人老的啊。即仔吼嘛是咧伫大陆啊，所以无咧人老。就是吼做啊，免做安尼尔，莫讲家己老啊，不要去散播老这一颗谣言。其实那是谣言。老师甲你讲啊，肉体伊受限制，啊，毋过内心的精神吼，伊是无改啊，你怎知？伊是看咱要安怎就当安怎啊，咱若想要生活就生活，咱若想要认真咱就认真。咱即摆应该吼，拢叫咱的孙仔学习讲，我要像伊安尼，迄古锥，大家拢会教伊啦，毋好拢家己吼安尼。搞得老气横秋，你敢知影老过了就是病。一个人老的人会较搞破病的。你看囡仔拢袂啥会破病，你破病嘛足紧好。啊，倒霉有时阵也毋是安尼啦吼。每一个人即个肉体拢是无共款的因的，毋过内心内底想法会当共款，就是讲我永远都要觉得自己很年轻，安尼才有生机，才可以进步，才可以进步。啊，所以讲吼，过就过啊，嘛较像吼，拢讲过去，因为讲迄根本拢是吼袂进步的话啦，啊，都是恩怨情仇，好嘛，互伊过去，歹嘛，互伊过去，顺嘛，互伊过去，逆嘛，互伊过去，因为拢总过去，就去倒转来啊，毋好去流浪过去，因为迄拢无作用的物件，啊，莫流浪过去，就是要安怎样呢？老师讲。过去吼，咱有一个意义，就是讲，互咱借为即个借定，就是讲过去的天机以及借为甲神草风江今日天，有咱过去的经验，只是开始讲，在每一天一开始的路程，我拢无爱搁想过去安尼做毋对去，无爱搁想过去安尼袂晓修，无爱搁想过去安尼搁想无清楚，无爱搁想过去安怎，就是吼，即种意思尔。啊，今仔日要行的骹步无，借着过去来提醒家己安尼尔。吼，安尼，所以今仔日开始即个命题最重要的。即个讲未来，世局天时日日变，未来如何难测定。所以莫讲吼，我一看就知影，我想就知影，我安怎就知影无影。迄是咱家己咧替家己的，咱无遮尔老啊。因为咱要安怎变变安怎吼，掌握在上天的天时世局嘛日日变的。啊，人嘛无聊，人要安怎变，人要安怎做，人伊安怎改变，嘛毋是像咱想的安尼啦。咱若咧这搞，咱早就先问先菩萨啦，因为咱想就知影，我聊就知影，我看就知影，无这咱咧害咱家己的啊。拄则老师一定有讲过啊。迄咱家己的习性的啊，无影是安尼啊。未来要安怎样无想，我就通去评的啊，没有谁可以去测评。只有一个原则，就是讲未来的家己迄个是基心者，看咱今仔日安怎想，咱家己的心念上重要。咱去评论外口的物件，永求度拔烦恼尽，也是讲。这其实是一个随顺自然的啊，一个人修持到尾啊，智慧若咧开启的时阵吼，伊会慢慢进入一种最自然的环境，就是没有强求，一切顺其自然。啊，毋过吼是对了的顺其自然吼，是做积极的，是有道的顺其自然，因为看会清楚因的，因为伊无要搁家己伫遐制造烦恼，因为免伫遐强求啊，一切拢是有伊因缘啊。相见未来非不可，富贵功名见当亲。老师拢一针见的，就是讲着咱的心地啊。迄想未来嘛袂要紧，啊，但是人较讲拢讲事业啊，较讲拢讲以后会安怎样啊？以后阮这囝、阮这孙、阮这也是我家己嘛去想这物件。功名富贵在人世间，见得好，有得好，迄毋是咱的重点，迄毋是咱的重点。这较重的，莫讲吼，出喙、学喙、三五成群，咧讲拢是这物件，拢是
功名，拢是富贵。真正的功名甲富贵是在天的，咱应该着重在这个地方才对。老师甲咱讲一个原则啊，以德为重，天必佑。咱的每一个生命，每一个知识度量，每一个重点，甲德放伫第一位，安尼就对了。以德为重，天必佑。性欲充满还一性，为虾米？因为性它是咱的根啊，还伊是枝叶嘛。咱拢知影讲咱爱顾根啊，若顾根是重道啊。啊，若一直伫即个凡事吼，最用心的其实是重我啦。重我的话吼，这枝叶足水的，但是是无根的啊。无根的，这个挡袂水偌久啊。啊，咱若是有根的，咱只要甲根顾好就好啦，枝叶。根底之美，容之之，也是事业，也是事业。再谈列曲事相念，心无执着，空不空。因为在咱过去咱读三心，啊，做落来咱个读即个事相，啊，所以老师在甲咱讲，咱爱列曲即个事相，在内心内底毋通执着。虽然是空，啊，毋过不空。因为咧用，所以不空嘛。啊，用了后就记得静啊，所以才空嘛。所以是空不空的啦吼。这个法门用的就是安尼。为师大道早是逆定其心，爱恭敬。咱还有一点吼，以德为公的心。啊，公心呢，若无德吼，心就会公。啊，有德了，其心就会恭敬。无偏精神力，因地善果必自生。咱若会当起心恭敬，无私无偏，咱迄个因地内底善果，伊就会生发出来哦。一个足公心的人，伊的德性是足有的。这是啊，到底要安怎讲？老师内底会分析吼。自我意识，自爱出坏先点。他有家己的存在啦，把自己放下吧，因为菩萨无我想的啊。自我意识是害人的，拄则老师就讲过啊，所以咱以后切切实实，把家己缩小。这是咱有内心的意见的，若无意见，就是家己缩小的，会越来越放大，越来越放大吼。啊，所以爱怀心定，甲每一个人吼，拢当做重要，最重要的。啊，甲家己贬低到不行，贬低到都看不见。哎呀呢，这道理一时间无法度来分析呢，但这内底每一句话拢有足深的含义。我尊必必难立障，孤立对敌必择凶。就是讲，有个人吼有一种劣根性的自我优越感，因为伊哪会相信家己，就去相信别人，因为伊感觉就是讲伊讲的上对，伊想的上对，伊的看法上对。这种人伊这种感觉伊做毋对，家己拢毋知，伊感觉家己做尊贵的，啊别人拢无啥货，这种的我都服气。人家会离他很远哦，离得远远的，歹去立障。啊，孤立的对敌，伊会做为较无好的就对啦，较无好的。这若伊社会来甲讲，咱看得出来，这种人就是骄傲。他在道场上的话，就是讲吼，无人和啦，得不到人和，也听不到真心话吼。老师讲，这个叫偶像啊，这个偶像爱除掉，因为优越高扬，优美慢。业总计经济该不懂，咱若是讲救别人，就无家己存在啊，更是安尼嘞，就是以别人为主啊嘛。啊，咱即马就是普度三者，咱的内心敢有别人了无家己？啊，那安尼就是天顺众生，别人伊要安怎就顺利？咱若想讲你讲安尼哪会对？要安顺利？对哩啊，你讲顺利，嘿，伊毋对哩，哪会顺利？安尼伊才有对的一天，慢慢咱才会当家己。甲伊吼，安尼因顺顺善意啦。伊若毋对就指责，毋对就指责，伊无可能会听你的话一天。你想要伊听你的话，你着爱先
有顺利，爱做顺利的，人有家己的存在，这叫做救人，是安尼。内底有足侪志向，因为大家人的神经真真无共款的啦，毋是人拢爱像咱想的、像咱讲的，照咱安尼去做，人是安尼嘛无法度，嘛无法度的啦吼。所以在日常内底爱看清楚。天上天机无边界，世无上法度完美。这无上的法门内底就是无家己的存在，无理想的存在，无我上、人上、众生上、寿者上，安尼才会当真正救人的。讲家己的嘛，真正是救人哦，爱去救人。有孝无分夫就会天生奇才必有用。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做教的所在，只要愿意教的所在就好啦。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缺点，莫去看伊缺点，缺点咱就爱家己修家己改。咱无法度帮人修缺点，嘛无法度替人改缺点，家己修家己的缺点，家己改家己的缺点就好啦。嘛烦恼别人甲遮尔济，每一个人拢会当安尼想世界走着大道，因为人就想要管别人，爱管家己。看着别人的小缺点，无看着家己的大毛病。这真正是一个吼，人甲人内底就是是非的原因啦。啊，所以讲嘛，是咧甲咱讲，逐个人吼拢有伊做教的所在，看遐啊，天生奇才必有用。国基上天赐福禄，这咧讲寿者上啊，修缘结髓闹烦恼。毋通误的祈求上天吼，互咱做一福禄的啦，互咱食到饱饿，互咱食到气恼烦恼。咱拢知影讲吼，其实食愈老愈艰苦的，对毋？自然就好啦。老师到尾来讲啊，这老师讲的是我讲的哦。既是苦海怎灭落，恶习以下无乱中。老师讲的啊，你求迄个要做啥？啥既然就是苦海，哪有啥物找着快乐的所在咧？你问讲一个人，伊着做讨厌谈的，啊，拢去困住迄个上低的所在。因为遐着上湿上重啊，咱着一个人讲我拢无爱水，我无水，我无水，啊，逐工拢挂一罐手啊，拢伫遐灌手啊，讲我上讨厌手水，我上无爱手水，众生颠倒就是安尼诶。烦恼别人的生活，家己吼对着地较袂要紧诶，伊是安尼是毋对诶啊。咱逐个拢茫对了安尼才对，啊，要互别人莫对了，家己着爱先求起来啊。是安尼啊，所以有时阵想对去啊，咱都毋知影。老师才有这个比喻呢，毋通家己做讨厌重的，啊，你困住着上重的所在，困住着上容易重的所在。咱着咧超凡的善，咱着咧个理体，对世间有啥物流乱的，叫师傅啦，叫菩萨啦，使咱做者福禄的，使咱着食较偌济位，愈偌济位。住伫遮着上痛苦的，这是拄对去的尔，对毋对？这是讲为着道咧活的，为着三者普渡咧活，为着咧家己修圆满咧活，无活伫即个世间，才有啥物好的？真正是安尼吼，会晓想的人是安尼尔。老师尾啊，才做一个足水的结束，安心直直得自在，家己的心修持又好，好安乐啊，顺其自然。然后吼，上天自然有上天的命，生死由天啊。点时走就点时走，内心内底吼拢无求的啦，拢自然的啦。迄种的才是真正叫做自在啊。咱若有求，就咧无自在，我要来求看觅啦，敢是安尼吼。啊，若是生死的代志吼，啊是应该做的、应该吃、应该顾的，顾好就好啦。点是要走吼，拢顺其自然，莫搁伫遐受者上。迄是讲人讲吼，有偌济财产，偌济财产就毋甘走啊，拥有愈济愈毋甘走，拢想要活愈久，敢是安尼嘞吼。以由理随还，请把混混当天天。即句话是老师的结束啦，所以讲伫即句话内底，互我嘛去想着一个重点，讲话有咧想要伤烦呐。听讲话人伤烦，简单就好啦。老师讲话讲好，啊，真正这词嘛写了伤侪字啊吼，一个师母家己还咧甲你示范呢。但是有一个重点，混文就是做咱中文
画起来。因为咱若甲混沌移开啊无，伫咱日常的生活内底就较袂偏差去啊。偏差去咱嘛较会回头，讲嘿，咱老师当时安尼讲诶，老师是讲安尼讲安尼讲安尼。这内底拢有老师来咱做一个引导，经历的引导。啊，若是无过的话吼，真正我甲咱讲一个事实，咱拢互咱的意念咧害，心意生吼，甲咱教安怎教安怎，所以形成了咱有现济有的原因，现济吼复杂，现济无规矩，有诶无其实拢是安尼筛选出来。吼，我要去到遮，互我嘛是足烦的啦吼，讲遮尔济话，超过5分钟足歹势。以后若有机会再听咱5分钟啦吼，祝咱身体健康，得方便万事。大众起立。感谢讲师慈悲，全道恭，坤道恭。我们再一次热烈谢谢我们讲师慈悲。好，我们现在吃饭时间啊，大家先坐下哈。啊，后生才有重点迄个。欢喜啊！啊，我有时咧看，敢感觉足古锥的啊，足古锥啊，毋过着爱麻烦别人起来遮画较大细声安尼尔嘛，要啥物吼？啊，人间若阁有诶无，若是咧家己咧承受啊，敢是安尼？啊，所以讲咱应该较谨慎咧，啊，想一个办法就好啊嘛。只要我若你来到辅导，我就拢无爱咧讲话啊，啊是讲咱若咧讲话时，咱用一个标志好无？咱即摆学一个少年人诶标一个安尼。看是安尼讲吼，喙吼看起来看拉咧啦，啊看咧无就看一大安尼啊，咱会去学即个标志无？咱会去趣味。啊，即摆人若讲你是讲啥，要解释一下，讲毋通讲话啊。但是吼，我感受着讲吼，咱的话特别侪，其实是因为咱特别有道，特别有一个道啦，是讲咱有修持了后。有下迄个道，是因为咱有即个道的物件，咱的心拢感觉讲足慈悲嘛。啊，足慈悲就插插啊，插这插了咧，共讲声，所以才有遐济话啦。啊，所以讲慈悲爱藏着所在，慈悲嘛爱流露出咱的智慧，安尼咱就无有谵毛病啊。是因为安那，我们就慢慢的互相来勉励，咱慢慢来谨慎，因为这吼嘛是咧咱修心的。其实这是咱修心的一个大目标的吼，我咧感受着讲，你来到辅导吼，讲话无工分就收袂好势，咱想看卖要安怎爱移哦动伊，要安怎在贪亲起起起来时，要安怎在无哈时收得毋对，要讲谨慎，迄是嘛是无可能的代志啊，敢是安尼？啊，所以讲，人讲吼，你小事都做袂好，讲啥物轰轰烈烈的大事，不可能啊。真的，咱若是无管咱即支喙啊吼，看要搁去管啥话啦。啊，我换一句话讲吼，咱若是无法度约束家己的思想啊，看要安怎去求众生啊，啊袂求真啊，会求啊，毋过就不优质啊，有只是上在咱拢会讲一般英语讲一句话嘛，是古锥的吼，一马引肉马，相接入火坑啊，实在是因为安尼啦。咱家己吼，把手爱背哦，较紧的内底来谨慎，小习惯就甲改好起来啊嘛。尤其是，像拄讲咱的前人啊，咱点传师咱的领临时常安尼讲啊无，啊无咱嘛互伊民主一下吼。咱若较慈悲嘛，为着家己想嘛，互人民主一下好。若是真正吼，有一个时间性啊，真正一个庄严性啊，啊无嘛，佫互讲师一个民主，一个讲师徛伫遮无吼。听讲，若要起来遮，拢爱紧张啦，无面，哪有话无咧，然后伊面子一下安尼。莫讲我愈听嘛，感觉讲哦，真正下底做闹咧，对。迄若是讲师较够起心动念的，全规个拢火去啊，吼。这其实嘛是一个互换咧，这其实嘛是一个布施。我有感受着讲吼，迄新着新若当咧发生的时阵哦，伊有一个特色，就是讲伊听着伊是做认真诶，真正诶。啊，咱是老人才啊呢，或者是讲咱无足老的人才，或者是讲咱是新人才呢，咱应该拢经过训练，是咱迄个认真吼，
的心哦，毋好去耽误家己。咱既然遮尔无简单，半下一工的功夫，其实来遮吼，就是要听到你的。若安尼坐入来，宗旨就是听到你无有其他的杂事，但杂事吼，下课的时阵才处理。咱总是爱拿捏迄个方寸嘛。安尼是咱修心的一个原则啊，嘛是流露出咱修心的一个功夫啊。爱有心，才会消化解业。啊，无咱当想讲要消化解业，啊无要修安尼着业嘛袂消啊。歹命，因为嘛歹命，迄个一因为嘛迄个一，伊是无可能会改变的。所以讲，咱爱坚持。老师讲吼，咱爱坚持呢。像讲咱为虾米爱讲话，因为咱心就是感觉讲安尼啊。啊，迄就是意念，啊，迄个意念就是讲，有时害咱的查啦，咱是讲，我真也无来甲伊讲厝话袂正，为虾米？因为我的意念甲我讲，我真爱赶紧来甲讲，我真爱赶紧讲一句话，啊，其实就咧害人啊。这叫做害心之财是意念，啊，无其实心是咧想咧真的呢，啊，毋过意念吼会当安怎？先前经就讲啊，先前经就咧讲啊。咱像讲树仔吼，伊想咧种啊，毋过风浪万里沙，敢毋是？树欲千里风不止啊，因为有哪早早嘛。咱想咧修心，毋过意念，咱历世轮回，咱无经由好好的修持，伊袂放咱煞的。其实咱嘛知影，咱讲话是无好的，咱无乖是无好的，啊，毋过爱有功夫出来修啊。啊，上其中吼，老师甲咱讲爱谨慎啊。去避色情，求自我。啊，所以讲到遮吼，就是时常咱会引用的一句话：爱未开悟的时阵，毋好相信家己。迄个叫做咱的心意识，依顺发财，灭功德。所以讲，无论咱累积了偌济发财功德，只要咱的心意识若是搁要继续安尼的话，咱做袂赴汤蹈老，真正做袂赴汤蹈老嘛。所以老师为着要救人，甲咱讲，迄个爱放弃掉，迄个爱去除掉，啊袂单掉的来单掉，叫做放弃。迄个爱甲放弃，咱啥拢嘛放弃，但是色情爱甲放弃，爱转色情两个地位，爱甲关起来，爱甲关紧闭，所以伊叫做闭。然后伊出来了乱蛇，你若老大嘛拖去会倒咧关呀，对毋对？老大咱会当互伊伫咱即个台湾岛安尼乱蛇，啊，咱内心一尾做大尾，迄个甲关起来，迄个叫做意念。人相信伊啦，搁逐人甲相信，爱搁甲关起来。啊，若安尼哦，你想看卖啊？你无讲话，你安静，足简单的嘛。咱若有一天吼表现到讲互真人看着惊着，讲哎，今仔日我以和性格较无共，开始安静啊。想要好好啊表现一下吼，咱先表现一下吼，快点开始拢惊着讲哦，今仔日真正有歌，起来才甲咱学了。啊，咱想的着要成功啊，踏出成功的第一步啊嘛，敢毋是？啊，咱若话讲我一定要成功，我一定要超生了事，我一定要超完一切，我要度人救人，啊，你嘛着话开始是讲啊，有诶回来外口就是环境本身，食果子乌白兰吼，真正。安尼实在吼，时阵会伤过苦水啦吼，不要这样。所以，佫无家己耽误家己啦。咱话要救人咧，啊有时阵拢咧耽误家己，啊佫要救人度人吼。咱若迄教的人是教的人是袂人笑啦吼，是会感觉讲安尼是咧救啥人吼？先救家己吧，先救自己。讲了成日动啊，成日动，互我家己嘛是等下许家己害面。种德之人是聪明，真正诶。为虾米人甲咱讲咱爱育牛？因为唯有大智者才有法度育牛啦。啊，聪明者吼是真正切对的啦。啊，伊是咧种来咱吼有先道的一个。瓶吼，就是一个障碍啊。瓶就是讲一项物件，甲咱顶大个。迄项
物件就是啥呢？就是聪明，聪明才看出咱的业力。因为愈聪明的人愈无好教，聪明的人会相信伊家己，袂去听别人的话。真正的聪明就遮尔可怕。所以讲，咱来听一个过来人的话，咱来听一个有经验的人的话，迄个人叫苏东坡。伊讲：他人先祖蛮聪明，我未聪明无一心。真正的，迄聪明要嫁互我嘛无可能啊！聪明的人有即个想法，伊会足相信家己的，有即个做作的，足个有为的。别人的真正咧家己求啊，伊嘛佫无爱听。所以讲人讲吼，聪明反比聪明哦，真正是安尼吼。所以讲，迄个聪明来自于哪里？其实伊连贯个咱对心理的想法。所以讲，愈聪明的人，伊想法愈济啊，就愈无好教。愈聪明的人，该安怎呢？经典来背愈济，线文爱背愈济。为虾米？因为伊的聪明有百难四种的聪明。就爱用迄个百难四千的法门来治，才治会起来。所以聪明的人吼，百难四千的法门拢爱滚瓜烂熟，若无一定会互家己害着。因为咱知影讲咱咧背啥物件偌重要，咱若有背的时阵，咱一个念头起来，虽然讲哦，即个毋对，像讲互我吼会去背老师的忍辱修道嘛，欲度万年的忍辱。你若咧生气啊，时阵我一定想讲吼。生气易斗争，生气易斗争，所以忍来人爱生气。这叫做发在度众生呢，因为一个咧生气的心是叫众生嘛，一个法门叫做老师的法门嘛，讲你若生气吼，会引起别人甲你斗争，会更愈严重的，安尼随吼用法来对治吼，咱内心的众生，安尼真正无代志。所以讲，咱若无袂使物件话吼。伊即仔坐着生气啊，袂去想讲啊，佫有啥物法门，还是佫老师讲过啥物话题。所以讲，咱一定爱背甲做熟，而且诚心的，安尼咱才有法度用法来度咱的众生。若有法度家己的众生，我咧救度众生，迄是水到渠成的，那个很自然啊，那个也比较好做。这段内底其实是一个枢纽啦，吼，老师咧讲思想，三心爱扫除掉袂曲，这四句话吼是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因为咱往往不得力，咱往往吼会讲毋对伊，做毋对伊，还是你切了做无好的物件，其实这四句形成的啦。因为咱毋知影讲害心之财是意念，毋知影讲咱的精神，毋知影讲咱的色性爱家己干掉，毋好家己耽误家己。咱一直拢相信咱的想法，相信咱迄个出巧的，其实伊是咱众多之病。所以我有种感受吼，奇怪呢，囡仔吼做古锥的，因为囡仔就无很聪明，囡仔伊就是无知的嘛，所以囡仔大家教啥，伊就是学啥，对不对？就是迄个意思呢。咱即摆才有可能甲咱教啥，咱学啥。对呢，咱佫会变成咱拢咱敢知，咱甲咱教的啥，咱无想要学，这是安尼。咱会选呢，我要学啥，我也无啥。我啥要学啥，学啥我较爱学啥，我较无爱学啥，我要做啥，我也毋爱做。囡仔是拢袂，因为囡仔内底无啥物件，伫咧内底有个一个天真的流露，所以囡仔上水。所以为啥你阿公阿嬷特别疼孙，其实内底嘛有原因的，迄代表阿公阿嬷吼，伊所爱道的，因为迄孙内底吼，佫有道的滋味，所以特别爱。袂足爱家己的囝，祖囝呢，足爱的是家己的孙呢。含饴弄孙，那个里面是有意思的，代表说我们喜欢的还是道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把道找回来啊。咱应该学咱的孙呢，咱的孙该教啥拢学啥。咱就爱学，咱伫道场吼，咱教啥咱嘛学啥，咱莫应现者，莫现者想法。莫较讲拢我无法度，我无法度啊！你叫啥？叫啥？你少年的我老啊！这其实拢咧害家己的。人讲吼，食甲老，学甲老啦，老佫愈爱学，老爱比别人较认真学呢，敢毋是？为虾米讲较侪话咧学物件较慢？拢是咱物件害去的啦，意念
色神啊，拢是安尼尔啦。啊，这内底吼，遮传三宝生活要咱对治咱物件，所以才讲爱修啊，爱有三宝生活来修啊，吼，要时时的默念，时时的二目手学，是这个样子。君子行为不得少，公平坦荡好完善。即马老师讲迄段完了，开始讲对咱的行为修持，是一个君子待人，要安怎去做啦？就是讲，咱毋通条拢是讲共款嘛，拢安尼，拢安尼想要世俗安尼，足俗气的，安尼迄毋是君子的行为，茫落在世俗内底。公平坦荡，是风是怨，拢总爱细细正正。所以咱爱好啊研究道理，咱好啊，甲咱听过道理记在咱的思想中。咱的思想内底愈是有智理，就愈无世俗的物件。像讲一个讲孙后咧上讲台，伊几工一定较真实的，伊就较毋敢乌白想，伊拢爱想道理，就即个意思嘛。啊，咱若是会当背经典、背圣训、背道理，安尼咱就袂伫日常内底去散乱啊，对袂啊？因为散乱吼是世俗的习惯，即种习惯是爱家己去除的啦吼。老师即摆就来要教咱一部功夫哦，这咱时常拢咧讲的，触己心动理验书。思过心智讲方言，就是讲，咱修办道的君子，咱该知影一种修办道的伙效，就是讲，触己应缘啊，心爱活泼应思了后，咱就去处理。就是讲，这就是讲吼，有代志要处理啊，咱就去应思去验。但是当代志过啊，咱的心爱搁吼。在有基础内底，这叫做二目所选的功夫嘛。然后咱迄个性功啊，佮凝注在咱的受灵思一致的所在，一个基础。这个叫做君子的修持，这叫做咱修行的一个功夫。这咱伫头前嘛有讲过啦吼，就是讲，咱做咱应该做，咱应该做的时阵做，但是当思过了，咱的心。是无任何的物件，爱维护到清净。迄个功吼，圣功爱护回到因住在咱原本的本来的基础。安尼叫做吼，即个君子的行为，即叫咱修办的君子的行为啊。所以讲，这叫做一道一情无是道，在东经内底有道的流乐林内底。这是老师过来即段要讲的，所以来做比如话是甲咱讲啥物啊？为虾米老师若咧讲即项？因为咱人吼用意就是讲，做咧吼，做了有可能伤过头，啊做了心阁袂定，心阁袂定着，心阁袂记落来，会安尼啊？因为这道理做济，啊毋过时间做有限的，你敢知影？互我有20以下咧讲呢？啊所以讲吼。我讲较紧的。哦，即摆老师来做比如啊，你看，咱讲要学道、要修道、办道，咱着去观察在天地之间所流露的道理是安怎？是讲，亲像迄风吼，这里叫做台语叫色啊，色计的色，啊若国语叫做踹啊吼，踹。咱亲像迄风吼，伊吼，甲迄底啊吹过了后，啊伊个底啊吼，伊就安尼伫遐发出一种声音对无？底啊声啊，足好听的底啊声，迄叫做古早声嘛，是市内无当听啦吼，迄线线桥的声音。啊，毋过当风若走了后，迄个底站吼，伊就迄个
所以止住就很重要。止住止在哪里？止在当。啊，止伫倒，就是安尼甲咱讲的，就是安尼。风若摇底啊，吼，底啊伫遐生酸着，风若去了，底啊是无声啊。咱共款的，咱代志做了来无声，无声，安尼讲就赢啊。人讲天公日日得着你来，啊若做的声音一大堆吼，讲着扣掉就济啊，有扣掉去。啊，搁一个比如，咱花伫迄个镜中安尼行甲笑落好，镜内底的花哦水的。但是当花若伫个时镜中嘛不留意，伊这是讲咱的发色当中呢，发色当中吼爱互伊清净，台湾镜里成清净啊，可毋对，咱再去改啦吼，台湾镜啊，安尼咱毋才咱摆脱历史的轮回。咱历史轮回内底就是色声香味触发太济啊嘛，啊这属于人世间的物件，咱即马修办了有后天的反射，这种物件伊来去拄着，莫阁闹啊，莫阁饲啊，莫阁饲啊吼，这是老师哦一个比喻。凡好则办三做事，看来天职并非轻。办好一着，要办理天座吼，办理三座。其实即个担真重，为虾米讲即个担真重呢？因为即个担内底有咱的修道，有修道了才办道。啊，因咱修道无好修，所以即个担才会重。咱修道若好修，假使讲咱若菩萨，啊，是富过来要办道，才会歹办。最简单的代志嘛，好菩萨就是度众生命。因为咱家己的心，阁是众生心足济，阁咧度众生才会足重的，是因为安尼。既然若是安尼，只要咱内心伫吸咱的内心的众生，安尼来就好办啊，就好办啊。啊，所以讲这个担吼，天职担伊的原因是出伫遮。所以头前老师甲咱讲过啊，吼，咱甲咱先讲啊。那亲像人生所重视结果，无容盼望在修行。人生要有一个结果，来到这个时阵吼，叫做三期末劫的时阵，是咱咧建功立业的好机会。但愿拄则知影因讲话讲，伊的原理就是要一世修一世行，咱大家拢有听到嘛？这就是结果吼。啊，咱大家拢盼望，咱像这些人，伊种很济吼，就是讲我起仔就发了外水，我知牵枝叶得安怎样，我知花美会长吼，但发甲外好发到是安尼是，看伊咧生几岁出来，这较重要，对毋对？你迄个长吼，做细长了，紧咧生10岁、10岁拢做水安尼就好啦，毋免着发甲偌大长，茫发甲吼，安尼落着，结果含一岁就无生，迄做世人敢要生即种花美，无爱啦。所以人生所重视结果，不在长短，是因为这个样子。这老师开始甲咱开一个法门啊！日志创业，建设力艰苦，艰难困苦一丁丁。这样是看来知影老师要讲啥？因为老师开始要甲咱讲修业啦，因为守业荒比创业难。咱安尼遮尔拍拼，安尼做，安尼修，安尼办，来到这个时阵，经过艰苦嘛是丁丁一塔塔，啊结果要安怎？是这，书记有成爱珍惜，守志持志，战兢兢。真正诶，战兢兢诶，若有法成果也无，爱好啊珍惜，啊守志持志，好啊持守。好好啊，守持，战兢兢。因为若无失去的人吼，伊毋知影失去的宝贵啦；若无拥有的人，伊毋知影拥有的价值啦。啊，所以讲，既然咱有拥有啊，咱爱深入去知影讲，咱要拥有伫哪里？咱身在道场内底的立足之地，它是非常不简单的，所以要爱战兢兢。咱爱好啊珍惜，咱今仔日会当来坐上即一位，是我呢无简单的根基，我呢无共款的来历，所以讲坐伫即一位，毋好放肆，爱珍惜，爱庄严啦。安尼咱应该表现啥物款？
咱家己就知影啊。啊，所以讲，咱若是无知识，还是甲伊看做是形式的了，自然无好习惯是因为一改做一改，都是安尼嘛。啊，这有啥？句话吗？这也无啥话啊，无啥话就袂知识啦。若会知识的话，是甲伊当做像咧宝贝安尼。是宝的话吼，咱会好啊，怎去甲伊加以的一种守护，咱的态度会无同款。过去是，这老师咧讲三心术，咧讲三心啊，即摆开始用这个文字来甲咱做一个表达。过去之心随见是，伊个音法这是还是细啊吼？以往结识。疾病，就是讲过去的心吼，毋通阁老啊，随风而逝吧。过去就过去了，毋通较讲拢讲过去啊。一个人较讲拢讲过去，代表吼袂去进步啊。啊，咱嘛知影讲啊老啊，老啊。一个老人吼就无生机安尼，所以咱毋好表示咱老啊，咱毋好认咱老啊，咱毋好认老啊。肉体会当老，咱内心永远会当18岁，咱敢知影？这我甲咱讲过的话啊，所以咱爱记伙的话啊，毋通记人拢甲咱催眠说你老了，你不行了，你没办法了，你走不动了，你不要再这样了。伊即咱用催眠去啊，拢毋知影呢。咱的佛性哪有啥物老的？内心内底世界无迄个认老的啦。啊，若认老就无生机啊。我感受着讲吼，阮高雄的顺节啊，伊拢无咧认老，真正无咧认老的啊。即仔吼嘛是要伫大陆啊，所以无咧认老。就是吼做啊，免做安尼尔，爱搁家己老啊，不要去散播老这颗谣言。其实那是谣言。老师甲咱讲啊，肉体伊受限制，啊，毋过内心的精神吼，伊是无改啊，你怎知？伊是看咱要安怎就当安怎啊，咱若想要生活就生活，咱若想要认真咱就认真。咱即摆应该吼，拢叫咱的孙仔学习讲，我要像伊安尼，迄古锥，大家拢会教伊啦，毋好拢家己吼安尼。搞得老气横秋，你敢知影老过了就是病。一个认老的人会较够破病的。你看囡仔拢袂啥会破病，你破病嘛足紧好。啊，当然有时阵也毋是安尼啦吼。每一个人即个肉体拢是无共款的因的，毋过内心内底想法会当共款，就是讲我永远都要觉得自己很年轻，安尼才有生机，才可以进步，才可以进步。啊，所以讲吼，过就过啊，嘛较像吼，拢讲过去，因为讲迄根本拢是吼袂进步的话啦，啊，都是恩怨情仇，好嘛，互伊过去，歹嘛，互伊过去，顺嘛，互伊过去，逆嘛，互伊过去，伊拢总过去，就去倒转来啊，毋好去流浪过去，因为迄拢无作用的物件，啊，莫流浪过去，就是要安怎样呢？老师讲。过去吼，咱有一个意义，就是讲，互咱借为即个借定，就是讲过去的前期以前借为甲新草红江今日天，有咱过去的经验，只是开始讲，在每一天一开始的路程，我拢无爱搁想过去安尼做毋对去，无爱搁想过去安尼袂晓想，无爱搁想过去安尼搁想无清楚，无爱搁想过去安怎。是吼，即种意思尔。啊，今仔日咧行的骹步无，借着过去来提醒家己安尼尔。吼，安尼，所以今仔日开始即个命令最重要的。即个讲未来，世局天时日历，未来如何难测定。所以莫讲吼，我一看就知影，我想就知影，我安怎就知影无影。迄是咱家己咧替家己的，咱无遮尔老啊。因为咱要安怎变要安怎吼，掌握在上天的天时世局嘛日日变的。啊，人嘛无聊，人要安怎变，人要安怎做，人伊安怎改变，嘛毋是像咱想的安尼啦。咱若咧这搞，咱早就先佛菩萨啦，因为咱想就知影。
我聊就知影，我看就知影，无这拢咧害咱家己的啊。拄则老师一定有讲过啊，迄咱家己的设想的啊，无影是安尼啊。未来要安怎样无想，我就通去评的啊，没有谁可以去测评。只有一个原则，就是讲未来的家己迄个号是己心者，看咱今仔日安怎想，咱家己的心念上重要。咱去评论外口的物件，永求多把烦恼尽。也是讲，这其实是一个随顺自然的啊。一个人修持到尾啊，智慧若咧开启的时阵吼，伊会慢慢进入一种最自然的化境，就是没有强求，一切顺其自然。啊，毋过吼，是对了的顺其自然哦，是做积极的，是有道的顺其自然。因为看会清楚因的，因为伊无要搁家己伫遐制造烦恼，因为免伫遐强求啊，一切拢是有因缘啊。相见未来非不可，富贵功名燕当轻。老师拢一针见的，就是讲着咱的心地啊。咧想未来嘛袂要紧，啊，但是人较讲拢讲事业啦，较讲拢讲以后会安怎样啊？以后阮这囝、阮这孙、阮咧，也是我家己嘛去想这物件。功名富贵在你世间，用得好，有得好，迄是咱的重点，迄是咱的重点。这较重的，莫讲吼出嘴合嘴，三五成群，要讲拢是啥物件，拢是功名，拢是富贵。真正的功名甲富贵是在天的，咱应该着重在这个地方才对。老师甲咱讲一个原则啦，以德为重，天必佑。咱的每一个心念，每一个知识动念，每一个重点，啊，德放伫第一位，安尼就对了。以德为重，天必佑。性欲充满还一切，为虾米？因为性它是咱的根啊，还伊是枝叶嘛。咱拢知影讲咱爱顾根啊，啊若顾根是重道啊。啊若你伫即个凡事吼，最用心的其实是重我啦。重我的话吼，这枝叶都水的，但是是无根的啊。无根的这个倒袂水偌久啊。啊，咱若是有根的，咱只要甲根顾好就好啦，枝叶。根底之美，容之之，也是事业，也是事业。再谈列曲事相念，心无执着，空不空。因为知影过去咱着三心，啊，说落来咱个着即个事相，啊，所以老师才甲咱讲，咱爱着扣即个事相，在内心内底毋通执着。虽然是空，啊，毋过不空。因为咧用，所以不空嘛。啊，用了后就记得静啊，所以才空嘛。所以是空不空的啦嘛。这个法门用的就是安尼。为师大道早是逆定其心，爱恭敬。咱还有一点吼，以德为公的心。公心呢，若无德吼，心就会公。有德了，其心就会恭敬。无偏精成力，因地善果必自生。咱若会当起心恭敬，无私无偏，咱迄个因地内底的善果，伊就会生发出来哦。一个做公心的人，伊的德性是足有的。这是啊，到底要安怎讲？老师内底会分析吼。自我意识，自爱出坏先点。他有家己的存在啦，把自己放下吧，因为菩萨无我想的啊。自我意识是害人的，拄则老师就讲过啦，所以咱以后切切实实，把家己缩小。这是咱有内心的意见的，若无意见，就是家己缩小的，会越来越放大，越来越放大吼。啊，所以爱关心点，甲每一个人吼，拢当做最重要、最重要。啊，甲家己贬低到不行，贬低到都看不见，哎呀呢。
迄着你一时间无法度家分清的，你内底每一句话拢有足深的含义。我尊必比难六将，孤立对敌必泽凶。就是讲，有个人有一种你的根是个自我优越感，因为伊敢会相信家己，就去相信别人，因为伊感觉就是讲伊讲的上对，伊想的上对，伊的看法上对。即种人其实拢感觉伊做毋对，家己拢毋知，伊感觉家己做尊贵的，别人拢无啥货。这种的我都服众，人家会离他很远离得远远的，歹去六将。孤立的对敌，伊会做为着较无好的就对啦，较无好的。这若伊社会来甲讲，咱看得出来，这种人就是骄傲。他在道场上的话，就是讲会无人和啦，得不到人和，也听不到真心话老师讲，这个叫偶像这个偶像爱除掉。因为体育教育、优美慢、直接宗旨、政治家不同。咱若是讲救别人，就无家己的存在敢是安尼咧？就是以别人为主嘛。咱即马就是普度三者，咱的内心敢有别人，也无家己。若咱就是听顺众心，别人伊要安怎就顺利。咱若想讲你讲安怎对，要安顺利，对伊你讲顺利，伊毋对伊哪会顺利？安尼伊才有对的一天，慢慢咱才会当家己安尼以顺顺善诱啦。伊若毋对就指责，毋对就指责，伊无可能会听你的话一天。你想要伊听你的话，你着爱先顺利，爱做顺利的。人有家己的存在，这叫做救啦。是安尼，内底有足侪志向。因为大家人的神经其实是无共款的啦，毋是人拢爱像咱想的、像咱讲的。照咱安尼去做，人是安尼嘛无法度，嘛无法度呀吼。所以在日常内底咱看清楚，天上天机无边界，世无上法度完美。这无上的法门内底就是无家己的存在，无理想的存在，无我上人上众生上寿者上，安尼才会当真正救人的。我家己的嘛，真正是救人安尼救。有孝无分夫就会天生奇才必有用。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做教的所在，只要愿意教的所在就好啦。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的缺点，莫去看伊的缺点，缺点咱就爱家己修家己改。咱无法度帮忙人修缺点，嘛无法度替人改缺点，家己修家己的缺点，家己改家己的缺点就好啦。麻烦恼别人甲遮尔济。每一个人拢会当安尼想世界走着大道，因为人就想要管别人，莫管家己。看着别人的小缺点，无看着家己的大毛病，这真正是一个吼，人甲人内底就是是非的原因啦。所以讲，老师在甲咱讲，逐个人吼拢有伊做教的所在，看遐天生奇才必有用。我其上天赐好，这是讲受者上修缘结髓闹烦恼。毋通误的祈求上天哦，互咱做一福报的啦，互咱食到饱饿，互咱食到气恼烦恼。咱拢知影讲吼，其实食愈老愈艰苦的，对毋？自然就好啦。老师到尾来讲啊，这老师讲的是我讲的哦。既是苦海怎灭落？恶习以下无乱用。老师讲的啊，你求迄个要做啥？啥既然就是苦海，哪有啥物找着快乐的所在咧？你问讲一个人，伊着做讨厌谈的，啊，拢去困住迄个上低的所在，因为遐着上湿上淡啊。咱着一个人讲，我拢无爱水，我无水，我无水，啊，逐工拢看一罐酒啊，拢伫遐灌酒啊，讲我上讨厌手水，我上无爱手水，众生颠倒就是安尼。烦恼别人袂生，我家己吼对着地较袂要紧诶，其实安尼是毋对诶啊。咱逐个拢茫对了安尼才对，啊要互别人莫对，咱家己着爱先求起来啊，是安尼啊。所以有时阵你想对去啊，咱拢毋知影。老师才用即个比喻呢，毋通家己做讨厌淡诶，啊你困住着上淡诶所在，困住着上容易淡诶所在，咱着要超凡一些，咱着要搁来理体。对世间有啥物流乱的？叫耶稣，叫圣母啦，叫菩萨啦，使咱做一个
伫即个世间才有啥物好诶？真正是安尼吼，会晓想诶人是安尼尔。老师尾啊，才做一个足水诶叫做安心立定得自在，家家己诶心修持又好，好安乐来顺其自然，然后上天自然有上天诶个生死由天啊。点时走就点时走，内心内底吼拢无求诶啦，拢自然诶啦。迄种诶，才是真正叫做自在啊。咱若有求，就咧无自在，我要来求看卖啦，敢是安尼吼。啊，若是生死诶代志吼，啊，伫应该做诶、应该吃、应该顾诶，顾好就好啦。点是要走吼，拢顺其自然，莫搁伫遐受正上。迄是讲人讲吼，有偌济财产，偌济财产就毋甘走啊，拥有愈济愈有甘走，我想要活愈久，敢是安尼咧吼。以由随还，请把混混当天天。即句话是老师的结束啦，所以讲伫即句话内底，互我嘛去想着一个重点，讲话有要想要伤烦呐。听讲话人伤烦，简单就好啦。老师讲话讲好，啊，真正这词嘛写了伤侪字啊吼，一个西方家己还咧甲你示范呢。但是有一个重点，混文就是做咱行为的一个路径，所以咱要背起来。因为咱若甲混文记开啊无，伫咱日常的生活内底就较袂偏差字啊。偏差字咱嘛较会回头，讲迄咱老师当时咧讲的，老师是讲安尼，讲安尼，讲安尼。这内底拢有老师来咱做一个引导，真理的引导。啊，若是无背的吼，真正我甲咱讲一个事实，咱拢互咱的意念咧害。心意性吼，甲咱教安怎教安怎，所以形成了咱有现济有诶原因，现济吼复杂，现济无规矩，有诶无其实拢是安尼筛选出来吼。互我倒去到遮，互我嘛是足烦诶啦吼，讲甲遮尔济话，超过5分钟足歹势。以后若有机会再听咱5分钟啦吼，祝咱身体健康，长丰面万事如意。大众起立。感谢讲师慈悲全道公坤道公，我们再一次热烈谢谢我们讲师慈悲。好，我们现在示范时间啊，大家先坐下哈。咱好势才有重点迄个，咱若要讲加变动啊吼，来咱好势才登记。咱工作人员，我们先坐下，等工作人员来帮我们发便当哈。不要急哈。互众生做模范尔，咱得搁互鬼神做模范。安尼毋甲真正人讲道高天好福，德中鬼神钦，对毋对？安尼若人，你人咧看，无诶你就看袂到啊，无诶当中有鬼神咧看。所以咱今日为什么是空性灵，叫人爱慎独的功夫，慎独的功夫，慎独的功夫，毋是干那我伫表面上，我讲我的道理讲甲偌好，我的安怎讲甲偌好，迄个道理好，互较啥人捌咧讲哦，迄教授咧讲道理讲袂好，但是迄名额啊吼，迄名额看讲道理，足好讲。对无？我朋友来伊个啦，钱伫你个底下来，我才了无讲价讲，下第8倍哦，你钱毋摕出来咧。就是，所以就你做老讲。无咱即摆来讲有迄个什么电台讲安尼骗人偌济钱对毋对？所以咱今日道理当然好事，会当教化兄弟姊妹啦，毋是讲道理好诶毋好啦，道理好诶会当教化兄弟姊妹。但是呢，咱今日上介重要的，咱真正实践，较实际做法，这足重要。所以讲就怎啊，修行嘛。所以毋是干那了人做榜样，爱搁互鬼神做模范。安尼希望咱注意今仔日啊
咱若在做，听互较讲安尼，啊，咱逐个拢会当来照安尼做。既然是要到600岁，要到600岁，咱已经成就600菩萨了。世尊过去讲伊成就500菩萨，我们今天超过了哦。咱若大家真正将即句话记咧，咱是要不只是互人做模范，嘛要互鬼神做模范的伙。那安尼咱大家行事行事啦，毋是行事，毋是俩要歪了啦哦。行事就讲咱做代志，就会珍惜咱家己。哦，所以伫即个当中，咱搁加注爱哪？哦，互较嘛是搁讲到咱啊，咱来哪爱感恩、感恩。咱老先拢甲咱讲，咱有学感恩无？有学做人无？做人做袂好，免怎做佛，免怎做菩萨。人都无资格啊，免怎做佛甲菩萨。只是来讲的一句足简单的话，但是咱要做甲会到，这嘛相当真正有困难啦吼。毋是讲互较做到啊啦吼，就是讲大家互相用力、共同来勉励。因为即款物件是咱真正爱伫即个修行的过程，咱真正爱去实践的工课。所以吼，咱爱真正爱学习，学习啊，学习做人。也是做人哦，做人咱较早拢捌听过啦。做人讲人歹做，做人难做啊，做人难安尼吼，个这难做人吼，所以人歹做。人若做袂好，迄个就是圣，就是佛菩萨，所以希望讲咱各位同修善言。咱真正会当以伫即个当中，咱今日修学道的当中，咱真正落实修学道的即个标准，安尼即个标准，毋是讲干那讲我著今日挂即个名，安尼，咱落实偌济，咱就是得偌济。所以尤其呢，现在即个社会，在业频频，灾难足济。那么呢，这个灾业、灾难遮尔济，目的就是要警惕世间的众生。但是世间的众生无耻袂卖，袂晓人反应，袂晓反应。唯阁是，人讲互知互觉，阁有不知不觉，安尼今诸位前人大德，拢是先知先觉。那么既然甲是先知先觉，咱必须爱以先觉遮自己。但是听好哦，毋是叫你控歌哦，以先觉遮自己。先觉遮自己人我今日若无来觉互觉，下我有上，下我有上，这就是责任，这是责任所以现在这个灾难遮大，敢若像河北进前2-3礼拜前，有去山东，甲去福建，有碰到一寡遮个朋友，河北遮咧甲因做一个参考啦，提供互因做参考。我讲咱中国自有历史以来。伏羲、神农、黄帝、萧何、颛顼、帝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历史以来，后人讲7000多年，后人讲8000多年，后人讲6000多年，不管几年拢好。但是呢，将来咱中国的文化毋捌展现伫世界，互大家看。那么，因为我有甲因讲，咱大家拢讲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互较以前是安尼想，这是互我家想的啦拢想讲咱讲20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那安尼呢可能要到2030年，差不多30档，才真正会当咱中国展现伫世界，
即个道德文化会当互人看，互人发现，但是毋知影讲时代遮尔啊紧迫，时间遮尔啊紧，伫2008年，咱中国举办即个奥运，自中国嘛伊讲共产党，嘛伊讲国民党，自共产党甲国民党安尼。即摆将近18年嘛18年当中，咱中国将来毋捌将咱中国文化展现伫世界，所以伫即个08年奥运的开幕式，咱台伫电视拢有看开幕式，将着咱中国孔子的思想甲文化展现伫即个开幕式。互世界所有的人拢知影，尤其呢，将着孔子的思想文化以及伊的四圣十帖、72言、3000弟子、礼乐写意诗书乐艺展现伫迄个开幕式。其实去讲起来，咱虽然世界有5个圣人，有无世界有5个圣人嘛，有5个圣人，咱中国人个，但是呢，真正展现伫世界即个运动会开幕式，互人看到的，互人感受到的，唯独现在咱中国空前啦所以未有将即个合作的是呢耶稣。即个伊的迄个文化甲思想精神展现伫世界开幕式，嘛无将着穆罕默德伊的即个思想甲文化甲精神展现伫世界即个奥运的开幕式，也无将着世尊伊的精神甲文化甲思想展现伫世界的即个奥运的开幕式，只有中国，所以这也会讲应。儒教复兴，所以伫30年前，胡克有去参加咱何老先人，当时伫即个新加坡去开放，有一班叫做白洋盛会、白洋盛会，3日的法会。那么这3日法会呢，咱师尊献身，伫一个囡仔的身躯。迄个祖囡仔，迄个天才囡仔叫妙文，可能袂捌袂毋捌啦妙文，就成个献身迄3日的当中，不只是推文指示以外，佮为即个南极仙翁，一条麻花鹿甲一个花篮，迄咱去北相片咱佮看嘛迄阵互较影片足济，拢翕相，去用相纸翕的，迄阵咱一张拢，伫几十年前一张拢1000外箍，所以迄张相片内底有一首诗，迄首诗就是写讲：孔明圣道万国遍，儒教复兴万东宁。安尼啦孔明圣道万国遍。那当时迄阵胡克去参与即个。白洋盛会，实在迄阵胡克心内嘛真惊吓伫国外开遐大班2-3班的，佮迄阵呢，国外的即个做规模嘛足大，因为其他的宗教，咱袂讲啥物教啦有其他的宗教，用迄个宣传单啦，是迄个。咱报纸业的遐做啥物？海报安尼甲庙林啦迄庙啦，是公共所在，拢下足济，写讲台湾一贯道死灰复燃，即摆家伫咱东南亚，伫新加坡骗财骗色，拢裸体礼拜，裸体听就是讲忝啥忝互去拜啦裸体礼拜。也讲着爱国4代升天，安尼啦安尼诽谤有够严重的就对啦，所以现时互我嘛安尼想，咱
咱头前迄阵啊嘛，孔令圣道还未申请的啦，还未申请。敢讲国外要以孔令圣道申请安尼个，啊，所以迄个时阵呢，师尊第一首诗是讲孔令圣道万国险，儒教复兴大当元。那么当然，咱各位同修啦吼，会知影会毋知啦会知会毋知，安怎会知会毋知？因为伫咱中国早期传道，迄阵咱师尊在世传的道是源由孔令圣道胜利真传。咱迄阵是安尼哦，第四条台湾内底源由孔令圣道胜利真传。迄是甲因为尾啊，咱大陆乱的时阵。国伊要为着避免嘛，迄讲出题，所以国人的这个就无共。你是讲玉山宝公迄个缘由玉山宝公圣道胜利真传。像咱就讲缘由法律大道胜利真传，咱就华医安尼啦吼。为着讲缘由心理做的时阵天祥大道胜利真传，每一个组面为着要避免贪恋方出题，所以分讲什么哪会什么哪会，所以今仔日咱这个孔明圣道是咱当时老师传道的时阵，就是伊讲的，咱今传的嘛是真正儒家的。胜利真传，所以叫做孔孟圣道，安尼啦吼。这个孔孟圣道，迄个时阵我嘛在想，孔孟圣道要办国片，敢有可能？咱昨有去参加这个做孝亲活动感恩活动啦有登记的80个国家，算咧有真正。申请迄个所在合法的15个国家，15个就是讲申请合法来讲亲像讲咱迄个做泰国有申請1貫的總會，迄個做15個國家。像菲律賓就無算啦，菲律賓也未申請，即擺咱咧籌備，像講馬來有申請1貫的總會，有申請1貫的總會，即擺現在有15個國家。伫迄個所在，雖然有咧傳道有申請合法，但是無依貫到總會名稱，聽好有80個呀，80個，就像咱馬來有依貫到總會啊，咱馬來的迄個是啥？咱馬來做孔孟中道院，安尼啦，咱了后做中道院，马来中道院因孔孟人合呀，所以咱就在讲孔孟，所以咱就中道院。你像泰国有依貫到總會，但是咱了後孔孟中道院，因泰國咱早用，咱早學，人還未學的，咱會使學。所以因此有。伫迄個國家註冊，無成立總會有註冊，就是講因國家承認的有80個，但是呢，若以互我聽啦是講無註冊8萬，安尼若安尼講起來，聯合國幾個我毋知啦聯合國幾個我毋知。相信讲差不多1半有啊啦所以若安尼真正孔孟聖道萬國片，儒教復興大當年，儒教復興所以即擺大陸真正咧推行儒教的即個應運，即個應運呢，就對昨開始，你敢知影對昨開始？因为咱白水老人、韓老先人，
伊集迄本《百孝经》，别好听。别孝经是经过9年的时间，伫19个国家，先佛伫不同的国家培训，所有伊的论文先佛拢谈交代。恁爱将这论文回报台湾，这个做是呢光会的这个课堂，所以因拢回报转去。这19年所有每一个先佛伫无同的国家、无同讲的道理、无同的文化，将这百孝经安尼写伫迄个内底，所以甲前几年圆满呢，韩老前人甲将迄个是呢，这个陈大姑啦，韩老前人过讲，陈大姑甲将这百孝经结做伙一本书，其实迄本书含互较看到个头一个图样个大，安怎？迄内底不只是分文扼要，不只是分文扼要，真正内底内容讲的物件，咱真正学问太浅，咱真正毋捌讲大家咧讲什么物件，迄若无解说，我们不懂。真正咧，我毋是讲咱，互较家己感觉讲惭愧，咱家己咧看遐咱就有困。那么因为呢，咱韩老前人伊讲，师尊师母是山东人，所以才爱搁倒转去山东，所以因此交代伊的后生韩万年，即摆就是咱的一贯道荣誉理事长。交代韩万年把这孔孟要把这百孝经扎去山东，山东伊是去接触到自然史的这政府官员，自然史的政府官员，咱接到头讲好，到尾就是讲要因遐要印爱有合法，所以影响伊的。顶元清时造成足大麻烦，所以迄个时阵呢，一度真紧强要放弃，但是咱台湾真侪前辈者感到协助，所以到尾啊甲向伊的中央申请，因中央准了后，甲伊讲因咱遮的百孝经是咱的繁体字，即摆因遐来改简体字，无人看无。所以经过了韩老先生囝同意讲，互伊改做简体字，这个版权毋是咱的，就属于大陆的版权啦互大陆就是山东省自然史的版权，因为因无是人印，所以咱台湾赞助8万本。8万本要对因自然开始培养、读经开始培养读经开始，所以因迄一日呢，就安尼为着赶印，甲因要早偌济来，我毋知迄一日就讲因爱坐高铁派100公斤的册，所以伫迄个时阵，咱迄个做理事长讲，遐老几个较少阵的人家斗搬，所以迄个时阵呢，都拢李建书拢老个啦，可能讲起来讲也算少年咧，我有老无，我已经老啊。李建书都随讲，你我想做嚟讲，房间你较少年，讲房间你老有些等因来那个斗搬，无真正有影啦所以伫个当中呢，咱伫个即个。天道应运，儒家应运时间到，所以今仔日对百孝经开始，伊即摆要推行读经，所以对这个山东自然，因为咱韩老前人伊感受讲，咱的这个大道呢，对老祖师甲师父师母，就是对山东自然传来。这嘛是咱应该要报恩感恩的地方，
安尼啦吼，甚至以后可能咱嘛爱投赞助应征哦，应啦吼，因为因遐无钱啊，需要咱遮来赞助啊，嘛为着要推广，互人讲你来读经免钱，所以因为安尼吼，可能后日会对读经开始，所以遮呢，互较嘛，伫遮甲咱报告遮个代志，互咱大家了解。今仔日天道普渡因缘已经到，咱嘛应该讲对遐来，搁对遐倒转去，咱莫讲老水还潮咱即马讲袂使讲咱倒遮讲无要紧，咱即马讲珍珠倒光亮，珍珠倒光亮啊，珍珠梁有个珠啊，放下去就是了。规个对正门的珍珠的梁嘛，珍珠梁嘛，对顶悬放着，伊要放去对落去，对下底去，所以咱即马要光倒转去啦，所以即嘛是天意啦，尤其呢，这甲咱做义报啦，做义报嘛，9月2日因山东。要推行自控世界华人、世界华人戒控大典，戒控大典啦因为旧年迄个好朋友孔明有讲按10个咧花啦，10个啦，伊讲你开机票来教伊就好啦，出咧大个只拢因山东省迄个孔庙委员会开啦。甚至带因去佚佗啦，因讲即摆咱老婆奶奶迄个观音堂，咱大拢知影有一个老婆奶奶有无？老姑奶奶，咱老祖师得道了后，孙孙迄个做16代祖师下日死，无迄个做老16代祖师，甲咱老祖师讲，你转去观音堂住，转去观音堂，咱转去伊个小庙嘛，路中节，观音堂，所以咱有咧讲道即个道盘天命，老年交互即个做12年交互咱姑奶奶，姑奶奶观世音菩萨来转世，观世音菩萨来转世，所以伊若带着观音庙，安尼就对啦。所以咱道场的文化，济公老师应该是负责三座普渡的大名师，带领观世音菩萨的右边，就是因为姑奶奶就是观世音菩萨来转世，所以伊讲道12年，讲道12年，所以因为安尼的关系，所以南海部分烧香佛号嘛伫咱师尊的头前，甚至咱的佛像的排列嘛伫大面，这个原因。我听讲嘛，甲我讲迄间观音庙，阮知影讲你们一般到回来都会去观摩那个观音庙现在给你们整理的好漂亮甚至我讲最大的问题就是厕所，伊讲厕所跟你们台湾差不多无咱若去到大陆迄连锁拢唔干净我听当初你讲伊昨天去到地方才用吐的，无去刚才头就是吐安尼所以。我讲，最主要阮一贯道拢会来遮看即间观音庙厕所你毋通无改进的，无改进，后日无人敢来呢。伊讲哇，厕所改进了偌好势，我无去看着我毋知啦偌好势，后日有机会咱来看。无个伊有安尼讲啦讲当时我是无按说讲甲咱大家宣布啦，我是按说讲就我甲讲你交20个名遐花就好啦。20个名额啦，安尼啦因为9月2日还佫久咧嘛所以你若有想要去的有想要去，登记甲我讲甲我讲啦若巧合我就赶紧甲讲我才爱偌济人安尼看会当要就像这边的这个奇峰鲁印两岸情的这个表演也会到头仔讲留一个贵宾设计花啦，我去咱宝光建的，就伫遐讲到尾所以大家伤济要去啦，
啊，现在买去我一寡票，搁分互人，我分无够啊，啊分无够无要紧啊吼。我讲吼，你看会当甲我留35个贵宾席的啦，甲咱留35个啦，安尼啦。啊，伊讲无法度啦，35个无法度，所以甲咱留13位贵宾席啦。哦，安尼啦吼。啊，所以即就是讲，若有买，咱就用早登记。啊，你甲恁讲伊点仔就报告，啊，若无吼，经理你点仔是同意啊？吼。啊，若无就是安怎爱报告互我的秘书文芳吼，啊登记，哦，啊若有机会咱也要来，无过咱现身寒，无寒我毋知啦吼。若足寒，咱可能买上起来，咱就出去寒。所以上前排迄讲零下40几度，我就甲你开袂到，零下40几度我就毋敢去啊你吼。啊，所以即款的情形呢，哦，咱希望讲啊，这嘛是咱以后未来应该，哦，应该。来的是呢，弘扬咱师尊师母的这个心法，啊嘛一方面把咱过去孔圣人儒家的思想精神文化来甲发扬光大吼。啊，今仔日呢，啊，互我记者甲咱大家祝福，啊，非常的恭喜，啊，希望讲咱呢，啊，经过这个讲师甲咱自美国的道理以外，咱应该转去，爱搁家己用心来想啦哈。我头拄讲过，讲的无的确是伊的心的话啦哈，因为心甲嘴袂当讲足标准的统一啦，意志啦。像我有当时我要讲的话，啊心想的啊嘴讲的煞无共呢。哦，毋是口是心非哦，了解无？哦，是因为表达的能力会不好，所以过去的祖父才甲咱讲，都无伫言语文字的内底，倒不在言语文字里头。哦，啊，所以祝咱大家道路方便，今年的道路爱大家搁更加打拼。更加努力，使我咱的道务，吼，每一个单位、每一个点文书领导的这个单位道务，会当更加方便，祝咱大家身体健康，啊，一切顺利，啊，谢谢。大众执行。感谢前人慈悲全道鞠躬，坤道鞠躬。我们再热烈掌声，谢谢我们前人的慈悲。B 班，先 B 班。无听。B 班，中华民国99年度青上人才在教育班班员成，感谢无极老母慈悲全道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感谢前人慈悲鞠躬，感谢各位点华师慈悲鞠躬，感谢各位讲师慈悲鞠躬，坤道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感谢前人慈悲鞠躬。感谢各位点华师慈悲鞠躬，感谢各位讲师慈悲鞠躬。
拳道鞠躬，坤道鞠躬。持架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持架全人鞠躬，持架可以有还是送架可以有还是鞠躬，坤道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持架全人鞠躬，送架可以有还是鞠躬。好了。那后学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跟以往推动读经所讲的重点有所不同。后学此次希望跟大家分享的是胎教和早教的部分。王老师的教育智慧学其实是以客观真理化的原则对教育的哲学的表述，同时也是对我们人性的根源的现实的反省。我们要怎样做教育才合于人性？所以他的理论，他这个理论所阐释的道理，包含着人性的全幅，也涵盖了人性的从出生到长大人生的全过程。诚然，每一个过程都有其不可替代的时机，但是纵观人性的全幅，一个人能够有超强的理解、思考、逻辑、思辨的能力，同时又有超强的感受、体会、领悟的能力，那么我们称为这样的人才是一个完整的人。因为人与生俱来的向外的这种探索的能力，势必需要他发达的脑神经，运用思考、运用逻辑去了解外在的世界。而一个人内在的德性的生命的自主，必然会有一种希望自己无限的提升、境界扩充、
人格成长的、向内的这样的一种生命成长的需要，我们称之为德性的需要、生命成长的学问。而前者我们称之为对外在世界的了解，我们称之为知识的学问。因为人与生俱来具备这两个面向，所以一个生命要想它完整，一定是这两面兼具。因为一个只有聪明的脑神经、有思考、有逻辑、有思辨能力的人，如果没有感受力和体会的能力，他可能就陷于所知的障碍中。可是如果一个人只有感受力，但是却没有清晰的思考力，那么也很难有高超的见识。这两种能力不可以分开来看，它全然在一个生命体中互起作用，随时随地，并不是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只需要逻辑，也并不是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只需要感受。其实我们面对外在的世界，我们内在的生命，每时每刻都有感受，都有思考。感受与思考是相互作用。所以我们通俗一点讲，就是一个生命它可以拥有爱因斯坦的头脑，也同时可以拥有孔子、孟子乃至于圣贤的心灵。我们的孩子他一出生，应该说这两种能力都与生俱来，而这两种能力又可以协助开发。只要你不去障碍他，给予适当的环境，其实除了人先天的遗传，我们依然可以在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来到我们的身体里，乃至于孕育出来，在养育他的过程中，我们还是可以协助他开发他。这叫参赞天地的化育。它本来就有是生命的特质，而我们协助可以开发，而且它拥有可以开发的可能，且拥有不断被开发的更高更好的这样的可能，我们就不能辜负它，我们就不能够错失它与我们相遇的这份姻缘。所以后学今天来这里，我想我暂且不用这种科学论据式的实证式的方式来跟大家讲述这件事。我们暂且以我个人的经验和我实际孕育读经宝宝的体会，还有真实的读经宝宝的案例，来让大家了解一个真相，就是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可以飞翔。有些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惯性的适应，当我们自己爬行太久的时候，我们便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人可以飞翔。所以今天我在这里不但要讲这个道理，要讲我的做法，同时也要大家真切地看到这样的孩子。而这个道理它是具有普遍性的，这种方法是人人可学、人人可用的，
而这样的孩子，其实是每个家庭都可以培育出来的。我们当然承认，每一个生命来到我们身边，它原始的分数会有不同。我能用分数来比喻，其实还是就着我们现在的惯性。应该说，它原有的特质各有差别，无所谓高低，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我们相信每个生命在来的时候确有差别，但是他们没有差别的是，他们都可以共同的去协助他们开发，他们都有共同的可以被开发的这样的可能，而且他们都共同拥有着最好的时机。假若人有前生，即便人真的有前生，前生你可以改变吗？但是我认为可以，因为如果你是母亲，她来到你的母腹中，你跟她同情共感，此刻既是她的前生，在出生之前这10个月，一个单细胞可以发展成这样的一个孩子，可见人类经过多少年的进化，才能够有如此强大的这种生机。此时就是他的前生，即便他还有前生，当下的这10个月，我们可以做太多的事情。跟随老师大约6、7年的时候，我们深知老师所揭示的这个道理，教育的时机最重要。而人类与生俱来的这2种能力，一曰德性，二曰知性。德性靠感受，能感受，可感受，可领悟，可体会。知性可思考，可探索，它是靠分析，它是透由分析的了解。所以这种知性的能力和德性的能力，当我们了解它不同的面向和不同的进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要如何开发它。以目前科学所证成的提供依据的这些报告中，我们可以知道，想要一个孩子他具有超强的思考的能力，他一定要有发达的脑神经。所谓健体在先，才有发用。脑神经如何发达呢？全脑开发的多元智能理论已经提供出依据，也就是你透由丰富的信息，在孩子最小的年龄0岁乃至于3岁以前、6岁以前，给他丰富的刺激，他的脑神经细胞的总量就会增加，树突的数量就会增加，树突连接的神经元就会增加。神经元越丰富，运用思考的能力越强。神经元如果很小很少，就好像一台电脑，它的原始配置是286，你用什么好的软件也很难驱动。
可是他的神经元丰富，脑的高速的这种网络发达，就好像高速公路网一样。你高速公路网建造的越丰富越发达，我们跑什么车子都不会塞车。如果你没有这种高速的公路网，即使宝马、奔驰，在普通的乡间小路上也难以快速的行驶。所以这个脑神经发达，它运用思考的能力就强，它可以见什么学什么，学什么会什么。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就要思考，我们要给他丰富的讯息刺激。可是怎么刺激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分清本末先后了。请问一个生命，它的主体跟客观的世界所连接的管道是哪些管道？眼、耳、鼻、舌、身。我们透有哪些管道开发？请问是鼻舌这个管道比较先在呢，还是耳朵这个管道比较先在呢？耳朵。所以我们肯定要先给他听，因为鼻舌要孩子生出来之后，我们才有外在的环境的气味要他来感受。可是一个孩子在肚子里的时候，我们说现在的科学已经实证的，就是他3、4个月就要发展他的听觉神经，到了5、6个月就可以发育的相当的完整。所以他在妈妈的腹中就已经有了听觉的能力。我们是不是这个时候就要给他刺激呢？既然他已经有了，我们越早越好。当然在这里我还要讲，科学实证出来的是耳朵最先在。大家想一想，有没有比耳朵更先在的管道？有没有？没有科学研究表明大脑此时有没有作用。没有科学表明在听觉神经没有发育之前，胎儿靠什么来与外界接触。没有科学证明他虽然在羊水中，他的身体也有接触，是不是这个时候婴儿可以有丰富的感受？通通没有科学证明。但是我想问，当那个胚胎进入母体的时候，当一个细胞开始不断的分裂成长的时候，当我们清晰的可以从这个母胎监护检测仪器里面听到那通通通通的胎音的时候，请问这个孩子在我们的腹中有没有感受？请问一个母亲喜悦，她有没有感受？一个母亲焦虑，她有没有感受？可见不止听觉最先在，听觉先在是科学可以实证，因为看得见嘛。眼、耳、鼻、舌、身后面还有一个意啊。其实它来到我们生命中的那一刻，它就已经有它的存在了，它一定会有它的感受，只是我们无法用现在的科学在实证的角度把它提出这种所谓的研究报告。但是每一个母亲都知道，
心情愉快的时候，他似乎在里面唱歌哦，而且很自在哦。当你特别焦虑的时候，他会发出剧烈的不安的动作，让你知道哦。2个月可以，3个月也可以哦。而听觉的发育，可是从3、4个月才刚刚开始啊。所以这个孩子，请问他与外界有没有管道接触？有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就可以给他教育，就可以传递给他丰富的信息。母亲跟他的心意相通的交流是一种信息，透由母亲的耳朵听到的是一种信息，透由母亲的眼睛看到的还是一种信息，透由我们生活环境中有音乐的声音，有经典的声音，他隔着羊水，他依然可以听得到，除了母亲的心跳之外，还有别样的声音，对不对？所以，怎么样去丰富的信息刺激，这是一个关键。但是，你让孩子听100种噪音，也是丰富的讯息刺激啊，对不对啊？听100种虫鸣鸟叫天籁的声音，也是信息的刺激啊，对不对？听丰富的人文经典的声音，优雅的音乐的声音，也是丰富的信息刺激啊。信息虽然丰富，但是内容如何，就直接会影响他的性情，他的感受，是不是这样呢？所以我们既要知道有丰富的信息，最早的透过他可能的管道给予他刺激，同时也要知道用什么样的内容才能够既开发他的脑神经，又熏陶他的性情。所以我们要选择经典之作。为什么我们要看经典的图画？为什么我们要听经典的音乐？如果我们承认人类的文明有价值，我们就应该承认千百年来所流传下来的经典就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所以古典音乐有没有价值？天籁的声音有没有价值？穿越时空的这些艺术品有没有价值？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们知道慈济的团体是不是唱歌啊？我们刚刚开会之前是不是在唱歌啊？是不是？请问是讲一个道理比较能够打动你，还是一个音乐比较容易打动你？基督教要唱赞美诗啊，它要透由音乐来打通人与上帝沟通的管道和桥梁啊。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诗书礼乐易春秋，乐经是非常重要的，诗教也是非常重要的。儒家有乐教，佛家有梵呗啊。音乐，它对于一个人的感受力，对于一个人生命的这种内在的智慧的能量的兴发，它是有特别的作用的。所以听什么内容是不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刚才讲有丰富的讯息很重要，但是什么样内容的讯息更重要？时机是越早越好，时机又是顶顶重要。这3件事情搞清楚了，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孩子培养好了呢？我坚信如此。所以在开始推广读经胎教2、3年以后，
我本以为讲这个道理，大家会依理而行，但是虽然有人按照这个道理做，但是没有办法很认真的做，因为他们在做的过程中是看不到效果的。当你做的过程中看不到效果，很多人对道理不能够非常深刻的体认的时候，那他在做的过程中就会慢慢的有所变化啊，做的越来越少啊。那你做的越少，他没有吸收，没有刺激了，那他将来这个孩子慢慢长大，自然就没有表现，没有表现，父母亲觉得没有作用。所以通常讲读经胎教，多是一些听一听音乐就好了，听一听经典就好了。你说他听呢，可能有的时候想起来就播放，有的时候呢关掉就忘记打开，再想起来的时候已经是1个月以后，甚至3个月以后了。那么我跟我先生在07年的时候，我们就商量，我们希望自己孕育一个读经宝宝，希望有这样的孩子出现，能够让大家相信这个道理是具有普遍性的。那我的先生呢，他自称是我的粉丝，所以我说要怎么做呢？哇，那他是坚决的执行啊！我说我需要同时3种声音，一种音乐的声音作为旋律背景，在我的生活中24小时不停；一种中文的声音，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放进去；还有一种是外文的声音，我们把德文、英文、法文、希伯来文、拉丁文和古希腊文6种语言放进去。这3种声音同时播放。哦，我先生说，那我们的孩子会不会疯掉啊？我说，只要你不会疯掉，孩子就不会疯掉啊。然后我先生适应了1个星期以后就没事了。后来跟我说，如果没有这3种声音，他就睡不着觉。因为这3种声音是丰富的讯息刺激啊，而这3种声音，音乐是经典的音乐，一定会陶冶他的性情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是中国几千年传承的经典，最有智慧的书。因为我们知道胎儿是有记忆能力的，胎儿是有感受能力的，胎儿也是有他自己的体会理解力的，只是我们无法进入到他的世界，不了解他是怎样的理解，怎样的记忆。那有人就问我，为什么要在外文这一部分放上这么多的内容呢？因为世界上所有的文明，最具智慧性和代表性的，中国产生了儒家和道家。西方有3大传统，有古希腊的哲学，有希伯来的宗教，有古罗马的法理。而介于东与西之间有一个印度，自释迦牟尼佛出现，印度产生了独特的属于它那个传统中才能够形成的一个高度的智慧，我们称之为佛学。而佛学又透有魏晋600年的北传，几乎完全消化在中国。我们今天提起中国的文化，儒释道3家，而我们纵观整个世界的文明，也无非就是儒释道西4家。而西方的3大传统，其来自古希腊的哲学，我们给孩子听希腊文，是不是给他深深的潜意识，也就是他的常识中打
下了这个语音的语感，使得他未来一旦有机会学习，他就会有强大的潜能被激发出来。古希腊的哲学后来在德国出现非常多的哲学家，最具代表性的康德。那我们给孩子听德文，是不是可以给他打下这种语言文字的语音语感，使得他将来有可能透由德文的原文去了解这种哲学的深度的智慧呢？我们给孩子听希伯来文，是因为一神教的传统代表西方不可逾越的主流的超越的神学，它是来自于希伯来啊。那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语言音韵的熏陶，是不是就给孩子留下了未来他学习这种智慧的可能呢？后来我们又加入梵文，因为那是未翻译成中文，乃至于未翻译成藏文的最传统的印度的这种佛教智慧记录的文字和语言。那有些人说，我们的孩子将来可以学这么多的吗？我回答说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他未来有何样的因缘，但是我们给他打下百层千层的地基。未来他因缘如果仅仅是盖个3间的平房，我们也不会浪费啊。但如果你未给他的人生奠定这百层千层的地基，一旦他未来有这样的因缘和可能，但是虽有条件但却没有能力，那我们就辜负他了。所以我们这样子想，就要给他提供这种机会和可能。10个月，就在这3种声音中，我出现的每一个环境和空间都有这3种声音，我称之为时间要充分啊，空间要充分啊，语言类的不能低于说话的声音。啊，有人问孟老师哦，这3种声音都要听24个小时吗？其实不然。我认为如果每天听8个小时到12个小时，你能天天如此，一定成果斐然。但我为什么要说24个小时呢？其实这里边就是强调我们人天生有一种懒惰的现实的这样的一种习惯，我们有的时候记得关就忘记开。我说24个小时就是时间要充分。如果你每天都能保证在孩子还未醒来的时候你就把它打开，然后你陪着孩子夜晚在这样的声音中入睡，然后你再关掉。如果你天天如此，我相信一定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不能如此，那我还是劝你24小时开着。音乐可以小声一点，因为它作为旋律，小声一点都没有关系。可是语言类的，在白天的时候一定要声音不能低于说话的声音，因为我们没有科学证明说小孩子低到很低有多少分贝的时候他就可以听清楚。我们知道一个孩子之所以会叫爸爸妈妈会讲话，就是听我们讲话。小孩子到了3岁会说话，是因为听我们讲话他才会说话的。所以我们如果每天都是小小声的说话，我想这个孩子就不会说话。所以我说不能低于我们正常说话的声音。经过了10个月，这个孩子快要出生了。我这个妈妈呢有一个愿望，希望呢她能在产房里面听着经典的声音出生。
因缘不可思议。我要打听啊，我一个东北人呐，来到中国南方的深圳呐，没有很多的熟人的。我要在产房里生产，带着经典的声音，这在大城市中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我就发愿呢，放出消息，我要努力我就跟周围的人说，拜托啊，你们家里没有亲戚朋友啊，在妇产科医院工作啊？我只有这一个小小的愿望不出3天，有消息来了，说距离我们深圳呢大约1个小时路程的东莞长安人民医院，有一个全国知名的妇产科专家，她是我们某某人某某人某某人的姐姐，其实已经拐了很多弯了表姐。然后我说很惊讶的说，她怎么可以让我能够带着这个宝宝去出生呢？人家说，哎呀，你不知道啊，他是学佛的啦，他每天都诵地藏经的，而且每个星期还跟读书会去读论语的。所以这个观念跟他一讲，他说没问题。我们去了医院才知道为什么没问题，因为他是一把刀他在妇产科在那个医院是没有人可以替代的专家整个医院和手术室都要靠他吃饭呢，所以他很有面子。那我又是高龄产妇又是第2胎，那人家呢就说不能够正常的生产要剖腹产那么我到这个医院去做好准备，这个孩子呢就选择了一个时间，中午的11点35分，原因很简单，就是生好了去吃饭。这个孩子马上要出生了，我突然听到呢，那个手术室里面放着是流行歌。天哪！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我抛开同伴独自流浪，就是怕别人把你分享。我在想我听了10几个月的经典，这孩子听着流行歌出生，我情何以堪呢？可是我怎么好跟人家讲说要关掉？我躺在那个手术的床上，左看看右看看，看不到开关呢，中央音响呢。这个王主任我真的非常的感恩他，真的是心存善念，天必从之或许是这个人他自己内心也有很深的感受所以他突然就讲话了。我们真是心电感应他说小谢你去问问护士长，这个音乐可不可以关掉我们听了10几个月经典的孩子，不要他听这个乱七八糟的流行歌现在都忘不了那个年轻的谢医生戴着眼镜咻的一下就不见了然后这个音乐就关掉了。那小谢说中午要下班了，所以跟护士长一讲就关掉了。我在想，真是给面子这个孩子马上就要出生我突然发现又有大问题了。因为一个剖腹产其实只有3、4个人就够了，可是我回头看一看数一数，手术室一共有19个人呢，因为都要中午一起去吃饭的那他们3个一群，2个一伙就在那里闲聊那一边在讲公公婆婆有什么问题那边在讲说借出去的钱还有多久了，就是没有还然后那边又说买的衣服有多难看又有说哎呀那个人怎么样我心里好紧张
这个人不能随便乱看书啊！以前我是因为乱看书，不晓得什么时候翻到古人的一本杂记，我读到里面说啊，这个人家正在生孩子，刚刚好呢，一个亲近的书生来敲门，然后就意味着这个孩子未来是个读书人。那如果碰巧这一家生孩子，隔壁的人家刚好在杀猪，哇，这可能就是市井之徒哦。所以你看这本书看过，不晓得什么时候看过，此刻浮现在脑海啊！我好紧张啊！我怎么让他可以听到这种声音呢？嘿，王医生又是有感应，说，因为他在医院里跟大家都很熟啊，大家都要靠他吃饭啊，所以他很有大姐大的样子啊。他说：“哦，不用讲话哦，我们这个孩子马上要出生啦，不要有的没的都说哦。”哦，哇，他一讲过话以后啊，整个手术室鸦雀无声，只有子曰子曰的声音，然后这个孩子就出生了。他出生以后呢，在医院要住7天。七天以后呢，再回家。在这里呢，我要插叙，跟大家报告，我第一个孩子呢，比第二个孩子大9岁，是3岁开始读经。第一个孩子小的时候呢，怀孕的时候并没有做胎教，但是他做过早教。因为他一生出来以后呢，因为我那个时候并没有观念说有胎教的观念，但是呢，生下来以后呢，面对孩子，我就想这个孩子怎么样可以开发，那个时候就有一点早教的观念。那我就买了一本呢，叫做《同步成长》的早教手册。那个早教手册上就记录得很清楚，说这个孩子1个月会怎么样，2个月会怎么样，3个月又会怎么样，然后会有哪些表现，他的脑神经会发育成怎么样，他的动作会怎么样，然后你如果要怎么样，他就会怎么样，可以锻炼。所以这个第一个孩子呢，生下来以后呢，我是严格按照那个同步成长给予他锻炼。怎样锻炼呢？第一关就是他睁开眼睛，他的视觉神经要有讯息刺激才可以发展起来。可是那个孩子生下来一睁开眼睛，他根本不看你的，因为他也看不清哦，他完全从视力上是模糊的，看不清的，而从眼睛背后心灵的反应上也是没有内容的，因为他的脑神经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他不能够透由他的眼睛有神采的表达内容，了解吗？所以生下来的孩子10天之内基本上是吃了睡，睡了吃，睁开眼睛也不会看你。要到15天、20天，他才可以眼睛睁开，而且他也看不清你。所以那个同步成长就有一个训练说，用一个红色的圆球放在他的前面，眼睛他盯着看，如果他能够盯住了，就证明他视觉神经开始发育，有能够盯住的能力了，否则他的目光是散的。那他盯住了以后呢，你就要左右各90度的移动，可是你一移动呢，他就跟不上了，所以你就要不断的训练，使他能够跟得上你的移动，直到你可以180度的左右移动，哦，这个孩子的视觉就发育好了。那这个锻炼要多久呢？我第一个大女儿锻炼到了1个月才有这种能力，很符合同步成长的记录，她并没有显得特别的不同，也没有低也没有高，我就这样给她锻炼。这个孩子按照同步成长的锻炼一步步的走，大约锻炼到3、4个月的时候，我就已经没有耐心了，所以就连早教也丢下了。
子到了3岁呢，因为遇到了王老师给他读经，就给他听音乐。到了5岁的时候呢，我曾经带他到北京的东方皮纹测试研究所做过智商检测，透由他的皮纹可以看到，如果这个孩子未来在理工科，也就是运用逻辑思考这个领域来发展学习，他的智商是128分。如果他在人文科去发展，那他的智商是145分，这是相对比较高的智商。所以可见这个同步成长3个月，我们有所锻炼，再加之他的遗传，再有所锻炼，那他就是一个相对聪明的孩子。插叙完毕，我们回到第2个孩子。这个孩子7天回到家里，我拿出那个红球给他，他就盯着看。你一到哪里，他就跟你到哪里，管你是90度还是180度。这是什么？这是他一出生睁开眼睛有了光以后，他原本现在就建立好了的视觉神经和脑神经透由光的刺激，短短的7天就已经完全发育了。所以不需要你锻炼，他就拥有了准确的看着还要跟随移动的能力。你不需要再锻炼了，那我就开始透由视觉给他做教育了。我怎么做？我给他看易经8864卦的卦象，给他看草书、篆书、隶书的碑帖拓片，给他看宋明的山水、魏晋的书法，这个唐宋的人物啊，还有花鸟，给他看黄山风光，看九寨沟山水，不是要丰富的刺激吗？还好我这个妈妈不会蠢到给他看100种国旗或者1000种热带鱼。对啊，你看1000种热带鱼干什么呢？所以我们既有丰富的刺激啊，然后又有经典的内容。给他看西方的名画有色彩的刺激啊，给他看盛唐的这个唐宋的这些人物画有色彩的刺激啊，给他看书法有抽象的艺术之美啊，给他看宋明的山水，虽然色彩不丰富，有深远的意境啊。他不止脑神经要聪明啊，他的性情也要熏陶啊。给他看易经8864卦的卦象，他不但有图形的记忆，他还有逻辑的这种熏陶啊。所以这个孩子后来长大，随便拿一卦拿出来看一眼，回头就跟你说出卦象，而且上是什么下是什么从来不错。这个不是靠你后天记忆有的能力啊，他这种照相的能力都是这样开发出来的。你给他看一本字卡，字帖40几页，翻开左面他看左面，翻开右面他看右面，你累得不行了不翻他就看，你为什么还不给他翻？哎，乐此不疲，手舞足蹈。我给他看字卡，大家会问他认得字吗？我才不管他呢，因为字卡对我来说，我不是为了让他认字，是让他透由中国文字的图形，给他丰富的讯息刺激。如果他果能记忆得住，既有音形意不同的对照，又有图形对他的视觉刺激和冲击，那他一定有丰富的吸收啊。管他认不认得呢？如果他认得了，我也不会高兴到哪里去，本来他就有这个能力。他不认得，我也不会气急败坏嘛，因为我又不是为了让他认字，了解吗？没有目的性。我们这个时候只知道他可以透由这些管道接受讯息，我们只管给予，只管耕耘，不问收获。这个孩子同步成长里面讲啊，这个孩子的视力看不清楚啊，2个月，他只看眼前的看得比较清楚啊，所以刚好到了2个月的时候，他的手就可以举起来了，是吧？
然后这个孩子呢就看到眼前自己的手在舞动，所以他就在玩自己的手。你回去观察哦，2个多月的宝宝就在那里玩手哦。可是我们的孩子呢就不用玩手了，因为他每天有丰富的东西要看哦。这个孩子呢到了3个月，他的手可以伸出来啊，有一个智力的玩具摆在他的面前，他平躺在床上。这个同步成长讲啊，他眼睛看到前面的这个5颜6色的玩具在他头顶啊，他一定会伸手抓，对吧？可是当他的视觉神经和他的感统神经没有建立好丰富的连结的时候啊，他眼睛明明看到这个东西在这里，可是他的手会抓向哪里啊？他会抓旁边。他要不断的抓，不断的抓，不断的调整，不断的运动，透由训练，然后最后抓住，抓住以后很高兴，是不是？然后还会去打，然后还会去抓旁边的，因为那个玩具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可是这第2个孩子呢，1个月的时候，因为我一直给他看画很激动啊，一直看我就忘记这件事，想起来已经1个月了，我就赶快拿那个玩具来放在那里。这个是他姐姐3个月才玩的玩具啊，我放在他前面。哦，他那个神情我现在都忘不了，抬头看一看，伸手就抓住了，还左边看看右边看看，还去摸旁边的。我很淡定哦。我后来想说，要提高他的高度，训练他可以，以后他可以要翻身啊，你训练他啊，所以我就把那个提高。大家知道发生什么吗？不到40天的孩子哎，伸手抓不到，放下，想了一下，然后侧身送臂抓到。请问是不是脑神经健体在先，它的作用自然就出来，有体有用啊！此处当有掌声哎！刚才还忘了跟大家报告，在其他孩子都在玩手的时候，他已经不玩手了，他在玩自己的声音。1个多月的时候，他就可以发出海豚音，透由自己的喉头，对于自己发声和声带的调整，发出不同的声音，然后自己在那里玩，自己在听自己的声音。做早教的，真正了解早教的，看到这个都是不得了的事情啊！这是他脑神经发育的这个程度决定的。这个都是几个月以后孩子的事情啊，这么小就开始有啊。当然我要跟大家讲，我不是来这里来炫耀我的孩子，我是讲这个道理，因为后来用这种方法出生的婴儿孩子已经有几百个了，比这种更超前的表现的孩子还大有人在。所以生命有无穷的潜能，我们爬行太久，我们不可以认为所有的人都该爬行。所以这个孩子到了7个月，家里又发生事情了。因为我们每次都发现那个音箱上面的黄色旋钮会掉在地上，他那个位置很高啊，他7个月才刚刚可以扶着桌子扶着椅子站起来啊，他是抓不到那个地方的，那个东西怎么会掉下来呢？哇！后来我们发现家里有一个长长的遥控器，他7个月就借助工具可以把抓不到的东西搞下来，而且还拍还打还左右打，这个都是差不多要到1岁多的孩子才有的能力啊。不会讲话，因为爸爸记忆得非常清楚，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前呢，他
他爸爸不觉得孩子会怎么样。我跟他说，你看他可以透油工具，爸爸不觉得透油工具是什么能力，因为他可以透油工具嘛。我说他在玩自己的声音，他的脑神经很不得了，爸爸不觉得，说人人都会发出声音。我说他，你看，他可以这样子伸手，可以这样侧身抓。爸爸说，不是这样吗？爸爸不晓得嘛。但是后来发现一件事，爸爸被震到了，因为孩子还不会讲话，那个时候最充其量他的月龄应该是在10个月到11个月左右。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吗？爸爸有一天拿着一瓶果汁在他面前喝，然后他就指着爸爸的果汁叫呜呜呜呜，然后爸爸就找了一个纸杯给他倒了一点点交给他，然后他一手拿着这个杯子，另一只手指着爸爸的瓶子呜呜呜，然后爸爸说，你要我这个啊？他说呜呜，爸爸就把这个瓶子给他。接下来发生什么大家知道吗？他把那一杯少的倒进这一杯多的，然后把那杯纸杯扔掉，然后两只手捧着那个玻璃瓶子，自己对着嘴喝。瓶口才这么大耶！爸爸很震惊说：“哇，他怎么有这么大能力？”我说：“4个月的时候就已经可以，那个长长的塑料针就可以穿到一个小小的圆洞中去了，这叫精细动作的能力啊！这都是在同步成长中要7、8个月才有的能力啊！所以这有什么奇怪呢？他5岁多啊，家里滚烫的那个开水啊，泡茶就端给客人啦。前2天啊，我们这个台湾有朋友到我们家里去啊，他刚刚6岁啊，他也是滚烫的水，自己烧水，自己拿到那个茶台那里，然后自己泡茶，然后倒到杯子里，然后一杯一杯的端给客人喝啊。他这种控制的能力，而且很谨慎的，很小心的，从来不置自己于危险之中。是的。那到了1岁多，奇迹又出现了。大家知道发生什么吗？当他会讲1个字的时候，当他清晰的可以发出1个字的时候，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总量将近10万字的经典，你读哪一句他都会接后面那个字。家里没有人懂希腊文，没有人懂拉丁文，姐姐读英文，所以读英文的句子读前面，她后面的音也会接。我那个时候捶胸顿足啊，因为我为什么只放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呢？我应该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易经、诗经、老子、庄子都放进去才对吗？赶快加进去。可是没有多久，整本易经，你读哪一段他都会接后面那一段。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从4个月开始就到学堂去，有老师抱着他去，每一天都去学堂。刚好那个时候学堂有一个班级，20几个孩子组成一个班，把一本易经从一字一字的读清楚到把它读熟，总共读了300遍。他就在那个教室里面待了3个月，所以整本易经他都会。到了1岁8、9个月的时候，其他那几部经典也都会。怎么会呢？就是你在他面前念错哪一个字，他都会给你更正。对啊，你故意给他念错啊，一整句话你念错1个字，然后他就告诉你正确的字。因为胎儿有记忆的能力，他在肚子里听1000遍，他生下来又听1000遍呢。所以我以后演讲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读经宝宝一出生就可以背20万字的经典，你们相信吗？那很多人就说不相信。我说理由呢？他说他都不会讲话，他怎么会背呢？我说他都不会讲话，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呢？因为讲出来算表达嘛，记得住算吸收嘛。这个吸收和表达它不
是同步的吗？只有理解的才是同步的，懂了就是懂了，1+1等于几等于2，马上回应给你。可是他记忆吸收，它是有酝酿的过程。他1岁的时候就会每一句经典背后接一个字。我们能够确定说是他9个月、10个月，或者是在这前一天才记下来的吗？那一定是不晓得在过往的哪个阶段他已经烂熟于胸了，只是他还不会用语言来表达，现在他可以准确的发音了，所以他才接上你那个字，对吗？所以后来我很反对说给小孩子除了从音韵学的角度，我赞同读蒙学的经典，但是如果是从记忆或者是深度熏陶的角度，其实我是不赞同这样的一个说法，说小孩子太小不要难为他，你要给他背简单的。其实我不赞同这种观点的。你读三字经，它的频率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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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读千字文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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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读论语读易经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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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因为你不晓得他的那个频率。一个孩子能够如此的表达这个频率，和一个只能够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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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来表达频率的孩子，他的脑神经会一样吗？他的学习力会一样吗？他的开发程度会一样吗？所以不要低估了我们的孩子，但是你不要强迫孩子读哦。因为他《论语》会不会读，《易经》会不会读，是1个月会读还是10个月会读，那是他每个生命不同的表现的事情。一个标准答案就是你只管给予，不要问表现。孩子什么时候表现？标准答案在该表现的时候就表现了。所以我们不会伤害他。那这个孩子出生以后，我就想可以推广了。国有此事，国有此人呢，方法简单啊，理论清楚啊，理论清楚到一句话讲清楚啊，是吧？既然要有理解力，既然要有感受力，他就需要聪明的脑神经，就要需要丰富的这种感受的能力和美善的性情啊。所以你不是要给他做不做胎教的问题啊，人类只要有眼睛、耳朵、鼻子，他就一定会到听的时候可以听，到看的时候可以看。你不给他看好的，他也看坏的。难道他睁开眼睛看着你的时候，你不给他看画，他不会看你的脸，不会看白色的天棚吗？他最多看3只彩色的气球，或者你买一只玩具，叮叮当叮叮当的在他面前转来转去，对不对？有人说孩子看这么多会不会累到？不会啊，因为你不给他看这个，他也会看其他，他东张西望也在看啊。我就开始推广这个理念了。那个时候我果然对人类所谓的无明产生了深切的体会。你没有这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他不相信这个道理；你有这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他也不相信，因为他们有一套道理说，只有孟老师才会生这样的孩子。因为你聪明，你才会生这样的孩子。我们都笨，生不出这样的孩子。我先生说我是很笨的哦，他们说因为没有遗传你，遗传的是孟老师。哇，真是无名啊！后来我就说服了一位号称最笨的母亲啊，她经常说自己很笨。哎呀，我就是憨憨的，我就是笨笨的，是我一位很好的朋友号称很笨哦，不过他真的很笨哦，因为我跟他说你只要生就会跟这个孩子一样，他居然相信了。你看他很笨哦，唯下育上智不疑啊。不过他现在都说这个孩子是给我生的。他说这个孩子我生可以啊，孟老师我看你整天给他看来看去，我没有耐心怎么办啊？我说没关系，反正是笨妈妈生的，你再找一个笨保姆也没有关系，只要智商不算太笨，你找一个智商正常的保姆来，我教保姆，让保姆来教他，因为方法简单嘛，道理清楚嘛。这孩子生下来眼耳鼻舌6根俱全嘛，他没有眼睛我没有办法，他没有耳朵我也没有办法，
哦，那这个孩子生下来，我号称他们家祖宗八代从来没有这么聪明的孩子。所以今天呢，我就先给大家看这个孩子的录像。先看这个孩子还不会讲话的时候什么表现，我们再看他1岁6个月会讲话的时候，他1岁6个月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易经、诗经、老子、庄子都可以读了哦。他2岁多的时候什么表现？大家看一看好不好？我们先看他不到9个月的时候，跟哥哥的一段视频，大家注意哦，盯住他的眼睛，看他的神情哦。哦，来，大家看这段视频。没有声音吗？声音，刚才有听到声音吗？对。有。念线为证，还是从那个电脑的声音输出直接麦克风平台。用电脑放，对，对，然后又透过麦克风，对，开始。电脑也不能发出声音吗？大家感觉到他在跟哥哥交流是吧？是不是啊？我猜他可能一直在讲，你干嘛只读第1句呢？所以他抓着哥哥的头指着书，是不是啊？嗯，他这个时候还不会讲话。我们现在看他1岁6个月读《论语》。已经在开了。微第18，好，可以。微子可以了。开始了。微子第18。
翻页了，翻页了。对，他这个时候背诵的都是他听到的声音。刚才他说翻页了，也是做翻书状啊，他是在模仿大人嘛。所以你看他读着读着就要翻页，然后左翻右翻，然后再拿起书来。所以你看他模仿的能力有多强哈！他背诵这个时候《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易经》《诗经》《老子》《庄子》都是可以的，因为他在肚子里就听了1000多遍，现在1岁6个月又听了这个1年多，那这个他听这个声音来背诵是没问题的。你读哪一句，他都可以挑出你读错的音哈。但是他这个时候还不完全认字，只是给他读书的过程中去对照那个字形，他会把那个音跟字形对照起来，他就慢慢认字了。那大家看他2岁多的时候读孟子，这个时候就已经认字了，因为他可以很清楚地指得出那个字行的字在哪里哈。晏一路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好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今子灵台，今之。大家有没有注意声音？有音乐的声音，有外文的声音，还有中文的声音。好，那大家看一下，他认字卡就是在1岁半到2岁半之间这1年，他读什么书？除了纸书上的字，还把那些字卡拿出来。那除了书上字的字卡，还有他生活中，比如水啊、草啊、生活中冰箱啊、电视啊这些生活的习字也有。大家看一下，他就是这样认字的。大家看一下。好，大家有看到他是吧？很喜悦，是不是？那等他到了2岁8个多月，这个不到3岁的录像，他已经篆书都认得了。大家看一下。
真棒！鸟儿文化，识字文字，那情衣裳，巍巍亮国，有你好好笑。大家有没有看到他的那个推？哦，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一个他对着来认，而且也是乐此不疲。那从这个孩子的情况呢，就是我想表明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的遗传都不同，哈，每个人的家族遗传不同。那透由宗教的讲法，每个人的前生也不同，哈。但是呢，他来到我们身边，如果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其实我们都能协助他。不过呢，我们今天也可以这样讲，你能够接受这个道理，给你未来的孩子做这样的准备，而那个孩子可以来到你的家庭，这都是甚深因缘。我们讲说，这个孩子如果过去生中没有福慧双修之果报，此生一定不会有这样的因缘。所以可见呢，一方面呢，我们以一个母亲的爱心，要给我们的孩子尽其可能提供好的环境，不要辜负他。而另一个层面，我们也可以这样讲，此时代啊，是人心陷溺之时代，千佛齐出，万圣同来，我们一定要准备好啊，要让每一个时代都拥有智慧而光明的心灵，都拥有这样的人才，人类才有前途和希望啊！此方世界，他方世界，真的有此方他方之别吗？这是我们每个人要思考啊！所以我们能做，为何不做呢？那接下来想给大家看看我孩子的视频，好吧？先给大家看他刚刚出生在医院里，好，他姐姐读诗经给他听，好。月的时候，因为我家里面，爸爸除了准备声音，我们就到处去收集一些好的字画哦，因为没有专门给胎儿和婴儿的教学做准备的这样的工具，我们只能去借于那种艺术品商店可以买到的那些艺术系专业的学生可以用的那些画册。那通常呢，他们又以技法为主，所以呢，完整的图画不多，所以要收集很多很多的画册，才能够找到有价值的一些图画。所以让大家看到就是我家里的情形，就他的床的旁边呢，都是梅兰竹菊啊，然后他的另外一边呢是宋朝的山水和小品画，然后他的正面的墙上呢是篆书。它顶上呢就是三大行书，然后呢，几乎我把可以找到的，能够贴出来的都布置房间了。然后那个房间呢，这个目光所及都是经典的图画，这个耳朵能听到的皆是经典的声音。然后我抱着他在床上，给他读字帖，给他看字卡，就这样的一个场景。大家感受一下，他的小脚翘来翘去，非常的惬意。
接下来给大家放的呢，1岁6个月，他那个说话还不清楚，然后他在读孟子，大家看一下。要跟大家解释他在说这个场景发生之前呢，他把书摔到地上了，所以老师很严厉的跟他讲说，这个书是不能摔的，我们是不能摔坏它的。然后呢，老师捡起书呢就放在被子上，然后老师就出去了，然后他自己呢就在那里把书又翻开呢，就在那里读书。而我是发现他读书呢，因为我们在房间外面，其实这个小的时候记录他这些情形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那个现场很好，可是你一想到要去拿摄像机的时候就都破坏掉了。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就经常在他小的时候，我们就很幸福的跟他感受。刚好那一天，因为我们都在房间外面，我听到他声音，看到这个场景，我就拿摄像机。所以我就拿摄像机在外面偷偷的在他前面录，然后呢，他刚刚的那个打哈欠呀，然后那个孟子对曰呀，那个时候他完全没有发现有人在录他，知道吗？所以你看很惬意。然后他结果抬起头看到我的摄像机在拍他，你猜他跟我们说什么？我们不可以摔坏它，因为老师刚刚讲过这句话。所以这个是比较早期能够找到他那个口齿还不清楚读孟子。你看这个时候是夏天，马上到冬天的时候，他1岁10个月，那个时候就很清楚了。他在读那个行书的苏东坡的《寒食帖》和黄庭坚的松风阁。来大家看一下，他行书也认得，好。自我来吧，你自己指啊，要的是东西看吧，中自我。
好，那他不是在读书啊，因为家里面到处都是他的书，他就在那里玩。因为爸爸平时呢跟他读书的时候很少，刚好那天爸爸洗了澡，坐在那个凳子上，然后大家看看他是怎么把爸爸拉进来读书。这个读经宝宝哈，我们发现，对，等一下，这个读经宝宝哈，我们发现他这个有几种特质。第一个呢，所有的读经宝宝几乎都是这个相貌庄严，不哭不闹啊。然后呢，他这个性情里边呢都有幽默的特质。这个幽默啊，它也是一种智慧和能力啊。总之，它可以让这个现场环境气氛都很好啊。有的时候我跟爸爸如果有一点大声沟通，他就会在你面前做出各种动作，然后呢，你笑了，他就跑着跟爸爸讲说：“妈妈被我搞定了啊！”就是他这个读经宝宝几乎都是这样的，而且读经宝宝呢，就因为他比较聪明，他经常会挑战我们成年人的一些思考上的这个局限，所以他经常问很多问题。但是呢，你不可以的事情，你说不可以不许的事情，你跟他好好讲，你跟他说，就是读经宝宝他都没有那种就是滚来滚去啊、耍赖啊、很拗啊都没有。所以我有的时候讲说，他们不是从出生到来的，所以没有那个习气啊，他就没有那种很拗的那个，就是因为毕竟他那个生命背后他比较清澈，聪明，所以他不会用那种那种很低等的方式啊来误人误己啊。所以大家看一下，他就看怎么来拉爸爸进他的世界哈，大家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时候他已经完全认得字，读书的。他本来是要读鸠木，然后老师跟他讲过说，读书的时候就要坐端正，所以大家明显的看到他坐在椅子上，两个手要放在腿上，是吧？但是呢，他一坐下来呢，距离桌子就远了，所以他拖凳子过来，因为读经宝宝那个头都太大了，很重的，他拖那个凳子过来，他那个头就放到这边书上，然后就看到卷耳，所以他就不读鸠木，又来读卷耳，因为他这个时候对文字是比较敏感的，所以这个给这个大家看，这个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其实这个道理是非常简单的，这个方法也是非常简单的，这种教育是每个家庭都可以做的，但是能够认识到这个道理，愿意做的可是不简单的人哦。所以就拜托各位啦，我们这个说国家民族也好，说人类世界也好，我们太需要更多的清澈的生命，更多的智慧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然后我们面对这个生命的时候，我曾经常常想我们的家庭教育被破坏掉了，那我们的父母教育也做得很艰难，那有没有一个什么方法，透由一个支点，可以让我们的家庭教育恢复，让我们的这个父母教育提升？其实我后来想，这个在现实人间呢，这个父母跟子女的爱
就是天性的顺流而下。一个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可能是她这种无私的爱最容易呈现的时候。那如果此时我们都不能透由这种爱，让一个母亲给自己的孩子这样的教育，让一个家庭为此能够共同的成长，那可能人类真的就没什么希望了。有的时候我看到这种当今时代的一些社会现象，我们确实有一些很深的忧虑，我们甚至忧虑未来的年轻人还能不能再孕育出人类。因为这个科技的时代，讯息的时代，这种真的需要很大的智慧、定力环境像我们道亲的家庭啊，或者很多宗教的团体啊，因为它处众人在一起，那么还有可能大家有相当的这种生活。可是啊，毕竟这个宗教的团体、文化的团体只是一部分。那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人呢，我们面对草木鸟兽都不忍伤害，这天地不能各安其位，众生不能各归其所，我觉得始终是人间的遗憾，所以我们真的要付出努力。我现在还记得我的大女儿是3岁读经，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了读经的这个道理，我们希望把这个道理传播给更多的人。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经常带着女儿傍晚时分就去到那个公园广场人比较多的地方去结缘光盘。我现在还记得那个场景那个时候我孩子才4岁多，看到一个老奶奶推着婴儿车然后因为她4岁多嘛，她要抬着头、扬着头、踮着脚才能跟老奶奶讲话嘛，然后她就一脚踩到后面的那个台阶上去，她站到一个很高的台阶上，跟那个老奶奶差不多就一平了。然后她2个手拿着光碟说：“奶奶，你想让你的孩子跟我一样聪明吗？你就好好看看这个光盘吧。”这张光盘叫做一场演讲100年震撼。其实后来孩子读书，因为我也经常带着孩子去鼓励别人，那孩子可能难免就有一些骄傲。可是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还是要陪伴着他，让他自己修养。人生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其实我们没办法保证我们遇到的都是顺境，我们只能够勉励自己，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遇，我们都尽其可能的面对，然后尽其可能的让它回复到价值的本身，事项真实本身。所以我觉得这一路走来，无论过程经历多少起伏，我们始终收获的是成长的喜悦。孩子如此，我们成人也如此，家庭也如此。那我等一下再给大家放一个视频，就是这个孩子6岁多的时候的情形那要特别呢跟大家报告，这个因为我们是透由眼耳鼻舌的管道，在他最早期就开发了他全脑的神经，乃至于他性情的熏陶。所以现在科学所谓的多元智能、8项智能，其实它都是从人的表现上来观察、分析、判断，这已经是枝干的部分。人类何止8项智能呢？如果你看枝枝叶叶，800项都有。
每一项智能背后又有不同的表现。你回到根本中来，其实做一件事情就可以了，多听多看，给他好的内容。可是你要是到这个枝叶上去的话，那8项智能你就要用8种方法，8倍的时间来做开发，又透由运动啊，又透由感统啊，然后又透由训练啊。我这个孩子呢，他到6岁的时候，其实是5岁多，那个英国培生的数理教材，这本来这个儿童的认知心理发育，6岁才是具体认知期，年龄越大，理解能力越强。我把那个数理教材拿回来，是给他玩的，看他的反应。1册到6册哦，他都欢喜雀跃地把它完成了，而且乐此不疲哦。可见我没有透由逻辑的训练，只是给他多听多看，他的逻辑思辨这一区块的脑力也没有受到障碍，而且超前。那另外呢，我没有给他做过手工，他这一辈子做的第一个手工，大家知道是什么吗？自己创造了一台航空母舰。碰巧家里有一块巨大的纸皮啊，碰巧前一个晚上他看到爸爸的那个视频里有航空母舰闪过啊，然后他就问这是什么，爸爸就跟他讲这是航空母舰呢。碰巧第2天爸爸不在，我又有工作要忙，他一个人没事，所以他就把那个纸皮拖上来，手里握着一把剪刀。哦，我看他那个架势围着那个纸皮转来转去哦。然后呢，令我非常的惊讶。哦，我可能需要一张纸。令我非常的惊讶哦，那个纸皮因为很长嘛，是一个很高的那个就是消毒柜的纸箱，他就用最长的那个纸皮，这样的方式就做了航空母舰的甲板。可是下面是3角的哦，它虽然用那个胶带纸粘住，可是这放在地上会倒来倒去的嘛，所以一倒了之后呢，他又提着剪刀在那里转来转去，然后等一下我就发现他剪了2块长长的小长的纸皮，在中间这里剪1刀，然后把它掰开，放在下面，做成了航空母舰的2只脚，把那个3角架在上面去。从来没有做过，没有人跟他这样做过，我不晓得他在哪里看到过同类似的还是怎样。他就提着把剪刀就剪哦。好，这个甲板做好了，他开始剪飞机了。我看着他用剪刀在那个纸板的平面上剪出飞机的尾巴，再剪出飞机的身子，然后剪到这里，就给飞机剪了一个长长的角，剪了好几只飞机哦。然后提着一把剪刀在甲板上穿了好几个洞，把那个角插上去。可是只有平面的飞机的图形哦，他又在这里剪一个角，然后横着剪一个翅膀，再插上去，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飞机。然后还在上面画剪束带、剪束钩。哦，这个航空母舰做出来，我是觉得就是他从来没有做过手工，我们没有透过手工去训练孩子的专注力。他那一刹那在那个事件中全部沉潜进去，透由自己的创造完成的那种喜悦，
之前没有训练的。给大家看一下那台航空母舰，大家看到了那些飞机被他剪的那样插进去的，插出那个翅膀，而且我也没有训练他的运动，他的运动就很好。他2岁多的时候，老师带着他在停车场玩沙子，老师捡到一只树枝和一个塑料盒，老师就把那个塑料盒用树枝支起来，用离心力一转，那个塑料盒就像一个伞一样打开，很漂亮。他2岁多跟老师要，老师教给他，他就这样转起来，很高兴。旁边有一个5岁多的孩子，是村里的孩子，也是蛮正常的孩子嘛。可是老师说，大约20多分钟，那个孩子无数次的努力，无数次的失败，最后不得不放弃，因为他无法转动起来。所以这个孩子没有经过感统训练，他统合的能力也很强。那一天老师回来还很难过伤心呢，因为他觉得人人都是可以这样教育的，错过时机，他现在连转动一只盒子的能力都没有，他未来面对人生得有多少的艰难呢？这个读经的老师都悲天悯人呐，讲这些就是跟大家报告，道理简单，方法简单，人人可做，人人可行。不过呢，我可能要跟大家多讲几句。我们不是为了自家有一个聪明的孩子，我们要为天下孕育出可以有时代承担的人才。大家如果有这个心，那么可能你在做这个教育的时候，你的力量更大，你坚持下去的这种决心就很强。那么这个孩子他也会成长得越来越好。坦白讲，目前我们东西方人类所存的文明，每一种无论是宗教还是文化，还是东西方不同的宗教，乃至于东西方之间，像印度这种空性的智慧，它都不是一个肤浅的生命，都不是一个没有学习能力的人可以长期乏味的。大家知道，历史上由于中华民族的这种家庭教育，这种文化教育的基础，我们历史上出现过多少英才？所谓龚自珍所言呢，五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没有人才的时代啊。我读高僧传，大家知道玄奘大师吗？10岁便可背诵维摩诘经与法华。维摩诘经3604个字，法华经一说6万多字，又说8万3000多字，两部经典加起来10万。请问我们今天有多少僧才可以有这种能力？玄奘大师到印度，耳听技能默记于心，每一个寺院，每一个宗派的学习，他都能尽学其宗，了其法味。后来印度15国国王联合给他举办辩经大会，出家在家乃至外道万人之众，他仍然是辩才无碍。我们的天才智者大师
我们的征召法师现在流传的造论，儒家更不要讲，历代皆有英才。可是我们现在呢，我们就靠6年的白话文基础教育，我们靠以理解为原则的这种学校教育，我们何来英才啊？我们让我们的孩子生命本有的能力被障碍，本来可以开发的潜能被浪费，让他面对那么肤浅的知识之学都有畏惧之心，如何创造？无怪乎有人说这是一个低智商的时代。以前还可以写写信，现在就可以喊话了，以至于喊话都不耐烦，发图形就可以交流了。我们人类要往哪里去啊？所以啊，每一种文明，每一种智慧，都需要有英才来承继。我记得10几年前，我刚刚听到读经，我就单从佛家经教传承的角度，跟王老师通过一封信。我说，虽然典籍俱在，但是由于我们100年来没有了这种深度的语文教育和文化教养，除乘愿大事可得法位，芸芸众生何时可入经藏？但是读经教育之推广，3、5、10年之后，可操文言之工具，深入经藏之学者何止百万。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努力啊！这不是佛家，也不是儒家，也不是基督教、天主教哪一家的事，这是人类自身要面对人类的限制，我们未来要给予自己希望啊！所以我感恩一贯道的道场、道亲的家庭，我感恩所有推动读经的团体，因为读经它不是宗教，它没有法相，它可以存在于所有的宗教、所有的文化中。我感恩所有人能够加入这件事情，成全自己，成全别人。它不独属于一贯道，也不独属于哪个宗教，但是任何宗教、任何文化，只要它是人类的希望，它是人类生命提陈的枢纽，那么它都需要培养出深度的智慧的人才来传承这种智慧。所以这是大家的事，这是全人类的事，拜托各位。我接触过基督教、天主教教徒，他们不了解胎教，但是他们也给孩子听赞美诗，听宗教故事。后来他们听到我们这个读经宝宝的这种设计，居然可以听那么多的语言文字，他们很惊讶。因为他们听赞美诗、听音乐的孩子也有不俗的表现，如果能更充分的施教，岂不更好？那我在义乌推广的时候，很多伊斯兰教国家的这个家庭，他们听到读经宝宝的这个理念，他们也很兴奋，希望能够做。那我们都支持他，希望可以用不同语言的古兰经来替代人文的经典，而他们本身又对中国文化有学习的意愿，同时与我们的文言文并存，多种的声音，
他们也非常喜欢接受这样的方法。那么各门不同的宗派，就好像我们一贯道的家庭，此时乃儒家应运。请问我们哪一个家庭不需要了解四书，不需要读诵四书？因为这是儒家的根本经典。不但四书，易经、诗经，我们也可以去读，可以去接受啊。老庄乃道家之智慧，它并不独立存在，它在中国文化的酝酿中，儒道两家本身就有相互精彩相通之处啊，相辅相成啊。儒家之本，道家之源，我们都要学习啊。如果我们是不同的佛教的宗派，我们在读经宝宝的声音里面特别加入全本的梵文的入菩提行论。为什么？因为那也是人类的智慧之一呀，也是那一种形态的智慧，其他的法门不可替代呀。比如现在的僧财要想深入经藏，经律论三藏，任何一卷文字之多，义理之深广，智慧之浩瀚，你都需要有高度的能力啊。比如我们福智的团体，据说在真如上师的带动下，我们现在开始学习五部大论。五部大论呢，有入中论，有俱舍论，有戒论，有适量论，有圣庄严论。要知道，以我们现在的基础教育程度，我们在现有的学校体制中所培养出来的人，即便PT出家，发无上宏愿，原始生命的基础，乃至于他学习的能力，其实也给他造成无限的障碍。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可以透由居士的家庭培养僧才的种子，那可想像玄奘这样大师的人物，这种自小能力就超强的这种学问的种子，他们深入经藏的可能就会增加许多。我们多么希望每一种文化，每一种宗教都有其智慧的英才来传承，因为人间需要燃灯啊，人间是此方，如果此方可见光明，此方即是他方啊。所以离开五浊恶世，何处可证菩提啊？最终我想拜托各位，还是那一句话，这不是哪一宗哪一派的事，这是全人类的事情，希望大家共同努力，谢谢。接下来就特别放我们孩子6岁的时候的一小段视频，因为那个时候要做读经宝宝的字卡给那些出生婴儿的家庭，那他就参与期间劳动，大家可以看他平时的那个情形，然后他因为他可以等一下，因为他可以呢基本上是代替一个大人工作啊。然后呢，因为那个字卡的顺序啊要排号，所以工作量蛮大的。那一天他就到12点，实在太累了，就睡在字卡里面。所以那张照片我们称之为读经宝宝睡在读经宝宝里。哦，给大家看那张照片啊。然后大家可以看他那个白天工作的这个情形，有一小段视频哈。
同的那个号码摆在不同的地方，然后他也在跟大家接那个经典，就是这种一心多用的能力，而且很喜悦的状况。好，这是他真实的这个情景。我们深知一个孩子的成长，父母的陪伴是非常的重要。一个孩子他最终能够成德成才，需终生之努力，不是胎教早教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是胎教早教却可以为一生做好不可替代的基础的准备，这个时机错过永不再来，所以特别的重要。那最后就给大家看一看，自09年、10年以后，中国大陆按照这样的方法，有几百个孩子出生。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这个教材教具以后，更方便大家的使用。未来可能有上千上万的孩子出生，那每个孩子都有各自不同的这样的表现，那么这种现实的这种可依据的这样的这种呈现，就可以鼓励更多的人。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看大陆的这些读经宝宝。这是李德贤长大了，这也是个读经宝宝。这是四川的2个读经宝宝，这是四川的16，这个宝宝表现非常的这个优越，是因为他的妈妈是一个操作能力很强的人，称为石榴妈妈，将来会请他到台湾来分享，鼓励大家。好，这个是四川的读经宝宝，这个也是四川的，这是四川的，这2个都是。这个是方哲轩老师的孩子阿彻，这个孩子6个月，1000个字的千字文、篆书和正体字，你拿出2个让他选，你读出2个读音，你读出一个正确的读音，比如说天和地，你问他哪一个是地，他就把它选出来。很多老师换不同的人，不同的字，他仍然如此。这个妈妈是我的师妹，她对理论不可谓不了解，但是孩子1个月的时候，我去到她家里，我仍然发现她没有认真的去给孩子看。因为一个阿姨，孩子醒来那个时间本来宝贵，可是煮一下茶，洗一下衣服，那个时间一晃就过去了，等她再来看孩子的时候，孩子已经睡着了。所以我是孩子1个多月的时候到他家，给他做了一次示范，大家可以看一下。做了那个示范以后，他才知道问题的严重。因为1个多月的孩子躺在下面，我给他看画、看字卡，那种眼神，任何一个母亲看到都不忍辜负他。动体与引图，交易转南平图，大鱼顶，鱼，泥，指，学，句，在，大，到。自从那一天以后，妈妈就开始认真的做了。我跟她讲3872张字卡都可以给孩子看的，可是她还是觉得太多了，她只看了1000个千字文。但是到了6个月，孩子有这样的表现之后，他发短信说恨不得把孩子塞回肚子里再生一次。就像我当年为什么只放4书呢？再多放几本它也是一样的嘛。所以这个就是苏州的读经宝宝
这是上海的读经宝宝，那个是山东的读经宝宝，这个是贵州的读经宝宝，这个是深圳的曹秉德，这个是深圳的史文成。这个孩子妈妈是我的学生，他对这个理论了解，所以他特别抱着孩子到早教中心去。当早教中心的老师跟他讲什么样的训练，什么样的训练，透由多少课程会达成什么样子的时候，他就让自己的孩子操练了一遍，因为不通过训练也达成了，所以他更坚定这个信心。原来全脑的开发是要健体在先，发用在后的。哦，这是中山的官仔。哦，好，这个就是读经宝宝在目前中国大陆推广的情况。那因为它是真的是整个人类的事情，不是哪一家的事情。那我们现在也是希望能够全球的推动。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参与，谢谢。大家晚安。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孟老师，用了2个多小时跟我们耐心的解说。我不晓得现在大家的心情是什么。我第一次这么完整的听孟老师来解说，我们先给孟老师掌声哈。过去我听李传相讲师、郑美玲讲师、刘锦切讲师，他们到深圳去看、去研习，回来的那个感动、激动，迫不及待的要跟我分享，所以我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被他们感动。而孟老师来的这几天，跟他们相处时间比较多，可是这么完整的听他讲述，这是我的第一次。我听了很感动，但是也有一点心酸。我相信各位也会是这样子，可是也对于未来充满希望，充满期待。刚刚孟老师讲了很多，我相信大家都有很深的感受。王才贵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那一场百年震撼，大家一定要看，你才会真正了解什么叫读经教育，你才会了解我们做对了什么，而又做错了什么。或许看完我感动的掉眼泪。我认为王才贵是现代的孔子。读经教育，你看刚刚孟老师后面的结尾，他是超越各宗教，他是不属于任何一个宗教。而哪一个宗教你认真执行，你这个宗教将来就有英才，就后继有人，传承有序。你哪一个宗教不重视，你哪一个宗教将来就会被淘汰。难怪我们霍老师在先进国家也都跟他们说，读经教育很重要。在台湾，我们霍老师讲了好多次，道办到哪里，读经教育带到哪里，读经教育到哪里，道就开到哪里。我们老师几乎已经把读经跟开道画上等号了。那
我想读经宝宝的诞生降世，是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希望。今天是一个开始。读经宝宝他是胎教，从胎教就出发，从早教早期教育出发，这是对的。心理学家都是肯定人生早几年的学习是非常重要、关键性的决定。所以今天只是一个开场。读经宝宝的诞生将带给人类无穷的希望。我们要老水还潮，各位看一看大陆的读经宝宝，他们一定都是来历不凡，这么小，来历不凡。他们将来也必然，既是来历不凡、使命不凡，他们将来也必然作为不凡、成就不凡。后续很期待，今天各位很有福气的家长们，你们来了，你们听到了，我们听见不能当作没听见，我们自己在自己的家庭教育，我们的孙子、儿子，如果还来得及的，再生一个读经宝宝；来不及的，好好培育我们的下一代，生我们的孙子当读经宝宝。如果自己年老了，下一辈子投胎来当读经宝宝，带给人类无穷的希望。今天太晚了，恭喜各位，我们加油！谢谢大家。好，谢谢我们副佛光山寺创办人星云大师祈祷文：慈悲伟大的佛陀，是日已过，今天已经过去了，我无法停止时间轨道的转动，但我祈求你，佛陀，让我觉悟无常的真谛。我无法追逐日升月落的脚步，但我祈求你，佛陀，让我认清生命的价值。在这过去的一天里，我有不断的妄想无明，我有不断的烦恼鼓动，但仰仗你的慈悲威德，借由你的智能教导，我都安然地度过去了。愿我从今而后，如脚良道路，绵延人间的好因好缘，如甘泉雨露，灭却有情的热闹疲惫，如丛林老树，庇护众生的清凉自在，如日月星辰，照亮一切迷途的众生。慈悲伟大的佛陀，是日已过，在今天这么一个夜晚，我感到生命岁月的迅速飞逝，如少水鱼。在如此短暂的时光里，我对无常人生感到多么无奈。只有祈求你，伟大的佛陀，让我拥有平等的心怀，宽恕侵犯我的仇敌，让我拥有感恩的心怀，报答帮助我的朋友，让我拥有盘惹的心怀，内观自省我的缺漏，让我拥有精进的心怀，奉行你慈悲的教诲。慈悲伟大的佛陀，感谢你的教导，让我抛弃仇恨的刀剑，享受清凉的法喜禅悦，让我卸下执着的枷锁，给我身心的自在解脱。慈悲伟大的佛陀，是日已过，命亦随见，祈求你的力，从今以后，让我能够无诸恐怖，无诸颠倒，无诸忧恼，无诸噩梦，
仰仗你伟大佛陀的加持，让我能够和你共眠共起，享受无限的喜悦，让我能够找回真实自我，拥有永得生命。慈悲伟大的佛陀，请接受今晚弟子的祈愿。慈悲伟大的佛陀，请接受今晚弟子的祈愿。
老母娘天上帝是否存在天？古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孔子说过：或罪于天，无所导也。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有违天理，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于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上天就会唾弃我为乎？为天为大，伟大啊！只有天最高大天。孔子、孟子思想中，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孟子也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情服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道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形，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无不知其名，想名曰道。清净经有一位真神，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自己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第1章第20节，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但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相信宇宙当中必然有一位冥冥中的主宰。在我们生活经验中，当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常常会带着期望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当事情不太顺利时，我们也常安慰自己说天无绝人之路，若事情已经绝望了，我们只好叹息天不从人愿。最后事情若起死回生时，我们会高兴地说天理昭昭，老天有眼，有一位真神上帝，看不见的并不表示就不存在。如空中有许多电波承载着美妙的音乐影像，虽然看不见电波，只要能借着适合的方法收音机电视，我们不但能知道电波的存在，而且能与这些电波有正确的接触。上帝虽然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但借着他所创造的浩瀚宇宙和微妙自然，我们就能知道有一位真上帝，万物的创始者。有一位真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新约约翰福音1:13，圣经创世纪1.01分 5 general 1:1 起初神创造天地 general 1:2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general 1:3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general 1:4 神
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General 1:5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宰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老母娘明明上帝老母娘生天生地生万物，为天地万物生灵之真主宰，又称无生老母，又称明明上帝。上帝当知道，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四书五经所说的上帝。这真神两个字和上帝两个字，音虽不同，意思却是一样。就如大雅所说的音之谓丧失，克配上帝。朱子说上帝就是天的主宰。小雅上说按形体而论，就叫做是天；按主宰而论，就叫做是地。既是朱子和程子两个讲解，和真神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就可以明白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古年间的圣人所敬奉的上帝。基督教辟邪归正论第56页，老母娘清净经云：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可知天地之源出自于道，未有天地，先有此道。道德经首母章第52，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父守其母，莫身不在。皇母训子十戒，三戒为道如尊，我如尊，生克制化老身份。三戒十方母为主，养育圣凡一灵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创天地而与天地同在，自性佛，即是灵，看不见抽象，但是它却存在每一位十方善知识的身上。所谓道化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天主佛与自性佛主耶稣对父神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约翰17:21，道德经混成章第25，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即七辽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自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始，始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欲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大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马拉基书1:11，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道德经混成章第25，皇母老母娘即是无极老母，无极老祖，无生老母，
皇母天父天上的父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神上帝真神阿拉真神主真主造物主为皇上帝明上帝造真理老母娘慈训明灵异变光上帝赐而真宝藏无量慈怀传意旨清虚大化救援皇至尊无上威灵力至圣心法复贤良三界法与慈云布十方共母朝母娘万灵归根乐欢喜真载无为居天堂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载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载一点明上帝圣号之意以明是代表先天纯阳光明本性所以明不为是超越现象界的明且是内在的明超越现象界的明为天命内在的明为人具足的本性良知上帝及宇宙的最高主宰他是诸天神圣三世诸神之本也是宇宙唯一至尊的神他不但是灵性之根源也是创造宇宙生育天地运行日月长养万物的大主宰在人而言亦如无人本具之本性良知如帝尧之大仁虞舜之大巧夏禹之大功文王之道德周公之大才老子之感应孔子之忠恕释迦之能静耶稣之博爱穆圣之清真观音之道慈世子之喜舍文殊之大智普贤之大行弥陀之平直观圣之刚正纯阳之虚明五目之精中等十方众圣三世诸佛一切奥义妙理无量智慧功德神通妙用全是由上帝的性体中流露出来的上帝的性体尽虚空遍法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所看不到的一切全是上帝所变现的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是与上帝同在的上帝的灵光大而无极范围天地小而无内细入无间凡是日月星辰江海景泉白云彩虹雨露霜雪一花一木一草一蛋宇宙森罗万象全在上帝的性海中无量清虚形容明上帝是无量智慧之根本无量妙行之本处无量功德之源头是真空妙有虚灵不灭的至尊至圣世尊崇其位为至尊至贵至高无上的敬奉其德是圆融完美无缺的三界十方三界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十方指东西南北东南西北东北西南上下表上帝的性体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在 X 三界28天图万灵真在说明上帝的圣灵大而无极范围天地小而无内细入无间为万有之本源万化的真主宰
所以明明上帝为一切生灵的大总持，在传统道场亦有尊称为无生老母或以母字为代表，其意义如同明明上帝具有形上义与形象义，为万物苍生生命的大本源头。三界十方万灵真在至尊至圣无量心虚言其本体尊崇其位敬奉其德载主其尊用在万灵便不恒用在不言为范其及形容其大说明其相明明上帝母字与母同音同义，字形与母字相近。母字的形义一点中加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是阴阳，代表用。体用合一为母，有体无用则至空，有用无体乃直相，即体即用即用即体，体用合一即是佛也。二点点代表无极，点代表真如本心，三点中线拉直透出圈外，表示超乎太极之外，贯乎太极之中。四点母字正转90度，表示先天灵性之母，先天母乃外灵主宰，灵性之母心无形永久之如来自性。太极字的形义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两点是阴阳，代表用。从代表无极，动生阴阳从直心代表真如本心。太极图各教圣人对老母娘的尊称一点如叫天上帝明明上帝为皇上帝等，中庸交涉之理，所以是上帝。天命之谓请，诗经小雅明明上帝昭灵下土，大雅上帝灵汝无二耳心。书经汤告为皇上帝降中于下民，若有恒性。二点佛教大日如来毗卢遮那无生等法华文具会本法身如来名毗卢，此翻译遍一切处。贪经一问挺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大日经书亦云，梵音毗卢遮那者，是日之别名，即除安片名之意也。同16曰所谓毗卢那者，日也。如世间之日，能除一切暗明，而生长一切万物，成一切众生是也。今法身如来亦复如是，故以为欲也。三点道教无道无极天尊等，道德经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即悉了悉，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自之曰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点也叫真神耶和华天主天父上帝等。圣经创世纪，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五点会叫阿拉真主。乌克兰经卷一奉大人大慈真主之名，六点先天大道无生老母明明上帝无量心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载真
竹古兰经，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制服了日月，他们必定说真主296亿。如果你问他们谁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使已死的大地复活呢？他们必定说真主2963。真主古兰经，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112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1122他不生也不被生，1123没有任何物可以与他匹敌，1124真神道上帝生命在他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内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1491314耶和华 Yav 耶和华 Yav/Yahweh/ 的称呼，在原文之意义乃是自有拥有的他，亦即不生不灭诸天之国与神之国，神为诸天之国之上的主宰，母居里天，在诸天之上为万灵真宰。诸天之国与神之国，宇宙能量，整个宇宙充斥着舞动的能量，除了此舞动的能量，我们的宇宙一无所有。在某个时间点，这些能量分成许多有知觉的能量与无知觉的能量，从而有意分为二，就对立。斯瓦米维达帕若提 Swami Vedabharati 这着火于加约翰一书第4章第13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约翰一书3:24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何处？约翰一书与约翰福音在文体上颇相似，因此可能是来自于同一个作者。福音书作者约翰，神上帝老母娘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经创世纪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情形，创造人时，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275教传到佛家所言正法典藏灵山柳之净瓶主人翁真主人真如等等，儒家所言大学之道三人之行天命等等，道家所言古神荼毒玄牝众妙之门等等，回教所言阿米木两木米木回回之地等等，基督教言十字架用火施洗窄门等等。对于以上所谈之名词，没有求道的人是无法体悟的。
所以说摸得着根的成佛祖，摸不着根的瞎修行而道，就是万教所要找的根。个根如没有经活佛师尊名师指点，是无法找到的。可见求道的重要。经典印证亦无有正法掩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二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厅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正法密传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摄尊者破颜为笑。世尊曰：无有正法掩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复主摩诃迦摄。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诃迦摄分作另作，以僧伽梨为之。遂告曰：吾以正法掩藏，逆复于汝当护持。五灯会元卷17佛释迦牟尼佛著僧伽梨比丘31之一，华译为众句11，又称为大一，由9条至25条制成，是作大法会，或是见国家元首众臣时所穿的。正法密传会能及会祖义。三无度世，足以袈裟遮为，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起祖言和其自性本自清净和其自性本不生灭和其自性本自具足和其自性本无动摇和其自性能生万法组之物本性。谓慧能曰：不是本心，学法无益。若是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If therefore your eye is good, your whole body will be full of light. 马太福音第6章22，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1-3 Enter by the narrow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who go in by it.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1-4 Because narrow is the gate and difficult is the way which leads to life, and there are few who find it. 因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
找到的人也少。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048L 佛家言不走正门，进入4生6道。胎生耳牛马羊狗之类，卵生眼鸡飞禽之类，湿生口鱼虾水族之类，化生以马以蚊虫之类，泥丸公气天神度其在世投胎为人，任母归根修道，目的在离苦的乐为有任母归根，方能超生了死生，登圣域贤官，永脱苦海。母自垂武，教皇母慈是这恩师，一指点杀身难报，重如山恩似海，实际心怀若不受师指点，怎能脱苦？又怎能了生死？不受考灾，上超祖，下引孙，全凭师力，各应当报大恩。尊师安排皇母10届，第7届武教圣人提出了诚恳的呼吁，一点穆罕默德可兰经文难了死，肃拜真师反饶西2点耶稣基督圣经空是玄真义，赞美诗词作高歌3点太上老君道德5前卫严谨，肃拜公常早归根4点释迦牟尼真空非空法非法，如然自在是个5点孔老夫子求神之化之其旨，定静安律见本源，古人云白藕绿叶红莲花。三角原来是一家3大圣人发庆礼，得了巧妙，回老家务又本末，事有终始，之所先后，则敬道矣。信教不爱修道，但不宜只有信教，耽误修道，本末倒置。实在可惜，点老母娘的奥妙道在使逆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呜呼！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其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也曰：在蹄。百。曰：何其欲？下且曰：在瓦辟。曰：何其欲？甚且曰：在始。逆。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故不及直。正或之问于间，是履喜也。每下欲况，汝为莫彼，无乎陶物。只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天贤3者，一名同时，其之义也。庄子之备有第22老母娘的心声，13山坡母子离，乃不得已。皇母训子10戒，1戒亦当初天未分，混沌未判，妙明明无人，我空空一团，96亿元佛子，先天同聚，无忧愁无烦恼，自在安然。先兄弟先姐妹生来伴，随母来随母去，不离身边，极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画彩，奉无量尊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
观无阴阳，无对待，至理纯然，暇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吃的是仙桃点琼浆，玉一穿的是登云鞋，仙衣仙山，老母娘的心声。二论无极为圣域至善宝，静静而应通，万化万类根源，自从那骄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乾，万八在气数并天使成就，又待至丑会满地是完全清气，升为天盘布至星斗浊气，降凝为地湖海山川，至凝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晕，万类生全，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动黄及坤乾老母娘的心声。三道即理理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一本散万殊哉，自无入九其奥妙，是神千亿难尽言，天即成地即立，万物其北东土，无人焉，缺少女男，那时节为母，我无奈之处，方舍我九六子西降凡间屡次的差援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治，凡无奈何为母，我造下且九三山颇弘罪了菩萨，佛南设一个大仙池，其来洗澡，趁机会先一邪收回礼，天众佛自救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先一邪，可在哪边老母娘的心声？四为娘我悲痛泪源自呼唤耳众等宿东奔，莫要在脸，如若是先一邪教与尔等耳，哪个亦不肯在是至凡折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失踪佛子，可引心泉众佛子如调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母？言答三期末，打开普度清烧书清寂性清度佛缘，降道乃为救良善，降劫乃为收恶煞，血泪以于叹子归，须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声，莫结识其把握经现效圣法贤，不畏考验，坚守愿解共赴龙华，极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画彩凤无量尊严，在理天极乐之天国里，任意逍遥游玩，随意玩耍成其青龙，化作彩色凤凰，任意去来，显现无量尊贵与庄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管无阴阳，无对待，至理纯然理天，无寒暑冷热，总是恰是温度，无拘无束，亦无阴阳之对待，只有纯然一团理气，理天以跳脱一切阴阳对待，故无阴阳寒暑之分别对待，自性至理纯然，通达无碍，故无数无管，暇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弦，暇无事，则任意遨游，观赏先天美妙景致，或下棋娱乐，或弹琴消遣，理天之境无闷倦之事，举凡一切活动，皆随心之所至，意之所乐而为之。
吃的是仙桃果琼浆玉液，穿的是穿云鞋仙衣仙衫，吃的是仙桃仙果，喝的是琼浆玉液，穿的是仙衣仙鞋。仙桃果蟠桃之果实，亦称仙桃。蟠桃实洲际东海有山，名杜所山，上有大桃树，盘曲3000里，曰盘木。武帝内传7月7日，西王母将以仙桃4颗与帝，帝时折收其核，欲种之。母曰：此桃3000年一时，终下地薄，种之不生。帝乃止。论无极为圣域至善宝净净而因空万化万类根源理天是至善宝地，是无极的境界，至圣之疆域。此地至虚至境，感而遂通万物之造化，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自从那骄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乾1元12，会子会开天丑会替地明会生人卯会辰会巳会午会未会申会人灭酉会地灭戌会天灭亥会混沌每会各10800年。1元共129600年。七佛治世，三佛收元，七佛治世南方是爱佛6000年，北方生玉佛4800年，即10800年。卯会东方甲三春佛3720年，西方有长庚佛7080年，即10800年。辰会西北方空谷佛5284年，东南方龙野佛5516年，即10800年。四会东北方祭天佛5800年，伏羲是代理佛500年，即6300年。五会中三佛收元，燃灯古佛清阳旗，掌天盘。莲慈会释迦文佛弘扬旗，掌天盘。灵山会弥勒古佛白羊旗，掌天盘。龙华会万八在气数足天使成就，又在指丑会满地是完全子会开天10800年，天成就丑会替地10800年，地完全至为会数景，至是圆满。母会元灵收回，又会灭地，戌会灭天，亥会重回混沌星气，生为天盘部，至星斗浊气，降名为地土海山川清清之气，上升则为天。满天不满者何叹星斗，此为气界所居之处。重浊之气下降则为地，大地为重浊之气所凝结而成，形成了土海山川，此为象界所居之处。至寅会天地交日月合，照会阴阳合阴晕，万类生全子会开天，丑会替地，以完成阴阳二气之分判。寅会之时，天地阴阳之气相交，日月叠相交替，阴阳氤氲而育生万物品类。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动黄及坤乾，此即是先天妙理。
开天辟地之本源，无极主静，属理天；太极主动，属气天；黄极主化，属象天。道即理，理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道即是理，理即是道，至虚至灵，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道本虚灵，能生一，一能生二，二能生三，三能生万物。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三才，三才者天地人，万物因之而生，生化万物图。://LCC_LCC_2/ 意图象极，生化5万点。JPG 天既成，地既立，万物齐备，东土里无人烟，缺少女男，天地既成，万物已齐备。这就是向天，亦称娑婆世界、贪苦世界、苦海、此岸、东土等等名称，不一而足。这世界被创立之后，尚无人烟，缺少男女，整个世界乏人管理统治。那时桀为母，我无奈之处方舍我9六子期降凡间。由于天地有定数，子会开天，丑会辟地，寅会需要有人降生。时机已至，老母娘亦有无奈之处，才舍下皇母之9六元胎佛子，一起降临凡间，接受种种历练，屡次的差援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至凡，于是老母娘每次差遣援佛子下凡降临东土，每来一次又回去一次，就是不肯留下来治理凡间东土。无奈何为我造下血救3山坡红罪了菩萨佛，身在无可奈何之下，老母娘只好造下血救，在3山坡红罪了原本就是佛菩萨的原胎佛子，设一个大仙池其来洗澡，趁机会先衣邪收回礼天。老母娘还设一个大仙池，好让大家一起来洗澡，趁机会将大家的仙衣仙鞋都收回礼天。众佛子就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仙衣鞋可在哪边。众佛子就醒之后，却见不到老母娘，又不见仙衣仙鞋，为娘我悲痛泪源自呼唤耳众等速东奔，莫要再怜老母娘，因为要与众原胎佛子分离，故而心中感到悲痛而流泪，并且呼唤众佛子速速往东土而去，千万别再留恋于离天之舒适自在。若是仙衣邪交与尔等尔哪个亦不肯再是临凡老母娘，若把仙衣仙鞋交给原胎佛子，则又没有一个肯降临凡间留下来治理世界。这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吃松果子，可饮清泉，到了凡间。若天气寒冷，就折些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以御寒地冷。若肚子饿了，
就取松子脖子吃；口渴了，就取清凉泉水喝。众佛子如调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众佛子听了老母娘如此吩咐，皆如吊失了魂魄一般，悲伤地哀嚎叹息，纷纷问老母娘：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母言答：3期末打开普渡清烧书清寂信清度佛缘。老母娘回答说：等到3期末节大开普渡的时候，老母娘会亲自烧书寄信给大家，并且亲自来度化众缘胎佛子，告一回家之路。家相信书皇母训子师戒以及仙佛圣训都是皇母烧书信度化佛子众生。众儿女心由以悲生大放为母，我且合同赋予。皇元听了老母娘的话语，众缘胎佛子心中犹存惊疑，悲伤地放声大哭。老母娘见众佛子如此惊疑悲痛，于是写下了合同给众缘佛子，以作为将来回天之凭证。求道时的合同皆是凭证。自此，我缘佛子东土而奔至世界为男女在地人焉。从此，皇母之缘胎佛子便向东土奔驰而去，点治理世界，或为男，或为女，并传递人间烟火。母子分各东西，好不难过。自此，我众佛子受尽熬煎子各分东西，令老母娘内心好难过。而众佛子自此以后却受尽无限的折磨与煎熬。唐李白骨风师名利图煎熬，安的咸鱼不。至今时区只算6万年，载美享而在世苦，母心难安。自3山坡一别到现在，区只算来已有6万年了。自寅会生元以来，至今未知出，已将近6万年时光。每每想起众佛子在世间受苦受难，皇母内心就难以安舒。一别千古，一别6万多年。今时下运以至为母，降道差3佛半末后普渡收圆，现在时运已经到了，为唤回在世间受苦的缘佛子，老母娘降下了大道，指引众生回天之路，并差遣3佛办理末后一着的普渡收圆。3佛燃灯古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如何与老母娘同在一任理时修一理，不依人修道，任指真一人一出错，一理是良心，2行公了愿，天不能言，地不能语，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结论而的敦厚善良，造就母的完美圆满，儿的光明坦荡，照耀母的灵明清虚，儿的柔和宁静凝聚母的慈悲感应，儿的知足感恩建立母的欢乐喜乐，儿的无私无我辉映母的无边无量，儿的屹立不摇弃入母的永垂不朽。本尊与分身关系。On call.
资料来源网址 https://drive.google.com/files/d/0b_cas1z/view pref equals 2 and plete equals 1 and page equals 10953899150476774483005。认识老母娘天上帝是否存在天？古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孔子说过：或罪于天，无所导也。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有违天理，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于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上天就会唾弃我为乎？为天为大，伟大啊！只有天最高大天。孔子、孟子思想中，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孟子也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情服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道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掌养万物。吾不知其名，想名曰道。清净经有一位真神，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自己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第1章第20节，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但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相信宇宙当中必然有一位冥冥中的主宰。在我们生活经验中，当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常常会带着期望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当事情不太顺利时，我们也常安慰自己说天无绝人之路，若事情已经绝望了，我们只好叹息天不从人愿。最后事情若起死回生时，我们会高兴地说天理昭昭，老天有眼，有一位真神上帝，看不见的并不表示就不存在。如空中有许多电波承载着美妙的音乐影像，虽然看不见电波，只要能借着适合的方法收音机电视，我们不但能知道电波的存在，而且能与这些电波有正确的接触。上帝虽然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但借着他所创造的浩瀚宇宙和微妙自然，我们就能知道有一位真上帝，万物的创始者，有一位真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新约约翰福音1:13，圣经创世纪1.01分。 5 General 1:1 起初神创造天地， General 1:2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General 1:3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General 1:4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General 1:5 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宰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老母娘明明上帝老母娘生天生地生万物，为天地万物生灵之真主宰，又称无生老母，又称明明上帝。上帝当知道，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四书五经所说的上帝。这真神两个字和上帝两个字，音虽不同，意思却是一样。就如大雅所说的鹰之谓丧尸，特配上帝。朱子说上帝就是天的主宰。小雅上说按形体而论，就叫做是天；按主宰而论，就叫做是地。既是朱子和程子两个讲解，和真神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就可以明白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古年间的圣人所敬奉的上帝。基督教辟邪归正论第56页，老母娘清净经云：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可知天地之源出自于道，未有天地，先有此道。道德经首母章第52，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父守其母，莫身不在。皇母训子十戒，三戒为道如尊，我如尊，生克制化老身份。三戒十方母为主，养育圣凡一灵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创天地而与天地同在，自性佛，即是灵，看不见抽象，但是它却存在每一位十方善知识的身上。所谓道化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天主佛与自性佛主耶稣对父神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约翰17:21，道德经混成章第25，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即七辽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自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始，始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狱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大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马拉基书1:11，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道德经混成章第25，黄母老母娘即是无极老母，无极老祖，无生老母。黄母天父，天上的父也，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神，上帝真神，阿拉真神主，真主，造物主，为皇上帝，明上帝，道真理。老母娘慈训，明灵异变，光上帝赐，而真宝藏无量，慈怀传一旨，清虚大化，救援皇至尊，无上威灵力，至圣心法，复贤良，三界法与慈云布，十方共沐朝母娘，万灵归根乐欢喜，真载无为居天堂，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载，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载，一点明上帝圣号之意义，明是代表先天纯阳光明本性，所以明不为是超越现象界的明，且是内在的明。超越现象界的明为天命，内在的明为人人具足的本性良知。上帝即宇宙的最高主宰，他是诸天神圣三世诸神之本，也是宇宙唯一至尊的神。他不但是灵性之根源，也是创造宇宙生育天地运行日月长养万物的大主宰。在人而言，亦如无人本具之本性良知，如帝尧之大仁，虞舜之大巧，夏禹之大功，文王之大德，周公之大才，老子之感应，孔子之忠恕，释迦之能静，耶稣之博爱，穆圣之清真，观音之大慈，世子之喜舍，文殊之大智，普贤之大行，弥陀之平直，关圣之刚正，纯阳之虚明，五目之精中，等十方众圣，三世诸佛，一切奥义妙理，无量智慧功德，神通妙用，全是由上帝的性体中流露出来的。上帝的性体尽虚空遍法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所看不到的一切，全是上帝所变现的，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是与上帝同在的。上帝的灵光大而无极，范围天地，小而无内，细入无间。凡是日月星辰，江海景泉，白云彩虹，雨露霜雪，一花一木，一草一蛋，宇宙森罗万象，全在上帝的性海中。无量清虚形容明上帝是无量智慧之根本，无量妙行之本处，无量功德之源头，是真空妙有，虚灵不灭的。至尊至圣，世尊崇其位为至尊至贵，至高无上的。敬奉其德是圆融完美无缺的。三界十方，三界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
十方指东西南北东南西北东北西南上下，表上帝的性体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在。 X 三界28天图万灵真，在说明上帝的圣灵大而无极范围，天地小而无内气入无间，为万有之本源，万化的真主宰。所以明明上帝为一切生灵的大总持，在传统道场亦有尊称为无生老母或以母字为代表，其意义如同明明上帝具有形上义与形象义，为万物苍生生命的大本源头。三界十方万灵真，在至尊至圣无量心虚言其本体尊崇其位敬奉其德载主其尊，用在万灵便不恒，用在不无言为范其及形容其大说明其相明明上帝母字与母同音同义，字形与父母字相近。母字的情义一点中加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是阴阳，代表用，体用合一为母。有体无用则至空，有用无体乃直相，即体即用即用即体，体用合一即是佛也。二点点代表无极，点代表真如本心，三点中线拉直透出圈外，表示超乎太极之外，贯乎太极之中。四点母字正转90度，表示先天灵性之母。先天母乃外灵主宰，灵性之母心无形，永久之如来自性。太极字的形义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两点是阴阳，代表用，从代表无极，动生阴阳从直心代表真如本心。太极图各教圣人对老母娘的尊称一点，如叫天上帝、明明上帝为皇上帝等，中庸交涉之理，所以是上帝。天命之谓性，诗经小雅明明上帝昭灵下土，大雅上帝灵汝无二耳心。书经汤告为皇上帝，降中于下民，若有恒性。二点佛教大日如来毗卢遮那无生等法华文具会本法身如来名毗卢，此翻译遍一切处。坛经一问品，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大日经书亦云，梵音毗卢遮那者，是日之别名，即除安片名之意也。同16曰所谓毗卢那者，日也。如世间之日，能除一切暗明，而生长一切万物，成一切众生是也。今法身如来亦复如是，不以为喻也。三点道教无道无极天尊等，道德经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即七辽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自之曰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4点也叫真神耶和华天主天父上帝等。圣经创世纪，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5点会叫阿拉真主。乌克兰经卷一奉大人大慈真主之名。6点先天大道无生老母明上帝无量心虚至尊至圣3界十方万灵真宰。真主古兰经，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制服了日月，他们必定说真主296亿。如果你问他们谁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使已死的大地复活呢，他们必定说真主2963。真主古兰经，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112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1122他不生也不被生。1123没有任何物可以与他匹敌。1124真神道上帝生命在他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内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1491314耶和华 Yav 耶和华 Yav/Yahweh/ 的称呼，在原文之意义乃是自有拥有的他，亦即不生不灭诸天之国与神之国，神为诸天之国之上的主宰。母居里天，在诸天之上为万灵真宰。诸天之国与神之国，宇宙能量，整个宇宙充斥着舞动的能量。除了此舞动的能量，我们的宇宙一无所有。在某个时间点，这些能量分成许多有知觉的能量与无知觉的能量，从而有一分为2，就对立。斯瓦米维达帕若提 Swami Vedambarati 着着火于家约翰一书第4章第13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约翰一书3:24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何处？约翰一书与约翰福音在文体上颇相似，因此可能是来自于同一个作者。福音书作者约翰，神上帝老母娘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经创世纪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情形，创造人时，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275教阐到佛家所言正法掩藏灵山柳之净瓶主人翁真主人真如等等。
儒家所言大学之道，三人之行天命等等，道家所言谷神荼毒玄牝众妙之门等等，回教所言阿米木亮木米木回回之地等等，基督教言十字架用或施洗窄门等等。对于以上所谈之名词，没有求道的人是无法体悟的。所以说摸得着根的成佛祖，摸不着根的瞎修行而道，就是万教所要找的根。个根如没有经活佛师尊名师指点，是无法找到的。可见求道的重要。经典印证亦无有正法掩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二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正法密传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摄尊者破颜为笑。世尊曰：无有正法掩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复主摩诃迦摄。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诃迦摄分作令作，以僧伽梨为之。遂告曰：吾以正法掩藏，密付于汝，汝当护持。五灯会元卷1佛释迦牟尼佛著僧伽梨比丘31之一。华译为众句11，又称为大一，由9条至25条制成，是作大法会，或是见国家元首重臣时所穿的。正法密传会能及会祖义。三无度世，足以袈裟遮为，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起祖言和其自性本自清净，和其自性本不生灭，和其自性本自具足，和其自性本无动摇，和其自性能生万法组之物本性。谓慧能曰：不是本心，学法无益。若是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If therefore your eye is good, your whole body will be full of light. 马太福音第6章22，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1-3 Enter by the narrow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who go in by it.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
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14 Because narrow is the gate and difficult is the way which leads to life, and there are few who find it. 因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048L. 佛家言不走正门，进入4生6道。胎生耳牛马羊狗之类，卵生眼鸡飞禽之类，湿生口鱼虾水族之类，化生以马以蚊虫之类，泥丸公气天神度其在世投胎为人，任母归根修道，目的在离苦的乐为有任母归根，方能超生了死生，登圣域贤官，永脱苦海。母自垂武，教皇母慈是这恩师，一指点杀身难报，重如山恩似海，实际心怀若不受师指点，怎能脱苦？又怎能了生死？不受考灾，上超祖，下引孙权，凭师力，各应当报大恩。尊师安排皇母10届，第7届五教圣人提出了诚恳的呼吁，一点穆罕默德可兰经文难了死，速拜真师反摇西2点耶稣基督圣经空是玄真义，赞美诗词作高歌3点太上老君道德5前卫严谨，速拜公常早归根4点释迦牟尼真空非空法非法，如然自在是个5点孔老夫子雄神之化之其旨，定静安律见本源古人云白藕绿叶红莲花，三角原来是一家3大圣人发庆礼，得了巧妙回老家务有本末，是有终始之所先后，则敬道矣。信教不爱修道，但不宜只有信教耽误修道，本末倒置，实在可惜。点老母娘的奥妙道，在使逆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呜呼！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其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也？曰：在蹄。百。曰：何其欲？下且。曰：在瓦辟。曰：何其欲？甚且。曰：在使逆。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故不及直。正或之问于间，是履兮也。每下欲况，汝为莫必，无乎陶物。只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天贤3者，一名同时，其之义也。庄子之备有第22老母娘的心声，13山坡母子离，乃不得已。皇母训子10诫，1诫
亦当初天未分混沌，未判妙明明无人，我空空一团，96亿元佛子，先天同聚，无忧愁无烦恼，自在安然。先兄弟先姐妹生来伴随母来随母去，不离身边，极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化彩凤，无量尊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还无阴阳，无对待，至理纯然，暇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吃的是仙桃点琼浆玉一穿的是登云鞋，仙衣仙山老母娘的心声。二论无极为圣域至善宝，静静而应通，万法万类根源，自从那骄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乾，万八在气数并天使成就，又待至丑会满地是完全清气，升为天盘部，至星斗浊气，降凝为地土海山川，至盈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晕，万类生全，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动黄及坤乾老母娘的心声。三道即理理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一本散万殊哉，自无入九其奥妙，是神天意难尽言，天即成地即立，万物其北东土，无人焉，缺少女男，那时节为母，我无奈之处，方舍我96子妻降凡间屡次的差援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治，凡无奈何为母，我造下铁九三山坡红最乐菩萨佛南设一个大仙池，其来洗澡，趁机会先一邪收回礼，天众佛自救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先一邪，可在哪边老母娘的心声？四为娘我悲痛泪源自呼唤耳众等宿东奔，莫要在脸，如若是先一邪教与耳等耳，哪个亦不肯在是至凡折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吃松果子，可饮清泉，众佛子如调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母？言答三期末，打开普度清烧书清寂，请清度佛缘，降道乃为救良善，降劫乃为收恶煞，血泪以于探子归，须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声，莫结识其把握经现效圣法前，不畏考验，坚守愿解，共赴龙华。极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化彩凤，无量尊严，在理天极乐之天国里，任意逍遥游玩，随意玩耍，成其青龙，化作彩色凤凰，任意去来，显现无量尊贵与庄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还无阴阳，无对待，至理纯然，理天无寒暑冷热，总是恰是温度，无拘无束，亦无阴阳之对待，只有纯然一环理气，理天以跳脱一切阴阳对待，故无阴阳寒暑之分别对待，自性至理纯然，通达无碍，故无数无管。
暇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能倦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弦。暇无事则任意遨游，观赏先天美妙景致，或下棋娱乐，或弹琴消遣。理天之境无闷倦之事，举凡一切活动皆随心之所至，意之所乐而为之。吃的是仙桃果琼浆玉液，穿的是穿云鞋仙衣仙衫，吃的是仙桃仙果，喝的是琼浆玉液，穿的是仙衣仙鞋。仙桃果蟠桃之果实，亦称仙桃。蟠桃实洲即东海有山名杜所山，上有大桃树，盘曲3000里，曰盘木。武帝内传7月7日，西王母将以仙桃4颗与帝，帝时折收其颗，欲种之。母曰：此桃3000年一时，终下地薄，种之不生。帝乃止。论无极为圣域至善宝净净而因通万化万类根源理天是至善宝地，是无极的境界，至圣之疆域。此地至虚至境，感而遂通万物之造化，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自从那骄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乾一元12，会子会开天丑会替地明会生人卯会辰会巳会午会未会申会人灭酉会地灭戌会天灭亥会混沌每会各10800年。一元共129600年。七佛治世，三佛收元，七佛治世南方是爱佛6000年，北方生玉佛4800年，即10800年。卯会东方甲三春佛3720年，西方有长庚佛7080年，即10800年。辰会西北方空谷佛5284年，东南方龙野佛5516年，即10800年。四会东北方祭天佛5800年，伏羲是代理佛500年，即6300年。五会中三佛收元然灯古佛青阳旗，掌天盘。莲慈会释迦文佛红阳旗，掌天盘。灵山会弥勒古佛白羊旗，掌天盘。龙华会万八在气数足天使成就，又代指丑会满地是完全子会开天10800年，天成就丑会替地10800年，地完全至为会数景，至是圆满。母会元灵收回，又会灭地，戌会灭天，亥会重回混沌星气，生为天盘部，至星斗浊气，降凝为地土海山川清清之气，上升则为天。满天不满者河汉星斗，此为气界所居之处。重浊之气下降则为地，大地为重浊之气所凝结而成，形成了土海山川，此为象界所居之处。
至阴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晕，万类生全子会开天，丑会替地，以完成阴阳二气之分判。寅会之时，天地阴阳之气相交，日月叠相交替，阴阳阴晕而欲生万物品类。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即静态即动黄即坤乾，此即是先天妙理开天辟地之本源。无极主静，属理天；太极主动，属气天；黄极主化，属象天。道即理，理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道即是理，理即是道，至虚至灵，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道本虚灵，能生一，一能生二，二能生三，三能生万物。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三才，三才者天地人，万物因之而生，生化万物图。://LCC/LCC-2/ 意图象极，生化5万点 JPG。天既成地既立，万物其北东土里无人焉，缺少女男，天地既成，万物以其北，这就是象天，亦称娑婆世界、堪苦世界、苦海、此岸东土等等名称，不一而足。这世界被创立之后，尚无人焉，缺少男女，整个世界乏人管理统治。那时桀为母，我无奈之处，方舍我九六子七降凡间。由于天地有定数，子会开天，丑会替地，寅会需要有人降生。时机已至，老母娘亦有无奈之处，才舍下皇母之九六元胎佛子，以其降临凡间，接受种种历练，屡次的差援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至凡，于是老母娘每次差遣援佛子下凡降临东土，每来一次又回去一次，就是不肯留下来治理凡间东土。无奈何为我造下血酒三山坡红醉了菩萨佛，身在无可奈何之下，老母娘只好造下血酒，在三山坡红醉了原本就是佛菩萨的原胎佛子，设一个大仙池其来洗澡，趁机会先衣邪收回礼天。老母娘还设一个大仙池，好让大家一起来洗澡，趁机会将大家的仙衣仙鞋都收回礼天。众佛子就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仙衣鞋可在哪边。众佛子就醒之后，却见不到老母娘，又不见仙衣仙鞋。为娘我悲痛泪源自呼唤耳，众等速东奔，莫要再怜老母娘，因为要与众原胎佛子分离，故而心中感到悲痛而流泪，并且呼唤众佛子速速往东土而去，千万别再留恋于离天之舒适自在。
如若是先医邪教与尔等尔哪个亦不肯再是临凡老母娘，若把先医先邪交给元胎佛子，则又没有一个肯降临凡间留下来治理世界。这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失踪脖子和影星全到了凡间。若天气寒冷，就这些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以御寒地冷。若肚子饿了，就取松子脖子吃；口渴了，就取清凉泉水喝。众佛子如调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众佛子听了老母娘如此吩咐，皆如吊失了魂魄一般，悲伤地哀嚎叹息，纷纷问老母娘：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母言答：3期末打开普度清烧书清寂信清度佛缘。老母娘回答说，等到3期末节大开普度的时候，老母娘会亲自烧书寄信给大家，并且亲自来度化众元胎佛子，告一回家之路。家相信书皇母训子师戒以及仙佛圣训都是皇母烧书信度化佛子众生。众儿女心由一悲生大放为母，我且合同赋予。皇元听了老母娘的话语，众元胎佛子心中犹存惊疑，悲伤地放声大哭。老母娘见众佛子如此惊疑悲痛，于是写下了合同给众元佛子，以作为将来回天之凭证。求道时的合同皆是凭证。自此，我元佛子东土而奔至世界为男女在地人焉。从此，皇母之元胎佛子便向东土奔驰而去，点治理世界，或为男，或为女，并传递人间烟火。母子分各东西，好不难过。自此，我众佛子受尽熬煎子各分东西，令老母娘内心好难过。而众佛子自此以后却受尽无限的折磨与煎熬。唐李白骨风师名利图煎熬，安的咸鱼不。至今时区只算6万年，载美享而在世苦，母心难安。自三山坡一别到现在，区只算来已有6万年了。自寅会生人以来，至今未知出，已将近6万年时光。每每想起众佛子在世间受苦受难，皇母内心就难以安舒。一别千古，一别6万多年。今时下运引至为母，降道差3佛半末，后普度收圆。现在时运已经到了，为换回在世间受苦的元佛子，老母娘降下了大道，指引众生回天之路，并差遣3佛办理末后一着的普度收圆。3佛燃灯古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
如何与老母娘同在一任理时修一理，不依人修道，任指真一人一出错，一理是良心，二行公了愿，天不能言，地不能语，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结论而的敦厚善良，造就母的完美圆满，儿的光明坦荡，照耀母的灵明清虚，儿的柔和宁静凝聚，母的慈悲感应，儿的知足感恩建立，母的欢乐喜乐，儿的无私无我辉映，母的无边无量，儿的屹立不摇弃入，母的永垂不朽，本尊与分身关系。资料来源网址1-TTPS://drive.google.com/files/d/0b__4839154045. 认识老母娘天上帝是否存在？天古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孔子说过，或罪于天，无所导也。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有违天理，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于所否者，天厌之，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上天就会唾弃我为乎。为天为大，伟大啊！只有天最高大天。孔子、孟子思想中，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孟子也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情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老师好，看看。哎，老师好，他们到哪里去了？谢谢。
科技学院，我们的传统学系。去年开车。那是请印度人来跟他表演吗？还是我们就跟着表演？谢谢。建构有好，建构有好有建构我们那还有磨痕爽滑哦，对对，建构成功，他们要是，那我们台湾的学印度语，但是我新人啊，我还以为是前印度人的表演。
印度舞蹈欣赏表演开始，这个请舞蹈名字跟老师让他帮我做主持。在好莱坞。Namaste，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到南华大学来。其实我有一点点算是南华大学也算是我一个补教吧，因为在2003年我来这里当一个印度高教老师的一个助教，然后来了2个月，所以今天本来是一路还是不太好找，但是还是找到了啊。那 Namaste 是在印度是一个问好的话，就是让我们台湾拿1万你好吧。那在座有没有谁去过印度？应该不少的人去过印度。还有，那成长空间很大。那我是台北印度爱乐中心的创办人那并且服务。那今天我们来表演的2位老师上面有写就是一个说话老师大家可能对。他们2个显然不同的风格，就是代表北印度，是代表南印度那我在这个表演开始，我还是占用大家一点点时间因为表演还是比说话好听那我们也让大家认识一下印度舞蹈简单的严格。那印度在史前时代，将近3000年到3万年前，在北印度的岩洞里面，就发现有500个岩洞里面有印度舞蹈的石刻。再过来呢，就是说，在印度河文明大概4500年到5000年的时候，它有一个叫摩亨佐达罗的一个地方，称为印度文明，在这里发现很多很多的文物，那其中有很多铜做的这个舞蹈的一个铸像，所以显然那时候印度舞蹈理解是相当成熟的。那再过来就是到差不多是在3000年前的左右，大概就是在第5吠陀的在吠陀时代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叫列武论。那大家知道吠陀经有4部吠陀经，但是列武论是被称为第5吠陀那这里面就是所有把舞蹈的场景、环境规范要求和整个的这个颜面表情到整个的这种表演的形式都有很严格的规定。这印度是一个时期，这些规定，这些老师和今天要表演都遵守这样的规定，所以他们老师教给他们都是以列武论为基础的。再过来就是到印度神话的时代，大家都知道这个摩诃婆罗多跟罗摩衍那这2个史诗，这2个史诗里面就谈到，当然这2个史诗里面虽然是以戏剧表演，那当然神话里面很多有印度舞蹈的这个表演那再过来就是这样子的元素以后变成一个叫宗教之舞。宗教之舞就是说，在早期印度舞蹈不是表演给我们一般男人看的，而是给婆罗门，然后是给神看的，所以他们就称为 temple dance， 就是宗教之舞然后再过来就是他们就是因为宗教之舞就产生了一个专门会跳舞而生的叫 Devadasi， 就是你不能说像日本人艺伎，但是他是专业跳舞的，从小就被父母领到教堂里面去学习这些音乐舞蹈的这些技巧，然后就刚才讲的，就是专门表演给这个婆罗门给律神看的然后再过来就知道伊斯兰的配合，大概11世纪慢慢就伊斯兰就进来，他进来之后，他除了他拿了弯刀之外，最重要他还带了一个我称为叫伊斯兰的甘草，我在这看是苏菲，我说大家应该有印象，苏菲学长。那到了16世纪以后，就是蒙古王朝建立这个蒙古人，一直到中亚到阿富汗这样绕一圈又跑到印度去统治他们。那这个外来政权呢，他就把伊斯兰的苏菲的东西带到印度，然后透过他们就像最特别就是他叫玫瑰帝国里面阿公国皇帝，那他就把里面的苏菲的东西跟印度做一个结合，所以他就变成宫廷舞蹈。那等一下就是这个庄稼老师就要表演这个北印度受到这个伊斯兰影响了。然后这个伊斯兰影响的话，一直到最近20世纪以后，
就是慢慢这个电子工业就非常发达，因为印度的电子工业已经超过100年了，大家尽量跟这个电影啊载歌载舞。那载歌载舞里面很多舞蹈，当然它就是传承是进入古典舞蹈里面的元素里面。那其中最多的当然被人称道的就是像卡萨克舞蹈里面这个比较浪漫的、比较像围裙的东西啦因为它当然是这样，是等于是从宗教之舞变成宫廷之舞以后，当然比较世俗化一点。所以宝莱坞电影里面的很多舞蹈就是采取自这个宝莱坞舞蹈里面的元素。大概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说明。那再过来就是我就要介绍今天这个来松柏老师他要给我们表演的舞蹈他表演给我们舞蹈就是第一首呢，它是属于婆龙歌舞的比较着重于技术的那本身它当然就是它虽然着重技巧，基本上这个东西都是一种对神的一个献舞，对不对所以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松柏老师。
OK， 这个怎么样？在座应该很多人看过，但是也很多朋友应该没有看过。所以印度舞蹈基本上它是跟别的舞蹈或者是其他世界国家的舞蹈是不一样，就是说它其中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在表演的风格上，它是一人一事多角。第二个是它的故事又跟神有关系，是独立的舞蹈。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就是要看这个门道的话，就是说要注意它的几个东西，就是它所谓它的 expression， 它的这个颜面表情，然后它的 mudra 就是手势，就是那个 mudra 就是手势啊，它手势基本上有20几个，但是在波讲组合语言就是1000万啊。那再来就是一个舞踏，它舞踏还绑一个叫这个我们叫这个团队啊，这个就是在团队里方面啊，那个里面有一个脚的，所以这个地板对舞者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表演很好。那第二首呢，我们要表演这个周老师表演就是一个系数师啊，系数在范围里面应该叫 smoke 啊。那这个系数师呢很有趣，就是说他所系数的一个方式是奎斯纳神。那奎斯纳神就是印度三大天神维修，就是西蒙的一个化身。那这个维修呢，他是最受欢迎的神，那他是一个顽童，咱们学小孩，然后有一个这个玩世不恭的青少年。他到摩诃波里面跟安朱纳的对话的时候，他变成一个诗人，一个哲人，非常有这个哲理思想。所以他是真的是绝对万宝。那它里面就是说有一个在罗摩衍那或者甚至在印度古说里面，就是特别在摩里面有一个叫游戏人间，这很难翻啊，叫利亚。那利亚其实就是说很难去找一个正确的字眼。那我姑且把它翻为游戏人间。那游戏人间就是说，这维生神里面就是说，它会有那么多的化身，就是它每一个化身有不同的功能。到了这个昆萨神的时候，它有一个功能，本身昆萨神他的从他小孩很顽皮到成长，然后他到了跟供养里的不伦之恋。所谓不伦之恋，就是说人跟神在谈恋爱啊，然后这样的故事都会在出现。然后我刚才讲到，就是说除了这个印度神话，有一个很重要的印度舞蹈这个表演有关系，叫伊克国温达。伊克温达是在东部里面一个在14世纪、15世纪左右出现的一本书，这本书专门是用来歌颂奎斯纳跟拉塔，就是奎斯纳神跟牧羊里面之间的诗歌恋情。那他现在要跟各位表演的，基本上就是在伊克国温达里面的一个对白。那就是说，这里面就是说奉献的，就是一般这个崇拜或者这个奉献者就直接就叫奉献者对这个奎斯纳崇拜，但是他一直很质疑他，就说你小时候那么顽皮，然后长大之后还居然看到那个漂亮的这个村姑在洗澡，就把他衣服拿来让他们对着跑。然后呢，他就是后来又跟牧羊比较谈恋爱，诸如此类的事情呢，那这个奉献者就是对他的这个信士，还是对奎斯纳表示就是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但是奎斯纳还是依然故我，就这些事情。那奉献者也显得很无奈。那这个到底是有很深的哲理呢，也就是说，到底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不平凡的人，要从平凡的故事走一回，然后显得出他的伟大和他的必经。那我们就看钟华老师怎么样诠释这个非常棒的一个叙述诗啊，就是完全不一样。
想象中这个1000年、2000年的佛陀，或者是在这个印度后来的灵性的一个宗教环境里面。那谢谢这个周曼老师，大家来这里掌声好不好？商业老师帮我们表演的是祈祷，那当然就是也是跟神有关，那他就是直接跟本真就是维希纳神，就是维希纳神的一个本真，就是维希诺来做一个奉献的一个舞蹈。那这个舞蹈里面就是说呢，希望说这个北库卡萨克舞蹈里面的技巧，大家看他的衣服跟有很大的不同，他的里面中间有说到这个中亚苏菲表演，你看新疆的舞蹈。你看这个中亚的舞蹈有很多这样的班段，但他们有些还是，但是怎么说呢，还是艺术风格。然后他等一下，希望在他在表演这个很多高难度的技巧，我不知道他到底能赚几钱啊？他看观众给他掌声，你到时候给他赚钱的时候，你看他不错就给他掌声啊，好不好？
那我们热烈掌声来欢迎这个我们的老师。
到这个一定都会占领上啊。那请两位老师出场好不好啊？因为我们后面还有研讨会，后面还有本来开展比赛的安国起，那现在他也不在。那这个我想再宋老师我再介绍一下，我们知道蔡瑞丽老师，他是台湾第一个学印度舞蹈，但他跳的印度舞蹈是跟日本人学的，日治时代。然后跳的时候穿这样的衣服，但是他用那个雷姆斯放萨克可夫那个印度诗歌，所以不是用印度音乐的。所以他大概是在台湾是第二把交椅，就是说跳印度学印度舞。那说聂老师呢，他是这个大江南北千山万水走一回，他是先学这个flamenco，然后在60年前才开始学印度舞啊。他们在这个台湾这个印度舞蹈还有印度文化的领域里面都这个小有功劳啊。我们一看就是完全不同的风格。那我还是希望说有机会，如果大家到印度去真的去旅游去看看为什么那边会出释迦牟尼，为什么很多世界有名的宗教会这个在那边产生，然后还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印度文化，印度各种千变万化的样貌我认为印度是一个大千世界，值得我们去看看，值得我们去探讨。今天非常谢谢大家，举办单位还有这个南华大学，让我们在这里分享这个有趣的这个印度谢谢你们。我们可能。可能这些，他发现那相机多少钱？那个相机多少钱呢？3000要不要？还有5000？那相机要多少钱呢？1万多块了，他这那相机那么好的，